这片勇者大陆一直有个预言，当传说中的勇者拔出圣剑时，便是魔族统治的结束之日。可今年便是女魔王伊丽莎白统治的第15年，那位传说中的勇者并没有出现。相反，在女魔王的绝对统治下，各个种族之间没有了歧视，所有人都能平等相处，大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盛世。甚至因为害怕失去和平，民间还建立起了一个反勇者联盟。然而这一切都不是伊丽莎白想要的，她费尽心思参透了大陆上的魔法古籍，然后创造出灭世魔法，等待勇者前来挑战。可到现在，她却连勇者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感觉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就是个笑话。她直接来到那把圣剑的面前，在所有人惊骇的眼神中，强行将属于勇者的阿尔法圣剑拔出。那庞大的反噬力量让众人不得不开启了屏障抵挡。很快，那道由能量形成的光柱穿过城堡，射向了天穹。片刻后，能量全部散去，却只见伊丽莎白已经将圣剑握在了手中。她暗自冷笑着，又是谁预言只有传说中的勇者才能拔出来的？然而她的话音刚落，脑海中却突然浮现出在数十万公里开外的画面。在那荒无人烟的山丘之上，竟然有着一间简陋的瓦房。伊丽莎白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勇者一直躲在了那里。随后她挥手召唤出传送法阵，一道红光将她身体笼罩在内。另一边，传说中的勇者每天沉迷种田而不愿离开新手村，只因他前世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正好乘坐地铁下班回家，怎料下一秒他就和那地铁上的把手一起穿越来到了这个剑与魔法的世界。在新手系统的指引下，乐平慢慢学会了这里基本的生存技能。系统催促他赶紧离开新手村去击杀大魔王，成为传说中的勇者。但现在的乐平只想好好的在这里生活下去，因为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时间结界，可以让新手村完全隐秘起来，而且里面有着一天远超24小时的时间体感。虽然乐平对剑与魔法依然是一窍不通，但对于不出去冒险的他来说，打造出理想的田园之家才是自己一生的梦想。系统更是气得当场崩溃，只留下一句祝他早日被大魔王杀死，便从此消失不见。这天他正在种田的时候，看见天上的乌云都扭曲聚拢在了一起，他第一时间冲回了院子。突然就要下大雨吗？我的衣服还有鱼竿还没有收啊！其实那是女魔王伊丽莎白通过阵法传送到了此地。他看着这个赶回院子里收衣服的勇者，心里感到一阵无语。这时一只叫旺财的电子宠物狗突然嗷嗷叫了起来。乐平本以为他是在瞎玩闹，后来才发现他很反常。乐平下意识看了一眼天空，却看见一个黑影悬浮在半空。旺财呀，有什么东西在空中？伊丽莎白导师听得一清二楚，真是够迟钝的，还敢用东西来称呼本王吗？乐平连忙解释，不是的，抱歉啊，刚才我是没看清楚。伊丽莎白懒得听他废话，打算先验证一下他的身份。很快，一道金色的流光从高空坠下，射向乐平。乐平甚至搞不清什么状况，就发现那道流光围绕着自己转了一圈，然后还自动的落在了自己的掌心上。乐平更是鬼使神差的握住了那把圣剑，继而挥动剑刃破开了前方的空气，隐约显露出勇者身上的强大气魄。然后他又发现脚下的电子宠物狗正在低吼，闭嘴啊傻狗，你别再激怒他了。只见天空之上突然狂风大作，伊丽莎白同时召唤出了3个巨大法阵，紧接着一块块巨大的陨石从法阵中心传送出来。这一瞬间，乐平终于明白，原来系统所说的都是真的，勇者和魔王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哪怕他不曾离开过新手村。想到这里，他丢掉了手中的阿尔法圣剑，颤颤巍巍地走回到自己的房子当中。因为乐平还只是个新手菜鸟，而终极 BOSS 就已经主动找上门来，所以他除了认命，似乎也无能为力了。能在这里过上一段快乐的时光，我已经死而无憾，最后就让我和这个家一起终归于零吧。然而乐平这番不寻常的举动，反而让伊丽莎白自行脑补了画面，那个回眸的笑容，就像是在对他说，尽管放马过来吧。伊丽莎白越想越气，感觉自己受到了勇者的蔑视，立马指挥那3块巨大陨石砸向那间瓦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地上的旺财突然启动，运转了数据库里面复杂的代码，然后打开了身上的外壳，将各种各样的导弹炮管全都伸展了出来。在那3块陨石砸下来之前，就用导弹炸成了无数碎片。伊丽莎白感到很意外，原来这是一只开了灵智的高级模具啊，难怪传说中的勇者这般的傲慢。不过在本王面前，一切都皆为下等。很快他使出了灭世魔法，将万里的乌云都汇聚在了一起，里面一团散发着紫光的球体缓缓降落。本王已经没兴趣再去试探你了，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此时旺财又再一次运转了复杂的代码，然后在嘴巴里面吐出一颗黑色的能量晶核。这块晶核虽然只有核桃大小，但却有着恐怖的能量。只见黑色的流光爆射而出，在那庞大的灭世法球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伊丽莎白淡定地将头移开，避开了那束黑色流光。没用的，乖乖地跟这片陆地一起消失吧。可他的话音刚落，那颗晶核在灭世魔法里面触发了量子黑洞，原本能够毁天灭地的能量竟然在一瞬间消失殆尽。约莫3秒后，天色彻底恢复了平静。伊丽莎白一脸的不可置信，她的灭世魔法居然被破解了。那个勇者到底在屋里面做了什么？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乐平已经做好了觉悟，正躺在床上等死呢。伊丽莎白决定降落到地面，好好看一看这只高级模具。可那旺财根本不会说话，只会汪汪汪的一直吠叫。伊丽莎白忍不住自我嘲笑了起来，没想到本王到头来会被一只模具小瞧了。不过少给我得意忘形了，到目前为止，本王也不过是使出了不到3成的实力吧。无礼之徒，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恐怖。说罢，伊丽莎白开启了魔神形态，甚至和他足足拼死搏斗了1个小时。此时在屋内等死的乐平刚好睡醒，他环顾四周，却发
发现家里一切正常，而外面也好像没有了动静。那个女魔王不会还在外面等我那么变态吧？只见院子里浓烟四起，似乎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此时的女魔王已经满身伤痕，一手掐着已经报废的电子宠物狗，然后将其当成垃圾一样丢到了地上。真是抱歉呢，本王将你引以为傲的模具给彻底摧毁了。乐平声音有些颤抖，没关系，我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伊丽莎白的意识开始模糊，真是可恶，居然让本王战至极限，这就是预言中的结局了吗？最终伊丽莎白的身体还是失去了平衡，栽倒在了地上。乐平见状连忙上前将她扶起，正想查看对方的伤势时，却发现她头上的魔角和身上的衣服同时散去，只剩下一具赤裸裸的肉体呈现在乐平的眼前。这一刻乐平血压飙升，直接喷出了2米半的鼻血。很快时间来到了晚上，等伊丽莎白醒来的时候，就惊讶地发现自己双手被乐平扣在了一起。那人没有趁机杀掉本王，反而是将我囚禁了起来，这难道是想这样以示天下，彰显自己的威风吗？伊丽莎白尝试用魔力将手铐打开，却发现办不到。她猜测这又是一种未曾见过的传说级别模具，那个家伙到底还隐藏了何种恐怖的实力？伊丽莎白环顾了房间内的一些物品，发现里面摆放着许多奇奇怪怪的物件，是本王轻敌大意了。看来这个勇者比我想象中要邪恶得多呀。在伊丽莎白胡思乱想的时候，乐平已经端着饭菜走了进来，他想把握这个机会巴结女魔王，换取活下去的机会。我觉得我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我现在就帮你解开手铐，我们好好聊一下吧。可这样的话却被伊丽莎白理解成了抱歉，从一开始你就已经误会了，你以为自己很厉害，有挑战本勇者的实力吗？大错特错，错错错错！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那就满足我的一切要求吧。伊丽莎白吞了一下口水，这变态显然是在威胁本王。随后乐平为伊丽莎白松开了手铐，那个，我给你解开手铐了，证明我真的没有恶意。说好了，我们好好谈谈哈。伊丽莎白不甘地拧过头，觉得现在的处境很不妙，暂且先忍耐一下，将来再回来一雪前耻。其实乐平之所以没趁魔王昏迷时杀掉他，全因为他从来没杀过人，而且他猜测魔王有个复活技能很正常，要化解勇者和魔王之间的矛盾也不一定要打打杀杀，只要表示出自己对他绝无威胁，跟他交个朋友，这样就可以继续苟下去了。他一边想着一边傻笑了起来，然而伊丽莎白却认为这个勇者是在嘲笑他。这时乐平拎起了破烂的电子宠物狗，旺财呀，你怎么都烂成这样了？伊丽莎白试探地问了一句，怎么，这个东西就是你最厉害的模具了吗？乐平解释旺财是他近2年才研发出来的，但事实上是无聊研发出来的小玩具而已。不过这话倒是被伊丽莎白惦记上了，心想这次轮到你大意了。解开手铐之后，本王可以悄悄使用深渊魔法来快速恢复，而你失去了这个最强模具的庇护，就如同失去了左肩右臂，实力的天秤已经倾向本王了。现在正是本王消灭你这个传说中的勇者最好时机。没曾想对方却推开了柜子，露出了一堆的备用品，这让满腔愤怒的女魔王仿佛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原来只要记忆卡没有被损坏，就可以置入备用品上恢复行动。乐平表示旺财有时候很调皮，在家里也只会启动一只来作为陪伴。然而这有爱一幕却在伊丽莎白的脑海里出现了不一样的画面。脑补完这邪恶的画面后，伊丽莎白无力地跪在了床上。不过也在这时，她才注意到了房间内多出了一阵香气。乐平解释，我看你晕倒了，所以就给你做了点吃的暖暖身子。桌子上是一碗普通的肉粥和一碟普通的饺子。女魔王表示弱者才需要进食，她已经达到了超凡的境界，不需要这些东西。可话是这么说，喉咙却很诚实地咽了一下口水，随后肚子也跟着咕咕叫了起来。原来在美食面前，哪怕是魔王也忍不住。乐平解释这些食材都是自己亲自耕种的，绝对的纯天然，希望他可以品尝一下。女魔王也被这些奇怪的食物吸引，随便挑了一个饺子就吃了起来。刚开始还是慢条斯理面无表情，但后来她的速度越来越快，不一会儿就将整碟饺子都吃了个精光。此刻伊丽莎白只感觉肉汁在嘴里像发射烟花一般四溅，还蕴含着极高浓度的魔法秘能，甚至让她舍不得吞下最后一口。然而当伊丽莎白吞下最后一口肉汁时，奇妙的感觉却发生了。这一刻她身体兴奋得像火山喷发，忍不住娇低地叫了几声，然后全身都在发热和颤抖，双手撕扯着衣服和双脚扭曲在了一起。她质问乐平到底在食物里面加了什么，乐平表示在里面放了点辣椒，没想到魔王居然不吃辣的。伊丽莎白又开始脑补，原来这个邪恶的勇者囚禁本王就是为了给他做研究试验。这时乐平又想起还有一碗皮蛋瘦肉粥，肯定可以清热下火的。伊丽莎白心想这家伙一边喂毒一边给解药，分明就是玩弄本王于股掌之中。但由于现在这股奇怪的感觉太难受，伊丽莎白还是硬着头皮是吃了一勺。谁知道刚吃完一口，那燥热不安的感觉消失殆尽，身体像漂浮在清凉而又平静的水面上。什么统治世界，什么魔王勇者，一切纷纷扰扰都与自己无关了。很快伊丽莎白的境界得到了突破，达到了3星魔王。没想到居然通过食物的方式能让自己的实力再次突破境界。他开始重新审视面前的这个勇者，别装了，你到底想要干嘛？可乐平却说，其实我就想我们一起研究一下魔王和勇者尝试共存。然而这些话到了伊丽莎白耳边又变成了这样，这个世界就只有你够资格作为本勇者的研究对象，来吧，我帮你变强然后击败我。这时乐平弱弱地问道，可以吗？我会继续给你做好吃的来侍奉你。然而这些话到了伊丽莎白的耳边又变了味，嘿嘿嘿，想变强的话我可以帮你哦，我也很期待你究竟能不能打败我呢。伊丽莎白无奈地叹了口气，嗨，算了。乐平听到这2个字差点原地裂开，以为魔王还是要杀了他。只见伊丽莎白爬上了床上，然后以俯视的角度看着乐平，给我听好了，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但也请你搞清楚，本王不是因为惧怕你，而是为了追求实力的巅峰。乐平很
很无语，心想怕我什么？但你是魔王，你最大，你说什么就什么吧。伊丽莎白继续发狠，还有，别以为本王在这里生活就会对你低声下气，本王的尊严绝对不允许被侵犯，否则就算牺牲所有我都要毁掉你。乐平点头，明白明白，那我们就尝试好好相处吧。伊丽莎白命令道，还有什么好吃的，本王统统都要。乐平回答道，收到。没想到女魔王和勇者真的可以共存，而且还同居生活了1年半载。曾经风韵犹存的伊丽莎白，如今竟变成了一个爱吃薯片的死肥宅，每天不是看着虐得死去活来的爱情剧，就是吃着勇者乐平为她做的美味佳肴。现在的她就连吃饭都懒得走动，直接用魔法变出一双小翅膀就飞了过去。你给我吃的这个薯片到底是什么毒药？总感觉越吃本王就变得越懒惰。乐平只好解释，薯片热量高，吃太多会积聚脂肪，人自然就变得懒惰。这么一说，伊丽莎白才注意到自己的肥猪肉，然后她打了个响指，使用了深渊魔法将自己的身体包裹起来。很快她那臃肿的身体在一瞬间变回曾经的凹凸有致。很抱歉让你失望了，我体内积聚的脂肪都被我转化成魔力了。乐平直接看傻了眼，他没想到魔法还能这么使用。伊丽莎白呵呵一笑，又一个诡计被本王破灭了，怎么样？乐平不想争辩，你说什么都对，吃饭吧。虽然伊丽莎白嘴上总说乐平在毒害她，但每次看见美食都会瞬间失忆，也顾不上什么诡计阴谋，直接就把美食吃个精光。一旁的乐平发起牢骚，不过我再做就是了，多吃点也无所谓。可他无意间说出的话却又被伊丽莎白脑补成，你还是太弱了点，养肥一点再宰掉。每次幻想到这样的画面，伊丽莎白都会大发雷霆。这1年来，本王已经突破了10多次，也是时候决一死战了。可这时乐平却从冰箱里端出一份布丁，这一刻伊丽莎白的眼神变得清澈，什么决一死战，什么统治世界都通通忘掉。乐平觉得女魔王也不是那么难伺候，只要吃得到位，就能让她平静下来。不过自从魔王强行闯入破坏了新手村的保护结界之后，这里的时间就逐渐跟外界同步了。时间同步倒是没什么，但糟糕的是，没有了结界的保护，新手村就失去了隐秘的功能，彻底暴露在野外。而这里附近出没的魔兽们似乎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乐平猜测是魔王在这里的缘故，所以那些魔兽们才不敢靠近这个院子。与此同时，在附近的平原上，一个中年男人拉着他的女儿正在逃命，后面追赶的则是3个戴着诡异面具的人形魔物，他们的爪子在空中挥舞，撕裂了空间，形成一道道利刃刮向正在逃跑的2人。很快那些利刃分裂后扎入地底，形成了一个指甲牢笼。被拦住去路的中年男人拔出巨剑，伊利弗，等一下爸爸来拖住他们，你继续往前去到城镇就安全了。伊利弗摇头，不要，我怎么能丢下爸爸你自己一个人逃走？中年男人眼神坚定，听话，我答应过你母亲一定会好好守护你的。这时一个人形魔物悬浮于半空，将一团超大型的鬼火凝聚在手中。中年男人知道不能再等了，必须使出最强的招式。只见他手中巨剑挥动，一道道剑刃逆行而上，撞入鬼火之中，在对方尚未凝聚完成之前，就连人一同斩成了2半。这是一种来自黑暗公会的魔物，哪怕其中一只被劈成了2半，也仍然可以化作养料被另一只吸收进身体。吸收后，他们的实力会变得更强悍，同时身体里也会生长出另外一颗头颅。伊利弗不想抛弃父亲，当即召唤出精灵长弓进行对抗。很快，由精灵一族的自然之力形成的箭矢飞速射向那只魔物，只可惜等级差距太大，就连破防都无法做到。中年男人不知道自己能拖住多久，只希望女儿伊利弗能够果断一点。不过这也已经太晚，那些魔物继而发起攻势，4只猛踩地板，爆发出惊人的速度，然后贴身给了中年男人势大力沉的一拳。只见他飞出了数十米开外，直到撞碎了岩石才得以停止。他现在已经无力再战，只希望女儿能够抓紧时间逃跑。可那只魔物却又突然钻入了其他魔物的身体里，他们的肉体如同粘液般分解，然后重组，最后化成一头20米高的3头人形魔物。伊利弗恳求道，我跟你们回去，请你们放过我爸爸吧。只可惜那只魔物已经丧失了理智。正当伊利弗心生绝望之时，一只比那头魔物还要大上100倍的物体突然从天而降，只见周围群山震颤，那头20米高的魔物被当场踩死。伊利弗看见这一幕却是震撼无比，那是一头大如山岳的猛犸之主，区区20米高的魔物甚至不及他的脚趾头大。其实在那猛犸之主的头上有着一座府邸，里面住着一只修炼了1000年的蛤蟆仙人，而在蛤蟆仙人的头顶上还有着一间狗屋。大哥，危险已经清除，剩下这2个无害的人类怎么处理过？旺财表示禁止伤害无害的人类，我把他们带回去给我主人处理吧。画面一转，伊利弗不知道睡了多久也终于苏醒，然而醒来后却发现自己身处奇怪的地方。他想起爸爸当时受了严重的内伤，若不及时救治恐怕会命不久矣。可当他打开房门的时候，映入眼帘的竟是自己那正在秀肌肉的爸爸。乐平还鼓起了掌，大叔练成这样应该花了不少时间吧。男人表示作为一名战士，身体素质是最基本的。乐平很兴奋，这就是异世界的战士职业吗？真是太厉害了。旺财看见主人高兴，也兴奋地在他脚下转圈，可一旁的伊丽莎白却懊恼不已，直接一脚就把旺财踹飞了出去，然后质问旺财，是谁让你这条笨狗把闲杂人带回来的？旺财委屈的呜呜大哭，谁让自己打不过女魔王呢？另一边的乐平用手戳了戳男人的肌肉，哇哇哇，好结实好结实。男人再次秀起了肌肉，既然乐平先生你喜欢，我也不藏着掖着了。说罢他不惜开启战魂燃烧，撑爆了身上所有衣服，为眼前这个救命恩人秀起了他最喜欢的肌肉。可这尴尬的一幕刚好被女儿伊利弗看见，此刻3人面面相觑，空气也突然变得安静。其实男人这么卖力表演，只是为了讨好救命恩人罢了。乐平本想过去向伊利弗解释，可却被醋罐子伊丽莎白拦在了中间。既然醒了，那就赶紧
滚吧！我警告你！伊丽莎白一边说一边用胸脯顶了过去，仿佛在对伊利弗宣示着主权。是本王先来的。但乐平觉得难得有客人到访，应该以礼相待的。随后他请两人进屋里坐，还奉上了自己亲手炒的麦茶。伊利弗眼神有些迷离，爸爸，这就是你说的喝了之后立即痊愈的神奇药水吗？乐平觉得他说的太夸张，之前我就给你爸爸喂了点冰凉的井水。一旁的伊丽莎白生起了闷气，这家伙又抓来一个妹子干嘛？难道本王还不能满足你吗？这时中年男人开口说起了那天的情况。当时虽然我意识模糊，但是还算清醒。那时候一只奇怪的狗将我们送到了农田地里，然后乐平先生又给我灌了一口水，喝完这才把即将濒死的我给救活了。若不是遇到了乐平先生，恐怕我就再也见不到女儿你了。伊利弗感叹这茶水如此珍贵，我们真的可以喝吗？乐平觉得他们就是太谦虚了，让他们不必客气。两父女听到乐平的吩咐，这才放心的将麦茶一饮而尽。然而他们才刚喝完，就感受到体内有一股充盈的魔力正在溢出，让他们有种躺在麦田上瞭望世界的感觉，甚至可以看到外太空外星人驾驶着飞碟掠过。很快两人的魔力等级都同时突破了1级，就连伊利弗母亲的精灵血脉都得以觉醒，耳朵都长出来了。两人深深叹了一口气，没想到随便一杯茶就突破了等级。乐平以为自己的招待不够，想为两人再续上一杯麦茶，可此刻的男人已经感激涕零，拒绝了如此珍贵之物。其实乐平也很想用饮料和零食来招待他们，只可惜那些东西都被伊丽莎白霸占完了，他只能长叹一声以示歉意，完全不知道两人已被一杯麦茶所震撼。乐平询问了事情的经过，博斯大叔，你们怎么会被袭击的？博斯大叔回答道，如乐平先生你所见，是因为伊利弗他体内的精灵血脉。伊利弗补充了一下，我母亲是精灵族的圣女，和父亲相爱之后生下了我，但精灵族是禁止和其他种族通婚的。乐平恍然大悟，所以说是精灵族的人在抓捕你们喽？伊丽莎白却质疑了起来，胡说，种族之间的通婚禁令早就在魔王一统天下后废止了。博斯大叔继续说道，说来话长，自从伊利弗的母亲被迫回到精灵族圣地之后，我就带着伊利弗隐居起来了。乐平觉得这就是异世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明白了。然后精灵族的人发现了你们，所以派人来抓你们。博斯大叔摇头，因为我爱人的牺牲，重回精灵族，所以他们已经放过我们了。现在追杀的人是魔域那边黑暗公会的使徒。听到魔域2字，乐平下意识看了一眼旁边的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感受到了异样的目光，当场发起了脾气，你什么意思啊？为了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伊丽莎白让博斯大叔讲清楚，魔域哪里来的黑暗公会？他们抓精灵族做什么？博斯大叔声音颤抖，据说是黑暗公会正在做神秘的人体研究，企图复活曾经一统天下的魔王。伊丽莎白、伊利弗也补充道，精灵族就是他们的素材之一，以至于连未觉醒血脉的我都成为了他们的目标。这下乐平没有回头看一眼伊丽莎白，不过心里却吐槽都指名道姓了，还说跟你没关系。然而伊丽莎白好像听到他内心独白一样，再次发起了飙，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乐平哭笑不得，我知道，我都知道，你人一直在我这里。息怒，息怒啊！没想到在女魔王和勇者同居的这1年里，外界居然宣称女魔王伊丽莎白已经死了整整500年。勇者乐平也很惊讶，他明明在这里才住了1年多。伊丽莎白没有在意时间的问题，那传闻有说她是怎么死的吗？伊利弗如实回答，根据文献记载，魔王伊丽莎白是被传说中的勇者讨伐杀死的。博斯大叔继续说道，据说那场战斗持续了整整1个月，最后传说中的勇者为了保护勇者大陆，跟邪恶的魔王同归于尽了。听到这里的伊丽莎白开始凶相毕露，很快两人同时陷入了幻象当中，遍地都是头骨和尸骸，还有猩红的月亮和血腥的味道。伊利弗以为这又是境界，但博斯大叔却说不对，这是单纯的杀意。伊丽莎白收敛了杀气，解释那个传闻是假的。两人各自吐了一口老血，然后点头跪求原谅。这时乐平指了指自己，是啊，因为我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勇者，而他就是你们所说的魔王伊丽莎白。这信息量大的让两人喷出2米半的血浆。然而这一切在伊丽莎白的眼里却变成了这样，你们口中那个魔王大人被本大爷囚禁了在这里哦，快来笑他。脑补完毕，他又突然发起脾气，够了，接下来我就不奉陪了。说罢伊丽莎白便走出了房子，可关门时太过用力，直接把墙体都撕裂开了一截。博斯大叔声音颤抖，乐平先生，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们？乐平没有回答，他惊讶伊丽莎白打破时间结界之后，这里的时间变得紊乱无序，外面居然已经过了500年。时间来到晚上，伊利弗小声跟父亲唠叨，原来500年前的真相居然是这样，魔王跟传说中的勇者相爱，然后放弃了天下，选择隐居起来。博斯大叔让女儿别乱说话，现在乐平先生应该是在想要不要放过我们。伊利弗不以为然，如果乐平先生要杀我们，当初为什么还要救我们呢？博斯大叔叹气，在他们眼中，我们跟蝼蚁无异，要杀要留全凭他们心情。就在两人对话之间，乐平已经走进了房间，这么晚了还没有睡，你们都在干嘛呢？听到这突发的声音，伊利弗差点被当场吓哭。只见乐平笑盈盈地掏出一副扑克，睡不着的话就来打牌吧。随后三人围坐在一起，乐平也详细讲述了游戏规则。伊利弗感觉这些牌渗透着一种不祥的气息，他询问乐平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乐平思索片刻，认为这个世界的人应该理解不了斗地主这几个字，于是他当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名称，这个游戏就叫做斗恶龙吧。两父女一听又是一惊一乍的，心想这果然是勇者大人的测试。与此同时，伊丽莎白使用了隐秘术藏在了空中偷偷观察，她
他很好奇乐平半夜不睡觉来找他们俩干嘛。乐平说道：“两位勇者要合力把恶龙给打败，我们可以根据抽到的手牌来决定选择做勇者还是恶龙。”然而乐平的话在父女俩的视觉中是这样的：“我现在开始分牌，记得想清楚再选择哦。”博斯大叔让女儿拿牌，现在已经轮不得有半点犹豫了。女儿点头，同时伸手抓向牌堆。可就在她抓牌的这一瞬间，周围的景象突然变换，父女俩再一次陷入了境界之中。此刻的伊利弗只感觉光是拿起手牌就已经失去了所有魔力，仿佛在经历生死。爸爸，对不起。博斯大叔安抚道：“没事的，剩下的交给爸爸。”他父亲更是在出牌后手指头都干瘪了下去。原来每一次出牌都是以生命力作为代价的。然而这一切勇者乐平却全然不知，想不出应该出什么牌的他便直接过了牌。可这反倒为难起了手指干瘪的博斯大叔。他沮丧地询问乐平：“真的不出吗？”乐平点头微笑示意不出。博斯大叔猜测乐平先生是故意让他继续出牌，消耗他的生命力。现在这种情况，他只好尽快把牌都出完。根据规则，我出的组合牌应该叫做飞龙，对吧？可话音刚落，博斯大叔的右腿变得干瘪。原来出的牌越大，代价也就越大。很快在虚幻的境界上方召唤出一条张牙舞爪的巨大翼龙。父女俩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吓得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只见一股能量汇聚在巨龙的口中，紧接着一发巨龙吐息就直接砸在了勇者乐平的身上，吓得两人当场石化。在攻击完之后，空中的巨龙逐渐消散而去。博斯大叔心中惊骇，我刚刚冒犯了传说中的勇者，死定了。然而乐平对此事全然不知，一心想着如何应对，但奈何手中的牌要不起对方的飞龙。我不要，你继续吧。博斯大叔全身都在颤抖。好，我明白了。这一次他只敢出了张三，很快右手的中指也变得干瘪。伊利弗见状连忙跳过了出牌，乐平看见是一张三，便直接打出了10。父女俩能有机会不出牌，当然是直接要不起了。乐平见状又继而出了个顺子，然而就在他打出来的一瞬间，眼前的境界内竟突然升起一层层的滔天巨浪，仿佛将父女俩同时淹没进了万尺深海。在短暂的一阵窒息过后，两人喘着粗气，要不起。乐平见状又继续出牌，好的，那接着是3带2。这一次出现的虚影是2匹战马拉着一辆战车，博斯大叔准备好承受战车的撞击，我要不起。可伊利弗这时却挺身而出，等一下，我要。博斯大叔连忙制止，别啊，那是要付出生命力作为代价。伊利弗却下定了决心，我不能总是躲在后面，我也要守护爸爸。说罢他直接打出了3带2。很快在境界内再次出现一辆战车，与乐平的那一辆撞在一起。博斯大叔惊恐地看着女儿，伊利弗，你还好吗？可伊利弗的生命力却没有丝毫流失，眼神坚定地表示没事。乐平开口说道，适当的时候拆散自己的牌也要守护好队友。没错，最重要的是决心。博斯大叔看着2根干枯的手指似懂非懂，难道女儿没事是因为决心吗？乐平突然阴险地笑了起来，决心固然重要，但可惜太晚了。父女俩一听顿时面如死灰，这一刻就连隐身在暗处的女魔王也有不祥的预感。乐平笑盈盈地打出了最强的组合牌王炸，只见在境界的上空突然破开了一条巨大裂缝，紧接着那条裂缝的中央又伸出2只巨大的手臂。当那双手撑开了裂缝后，映入眼帘的竟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小丑。这一刻就连伊丽莎白都忍不住流下一滴冷汗，因为乐平召唤出来的是至尊小丑王，等级是3星魔神，和伊丽莎白同级别。鬼鬼祟祟在偷看什么呢？接着小丑王幻化出一把匕首，用舌头舔着刀身，小心偶杀了牛。伊丽莎白哪里受得住这气，立马做好架势准备开打。下方的父女俩陷入了深深绝望，都怪自己出牌惹怒了乐平先生。这时博斯大叔突然感觉疯狂咳嗽，然后夹带着鲜血一同咳了出来，感觉生命力在逐渐流失。乐平还以为博斯大叔的伤势还没好，直到他看见了他丢在地上的手牌，原来大叔的牌早就可以赢了，一直让着我陪我玩而已。乐平不想打扰到别人休息，失望的捣乱了所有扑克，也是这一个随意的举动，直接把境界内的至尊小丑王虚影给抹掉。乐平收好扑克向2人告别，玩得真开心，你们早点休息吧，这么晚打扰了。2人瘫坐在地上，我们还活着。传说中的勇者真是让人摸不透。然而这一切在伊丽莎白的眼里却认为乐平跟这2人打牌是假，借机会敲打自己才是真的。时间来到了早上，2人一大早就向勇者和女魔王告别。乐平想要挽留他们，你们真的不多待2天吗？我种的水果快收成了。博斯大叔哪还敢逗留，立马给2人鞠躬。乐平先生大恩大德，我父女俩没齿难忘，还请放心，出去之后我们一定不会乱说话的。伊利弗说道。乐平先生，你还要送我们这么珍贵的礼物？乐平呵呵一笑，就普通的一些麦茶而已，别嫌弃。然后他握住博斯大叔的双手，对了，还有这个也给大叔你作为纪念吧。说罢他将昨晚的扑克送了出去，你拿去吧，我的牌技太烂了，根本就不适合。就在这时，伊丽莎白不耐烦地喊了一声喂，博斯大叔立马注意到了女魔王的嘴型，赶紧给我滚。就这样不到1秒的反应速度，2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视野之中。伊丽莎白转身回到院内，好啦，一切恢复正常，去给本王做饭吧。另一边，博斯大叔和女儿跑了不知多远才终于敢停下来。原来当晚在乐平走后，伊丽莎白却现身了，她在2人的脖子上各自留下了印记。我伊丽莎白命
命令你们明天立即离开这里，并且不得向外透露本王与传说中的勇者在这里的任何消息。但凡你们有丝毫违背本王的想法，你们脖子上的咒印都会让你们立即人头落地。这一刻，两人猜测历史的真相就是，统治天下的魔王大人跟传说中的勇者乐平先生厌倦了世间的纷争，不想再被打扰。伊利弗却突然注意到这个地方很眼熟，就是那几只魔物被猛犸之主踩扁的位置。与此同时，旺财正躲在后面偷偷注视着两人，他生怕家里的女魔王发飙，才不得已快速送走了两人。汪汪，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管他呢，免得回去又要被那个凶女人给揍一顿。随后旺财打开了传送门，直接离开了此地。此时的博斯大叔看着地上的尸体，有种不祥预感，附近应该还会出现各种高级魔物，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吧。可话音刚落，一大群黑暗公会的使徒从天而降，拦住了两人的去路。其中领头的那个是大使徒，等级达到2星大魔灵，其余的则是和上次追杀他们的普通使徒一样，3星、4星魔灵。魔力的强度分为魔士、魔师、大魔师、魔灵、大魔灵、魔宗师、魔尊级、魔王级、魔神级。可惜博斯大叔只是3星大魔师，实力上差了2个大阶段，根本就不可能是对手。如今博斯大叔为了保护女儿，打开了扑克击退了3、4星魔灵级别的使徒，然后他又从牌堆里取出4张4卡牌召唤4炸剑神降临。很快，一个精灵族的女人虚影悬浮在两人的正上方。伊利弗看着那虚影，忍不住喊了一声妈妈。与此同时，精灵族女人的虚影拉出一把精灵长弓，射出了由自然之力形成的箭矢，划破虚空，洞穿了那些挡在最前方使徒们的头颅。然而领头的那位2星大魔灵却连躲也不躲，甚至自负到用单手抓住那势如破竹的箭矢。可当他抓住的这一瞬间，就知道自己判断错了，一切已经太晚。那根箭矢仿佛不可阻挡一般，洞穿了他的头颅。结束之后，那4张扑克再次回到了牌堆里，而那位精灵族的女人虚影也在此刻消散。博斯大叔使出一次4炸，就几乎失去大半的体力。不过也是这一次，他领悟到了勇者给他的提示，决心才是发挥出卡牌实力的关键要素。自此，勇者大陆上诞生了一个新的职业——卡牌大师。1周后，乐平在院子里吃着自己种出来的西瓜，他感叹这个魔法世界真好，水果杂交混种法取得了大成功，就是没有人能分享。丰收的喜悦似乎也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原本以为自己安安分分种田就很满足，但当什么都有的时候，又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内心就开始躁动不安，想去见识一下。人吗？就是这样，得一想二。不过我那么弱，还是算了吧。就在这时，伊丽莎白的出现打破了平静，她拿着一杯冰镇饮料坐在椅子上，在想什么呢？一脸闷闷不乐。乐平叹气，我想出去看看，不过还是算了，我太弱了。伊丽莎白呵呵一笑，终于想离开这里了吗？那就陪本王出去一趟吧。乐平一听有女魔王的保护，立马来了兴趣。真的吗？伊丽莎白点点头，少废话，换衣服吧。其实她觉得外面的世界比不上这里。随后乐平为伊丽莎白量身打造了一套便服。伊丽莎白觉得很符合自己的气质，不得不说，你做饭和做衣服的技艺都十分了得。说完，他打了个响指，在面前召唤出一个通往城镇的传送之门。出发吧，穿过这里就能到达附近最近的小镇了。乐平赞叹这个技能好方便，其实他并不知道这种级别的魔法，他脚下的那只电子宠物狗旺财也会。可出发前，乐平又问了句：“等等，伊丽莎白，我想问你个事，到外面见识完之后，你还会跟我回来的，对吧？我没别的意思啊，你要离开当然也是可以的。”然而这话被脑补之后变成了这样：出去之后，你要是想逃跑，我也是能理解的。伊丽莎白越想越气。被称为史上最强大的魔王怎么可能逃跑？于是他果断回答：“之后我当然会跟你回来啊。”乐平闻言后松了一口气，他生怕失去女魔王的庇护，这片田地分分钟可能被附近的魔兽踏平。不过伊丽莎白却提出了个条件：作为你刚才对本王无礼的赔罪，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乐平还以为惹怒了女魔王，有些忐忑地询问他什么要求，可伊丽莎白却快速移动到了乐平的面前。回来之后，你用新收成的水果给我做一份超足料的布丁。听到这话的乐平顿时一脸茫然，果然女魔王留下来的原因是一份超足料的布丁啊。很快两人都穿过了传送门，只留下旺财独自一狗在原地汪汪叫。这是被女魔王统治了500年后的世界。当传说中的勇者第一次来到村庄时，发现这里竟然有着出乎意料的繁荣。女魔王伊丽莎白还自豪地表示，当初本王执政时的底子打得好，原本的世界各种势力割据，冲突不断，是本王用绝对的实力把他们都镇压住了，并且定下所有人平等相处的大规则。所以说，真正拯救世界的是本王，而不是你这个所谓的传说中的勇者。可当伊丽莎白述说完自己光荣的事迹，却发现勇者乐平根本没在听，岂有此理，竟不把本王过去的功绩放在眼内。此时的乐平来到了一个卖玩偶的商贩面前，觉得缝纫的线口封闭处理得非常好，询问是不是他做的。女孩点点头，没错，如果哥哥喜欢的话，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可话音刚落，一只猪头人故意踢翻了女孩的玩偶。喂，谁允许你在这里摆摊的？臭丫头，你们教堂欠我们帮派的保护费都还没上交呢，还好意思来我的地方摆摊？看见猪头人如此凶悍，那些孤儿们被当场吓哭。安妮不服反驳，你们从来就没有保护过我们，凭什么要给你们交保护费啊？猪头人笑道，白痴，从上个月
月开始，这条街就属于我们猛兽帮的势力范围了。以后想在这里生存，就必须每个月上供。安妮不服，胡说八道，教堂是修女的，等修女回来，你们就等着被收拾吧。猪头人继续咒骂：你这个蠢货，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是吧？老子今天就把你们这群孤儿赶走，拆了那破教堂。听到这话的乐平忍不住大喊：住手！猪头人瞄了那人类一脸：你特么想做什么？乐平被吓退了2步，嘴里支支吾吾了起来。伊丽莎白还以为他又准备想玩弄这些弱小的平凡人。乐平小声避避：伊丽莎白，你出手制止一下吧。伊丽莎白将头拧了回去，心想本王可没有你这家伙那样的低级恶趣味。那猪头人有些不耐烦了：喂，老子问你特么的想做什么呢？这下乐平头都大了，他没想到女魔王没反应，没办法，他只好采取现代最厉害的招式。大家看啊，这个猪头人欺负小女孩啊，快来谴责他，谴责他！然而道德谴责在这个时代就是笑话，那些吃瓜群众根本没反应，猪头人更是被乐平这番话逗乐了。你不会真以为有人会站出来帮你们吧？这条街谁不知道我们猛兽帮？看来你是从南边来的异乡人吧？你身边那妞的身材倒是不错哟。乐平说道：万事有商量，但你们千万不要惹她。可猪头人却一心想要作死，命令下属将男的暴揍一顿，女的抓回帮派，嘿嘿嘿，全然不知这些话触怒了女魔王。很快整片天空变得暗淡，云霞缭绕间似有魔王降世，世间万物都为之动容。那猪头人松开了安妮，声音也在颤抖：咋突然就变天了呢？乐平让伊丽莎白冷静一下，否则可能她一个不小心就会毁掉整座城镇。消消气，消消气，吓吓他们就好。你又怎么会跟普通人较真呢？而伊丽莎白看在乐平的份上，也收回了那强大的气场，天色也在转眼间恢复了原本的样子。猪头人松了口气，消失了。试过云雨吗？然而安妮将一切都尽收眼底，那位姐姐的魔力好强大呀。传说中的勇者居然被一头猪收保护费，而且还问起了对方到底要多少钱。那猪头人声音略有颤抖：两个月一共10金币。女魔王觉得很可笑，区10金币就让你们一群人鸡飞狗跳的，愚蠢至极。这时乐平还是凑了过去：伊丽莎白，你一定有很多金币吧？伊丽莎白得意点头：废话，本王所拥有的财宝简直可以用多不胜数来形容。乐平闻言立马向伊丽莎白借钱，还表示之后会把家里的菜拿出来卖掉还钱。伊丽莎白看他像是看傻子一样：白痴，你用本王的食物去换那些没用的金币，那可不行，何况我来找你的时候根本没在身上。一旁的猪头人失去了耐心：喂，你们到底有没有啊？乐平有些为难：金币没有，用我包里的土特产来抵一下行吗？这句话差点把猪头人给气死，耍老子是吧？给我上！可话音刚落，一袋金币却迎面砸了过来，随后一个半人半马的剑客走了过来，拿到钱就给我滚蛋，别再骚扰我朋友。猪头人收到钱后收敛了不少，原来是剑圣公会的迅雷之杀技。行，给你面子，我们走，不过下个月你就没那么幸运了。乐平连忙向人马表示谢意：我这里有点水果，不嫌弃的话请收下吧。杀吉拒绝了乐平的好意：小事一桩，不必客气，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你们跟我搭档做一件事。说话的同时，沙吉看向了一旁的女魔王伊丽莎白。安妮连忙追问：搭档吗？我能帮你做什么事呢？沙吉笑道：换个地方再说吧，这事要是能成，相信也能解决你们资金上的问题。女魔王哪有兴趣赚金币？我没兴趣。乐平，我们走。可乐平认为直接拒绝不太好，毕竟刚刚才被人家帮助过，怎么也得去看一看。那几个孤儿见状便向安妮询问是否要外出，安妮让他们先回教堂等待，自己很快就会回去。随后他们一行人来到了一家乌烟瘴气的酒馆，里面坐满了一些恶心的抠脚大汉。喂，小妞，你们身边的男人一看就是个废物，要不要来本大爷这里啊？此刻伊丽莎白眼角泛起了青筋，盯着众人流露出强大的杀气。你们想死的话就再说一遍。很快现场变得一片死寂，那些人不敢再发出半点声响。伊丽莎白转头瞪了一眼乐平，都怪你，非要跟来这种地方浪费本王的时间。乐平自然是不敢正面回答问题。你看，我们到了。沙吉向众人说道：这边请。进去这个包间就没闲杂人等打扰我们了。然而当沙吉打开房门的时候，迎面扑来的却是一群年轻妹子，有女仆装，还有猫耳兽娘称呼她为主人。沙吉难为情地说道：我忘记跟你们说了，我几位老婆也在这里。乐平当场就惊掉了下巴：几位老婆吗？这个半人半马的男人正在介绍着自己的妻子们。首先是坐在他身边盾战士职业的袈裟，还有刺客职业的洛洛可和法师职业的葛丽，最后是带有精灵血脉的射手职业歌利亚。可女魔王没有心思听他扯家常，别浪费时间了，有什么事赶紧说，我们要走了。袈裟听到这话很不满意：主人，这个女人什么来头啊？她的态度真是让人不爽。伊丽莎白说道：本王的态度就是这样，你们有什么意见吗？洛洛可也瞪了他一眼，真是够搞笑的，还自称本王。主人，这个女人脑子没问题吧？歌利亚也加入其中，看她耳朵的形状，应该又是个带点精灵血脉的低等混血吧？在本小姐面前拽什么呢？女魔王哪能受得住这样的侮辱？正准备出手毁灭这里的时候，还得是勇者乐平看出了她的脸色，立马取出一份布丁放到她面前，这让原本就要爆发的女魔王瞬间变脸，抛开了一切的言语攻击，专心吃起了美味的布丁。乐平对众人说道：其实我们是从很遥远的一个无名部落出发来这边旅游的，她是那里的公主伊丽莎白，而我是她的仆人乐
乐平。洛洛可说道：“怪不得行为举止那么奇怪，原来是个没见过世面的部落公主。”歌利亚继续嘲笑：“名字还叫做伊丽莎白，是魔域那边信仰魔王的土包子部落吧？”乐平嘘了一声，因为是第一次出来，文化差异比较大，所以他还在适应当中。只有沙吉心里怀疑，街道上能散发出恐怖的魔力，绝对不可能是偏远部落公主所应该拥有的。然后他对乐平等3人发起邀请，打算和他们组队去一处宝藏副本。乐平闻言立马询问一旁的安妮：“你知道什么是宝藏副本吗？”安妮表示，宝藏副本据说是远古的强者为了隐藏某些贵重的东西而设下的魔法空间，一般都是非常隐蔽的。沙吉无奈点头：“是的，我也是花了很多心血才得到这个宝藏副本的消息的。不过开启屏障的条件却是人数要求到8人。”乐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沙吉是为了凑人数才找到他们。一旁的安妮数起了人数，发现加上自己刚好8个人。我不去不行吗？乐平看他沮丧的样子，觉得很疑惑。你刚才不是说宝藏副本很珍贵的吗？安妮哭着说道：“宝藏副本珍贵是珍贵，但一般也都是超高难度的，而我只是一个区4星模式啊，我去就是送死。沙吉让他们别担心，进去后战斗都交给我们，你们只需要凑人数就行了，最后获得的宝藏也少不了你们，估计至少也能分到几万金币吧。”安妮一听立马来了精神：“真的吗？那么教堂的财政问题就能解决了？”乐平问起了女魔王的意见：“那我们帮他们凑个人数还人情咯。”伊丽莎白表示无所谓，让乐平做决定就行。沙吉看见没有人反对，便对法师职业的老婆葛丽点了点头。只见那女人取出一颗充满绚丽神奇的水晶球，然后沙吉将手按了上去，这是测魔水晶球，只要把手放在上面就能测出体内的魔力等级。随后水晶球出现了一串4位数的数字。乐平询问安妮这串数字代表什么，安妮解释上面的8769对应的是魔灵级别。沙吉笑道：“我的魔力等级是4星魔灵，我几位老婆都是4、5星的大魔师，既然大家要搭档，就应该知根知底，好做配合。”安妮闻言也把手放了上去，而水晶球显示只有300。葛丽扑哧一笑：“300？开什么玩笑，我刚刚转职的时候都不止这个数值了。”安妮沮丧落泪：“非常抱歉，我的魔法等级怎么也上不去。”一旁的乐平郁郁想事，心想自己虽然一直在新手村种地，但作为传说中的勇者，潜力应该也不低才对。然而当他将手放在水晶球上面的时候，四周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照射出什么绚丽的光华，反倒在水晶球上面显示出来的魔力数值为0，这让一旁的半人马沙吉直接看傻了眼。乐平只好解释自己一直都在种地，没有学习过任何魔法。洛洛可一脸的嫌弃，觉得带他一起去副本没什么作用。乐平连忙将最近收成的香蕉拿了出来，以此来证明自己还是有用的。3个女人同时吐槽，果然是个偏远地区的土包子，你留着自己吃好了。这时沙吉来到女魔王的身旁：“伊丽莎白小姐，请你也来测一下吧。”看见伊丽莎白没反应，乐平也在一旁催促：“你就配合一下呗。”伊丽莎白哼了一声，心想这勇者果然邪恶，还要本王陪他去戏弄无知的凡人。但看在美味布丁的面子上，女魔王还是把手放在了水晶球上。很快那颗测试魔力的水晶球上散发出非比寻常的绚丽光华，直接刺得在场的所有人都无法睁开眼睛。乐平心想大事不妙，他忘记了女魔王的实力暴露后肯定会引起大骚乱。他趁着所有人都无法睁眼的时候，小声喊了声伊丽莎白。伊丽莎白瞄了乐平一眼，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心想500年出来一趟，就陪你玩玩吧。接着他将几乎所有的魔力都收了回来，待光华散去，水晶球上显现出8768的数字。安妮说道：“这跟人马哥哥的魔力一样，是魔灵级别的实力呢。”然而这丁点的魔力却惊动了沙吉的老婆们，这个女人居然也是4星魔灵。看见身份没有败露，乐平也松了一口气。沙吉见状连忙手动点赞，真不愧是王国的公主，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的成功率将会大大提升。接着安妮询问起沙吉要怎么样才能去到那个宝藏副本。沙吉闻言喊了一声葛丽，葛丽点头，直接将一份卷轴取了出来，然后向空中一挥，打开了那份标记了宝藏副本坐标的传送卷轴。此刻空中瞬间浮现出一个巨大的传送法阵，将8人包裹。只见绚丽的光华散去，房间内却已经是空空如也。另一边，乐平等8人被直接传送至宝藏副本入口。乐平对传送魔法赞不绝口，也开始对魔法产生了兴趣。然而安妮却差点晕了过去，原来魔力太低还会晕传送的。这时伊丽莎白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不过她没有解释太多，直接转身喊上乐平就要离开副本。加莎闻言勃然大怒：“喂，你这个女人搞什么玩意？”来到门口才临阵脱逃。一旁的歌利亚和葛丽也愤怒不已：“你知道那定位卷轴的制作要花费我多少水晶和魔力吗？你要是不进去的话，也别想离开这里了。”伊丽莎白回头狠狠瞪了他们一眼：“所以你们在威胁本王吗？”就在双方准备大打出手之时，乐平及时拦在了女魔王的面前：“大家都别冲动，容我说2句。”然后双手合十恳求道：“难得来到这里，伊丽莎白你就带我去见识一下吗？求求你！”这时一旁的安妮突然打断众人：“伊丽莎白姐姐，你有发现吗？山洞的里面好像有着一股跟你很相似的魔力存在呢。”乐平一脸问号：“这跟伊丽莎白很相似的魔力什么意思啊？”就在这时，沙吉直接推开了魔力检测为0的乐平：“麻烦借过一下。”伊丽莎白小姐，请相信我，里面无论遇到什么危险，我都会保护你的，请跟我一起进去吧。然而那副含情脉脉的模样却没能让女魔王正面看他一眼，直接越过了他的眼前。伊丽莎白答应了乐平先前的请求：“好吧，难得出来就陪你去玩玩，还不赶紧跟上我？”说罢2人便不管不顾地往副本门口走去，只留下沙吉在原地狠狠咬牙。随后8人穿过副本的结界，那结界又在合拢关闭。乐平好奇，这样不就断了返回的路了吗？伊丽莎白解释道：“在这种特殊的魔法空间里面，除非你
比设下结界的人更为强大，否则是不可能通过传说魔法离开的。所以找不到目标的去达成结界设下者的要求，他们谁也别想离开了。这时蛤蜊突然口直心快，只要有主人带着我们，就一定能拿到那个东西的。一旁的袈裟打断了他，喂，别乱说话，这倒引起安妮的好奇。歌利亚姐姐，你们说的那样东西是指什么？歌利亚敷衍了几句，当然是金币财宝啊，放心，少不了你的那份。这是通往宝藏所在地的分岔路口，为了探查每个洞口里面的情况，法师职业的蛤蜊使用了魔力探索，让魔力分散并进入每一个洞口进行搜索，随后一幅复杂的路线地图在他脑海里构成，看我的，不多时就能找到宝藏所在的最短路线。然而一旁的女魔王却笑起了他无知，那魔力探索最开始是正常的，可越是深入探索里面的路线也就越曲折分裂，仿佛无穷无尽般的分岔路口让蛤蜊喘起了大气。沙吉上前询问情况，蛤蜊，迷宫都探测清楚了吗？可蛤蜊却是满头大汗，他把魔力延伸到了极限，却还是无法探索到边缘的迹象。袈裟惊讶不已，不会吧，你魔力延伸的距离可是有3公里那么远啊。歌利亚也很吃惊，要不使用我的精灵占卜。洛洛可也提出了建议，我们还是分小组行动吧，我可以使用分身术来支援的。这时乐平小声询问伊丽莎白，其实你知道怎么走的，对吧？伊丽莎白冷笑道，当然，这迷宫不过是一个表象，想要探索尽头的话是永远走不出去的。乐平说道，那要不你出手帮忙，我们也好尽快还他们一个人情。伊丽莎白果断拒绝，本王现在改变主意了，就想跟你一起看着他们自生自灭。然而在众人的讨论声中，魔力只有300的安妮却突然开口，走第3个山洞应该可以到达目的地。这精准的感知让女魔王伊丽莎白都一脸惊讶。乐平连忙追问安妮，你怎么知道的？可安妮却摇摇头，其实我也是猜猜而已，因为那股特殊的魔力就从那个方向冒出来的。这样的回答让蛤蜊很不满，胡说八道，你说的魔力我怎么没感受到？区区一个4星模式就别在这里乱发表意见。安妮也不知如何解释，只能弱弱的向蛤蜊道歉。蛤蜊指着最后一条通道说道，虽然没有探到底，但这边的魔物最少，我们应该走这边。沙吉询问另外3个老婆的意见，洛洛可始终认为分小队行动比较合适，而袈裟觉得应该听从蛤蜊的意见，即便走错了最起码是最安全的。蛤蜊拍了拍胸口，没错，主人，请相信蛤蜊。沙吉思索片刻，觉得应该一起走最后的山洞，但这次安妮却意外的坚定，不行，走其他的都可以，唯独最后一个山洞不行。接着他使用了布偶魔法，召唤出一只兔子布偶，让他来代替自己走向最后一个洞口。然而兔子布偶刚进入了洞口的范围，就被地底的一张巨口瞬间粉碎了身躯，只剩下一颗头颅滚出了拟态蠕虫的攻击范围。这一幕差点把乐平吓得肝胆欲裂。那是什么东西？伊丽莎白解释道，那是一种寄生型魔兽，一般在巨大的魔物体内都很常见。此刻洛洛可也不忘嘲讽，你说那边魔物比较少，该不会探测到的是他肚子里的尸体吧？这时伊丽莎白却突然走向了第3个洞口，你们就自己继续在这里慢慢纠结好了。乐平，我们走吧。乐平看见女魔王肯主动带路，二话不说也跟了上去，可这倒让安妮产生了心理负担。伊丽莎白姐姐，我也不确定那个方向就是对的，等我呀。洛洛可不确定地问道，主人，现在怎么办？需要我用分身术先跟上吗？沙吉想了想，认为伊丽莎白的背景没有那么简单，才见识过拟态蠕虫的恐怖，没有底气的话，又怎么可能如此淡定做出选择？然后他命令了4位老婆一起跟了上去。不过一路上他们还是斩杀了不少低阶魔物，这些魔物大多数没有什么灵智，看见外来者入侵就胡乱攻击。不过即便如此，袈裟等人还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而勇者乐平则一直躲在伊丽莎白的背后，询问她现在安全了没。不过这一切在伊丽莎白的眼里，始终认为这个勇者是演出来的。这时蛤蜊趁机指责安妮，都怪你把我们带来这里，一路上都是魔物。伊丽莎白看不过眼，帮安妮回应了一句，魔力越浓郁的地方，自然就会聚集更多的魔物，这个道理还要他来教你吗？蛤蜊气得不行，这个我当然知道，但你这个4星魔灵明明有能力，却在一旁冷眼围观，可恶！可伊丽莎白却说，你们不是说了吗？遇到魔物都由你们来解决，本王可没有多余时间在你们身上浪费。众人一听立马抓狂，要不是我们挡住各种魔物，你能这么轻松吗？这时沙吉出面解释，伊丽莎白小姐，原地休整一下，大家喝点精灵药水也能恢复状态。乐平一听立马来了兴趣，毕竟精灵药水他没有试过，这个异世界的味道究竟是怎样的呢？看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模样，伊丽莎白叹气，真是细糠吃多了想品品粗粮了吧，真拿你没办法。就这样8人围在篝火旁休息了起来。喝完精灵药水的蛤蜊赞叹效果真好，魔力和体力都恢复的差不多了。这时歌利亚取出一瓶精灵药水，故意来到伊丽莎白面前羞辱她，这是本小姐特殊调制的，喝下可以提升各种状态，但你这么厉害应该不需要吧？沙吉见状连忙制止他的老婆歌利亚，不得无礼。歌利亚点头收敛了嚣张气焰，抱歉主人，然后满脸不情愿地将精灵药水抛了过去。女魔王连看也不看，直接用手将药水接下，然后便扔给了一旁的好奇宝宝乐平。乐平没有尝过便直接喝下了一大半，然而原料的草青味太重，让他直接吐了出来。安妮，剩下的你要吗？安妮表示不需要，我都没怎么消耗过魔力，就不用了吧。看见所有人都在嫌弃，歌利亚大骂出口，给你们这些笨蛋喝就是糟蹋好东西，伊丽莎白才不会惯着他，既然没人喝，那就倒掉好了。歌利亚这下嘴角都气抽了，可恶，你倒掉本小姐的精灵药水算什么意思？伊丽莎白瞄了他一眼反问道，你觉得呢？眼见气氛不对劲，乐平打开了背包，我包里还有水果呢，大家一起吃点吧。随后他拿出一把普通的香蕉，递给一旁的人马沙吉，沙吉客气接过香蕉，然后给几位老婆各分了一根。袈裟和洛洛可都礼貌回谢，
谢。乐平又拿了一颗苹果递给安妮，香蕉分完了，你吃苹果可以吗？安妮感动落泪，真的给我吗？乐平很诧异，苹果而已，不至于哭吧？安妮哭诉道，我可以带回去给弟弟妹妹吃吗？孤儿院里的他们很久没有吃过新鲜水果了。乐平点头，当然可以，等我回家之后再给你多摘点送过来，保证每个人都能吃得上。蛤蜊不屑地将香蕉丢掉，切，这种烂水果谁稀罕啊？歌利亚更是直接捏扁了香蕉，就是，这能跟我的精灵药水相提并论吗？沙吉说道，就当先垫垫肚子吧，等拿到宝藏出去之后，我请大家吃大餐。随后沙吉和洛洛可还有袈裟一同吃起了香蕉，然而就在他们吞下香蕉的第一口时，三人同时被拉入了境界之内，到处都是一片枝繁叶茂的景象，而他们的装束也发生了变化，一个个像是开屏的孔雀。这时几只奇怪的蚂蚱突然出现，还唱起了摇滚歌曲，三个人也不约而同地跳起了森巴舞。此刻洛洛可浑身发抖，捏爆的香蕉肉汁更是喷满了整个身躯，但是这一切在外人看起来就像是个神经病一样。看见沙吉在那里摇头晃脑，像个傻逼一样，剩下的两位老婆都觉得羞耻。主人，你们在干嘛？与此同时，沙吉也终于从幻境中醒来，他假咳了2声掩饰尴尬，不好意思，失态了。乐平一脸的惊愕，这是表演吗？而伊丽莎白却自作聪明，本王明白你的意图了。这时沙吉被一阵光华包裹，等级在一瞬间疯狂飙升，就连一旁的袈裟和洛可可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的魔阶在迅速提升。乐平还以为他们在表演节目，是篝火表演，厉害厉害！异世界的文化风俗真有趣，出来走一趟还能看到人马跳舞，真是值了。伊丽莎白心中猜测，他们再往前走就必死无疑，所以你提前在这里给他们增强一下，好让这个游戏继续下去。这个人马只是吃了一根香蕉，魔力就连续突破了3个阶段，直接晋升为3星大魔灵。勇者乐平表示这只是一根普通的香蕉，而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经过杂交作物生产出来的。其余2人听到吃香蕉能提高魔力等级，也连忙将香蕉塞入口中，但结果那根香蕉却已经开始腐烂，还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根本无法下嘴。安妮认为这种情况是魔法书籍中记载的共识性，这样的学识让女魔王伊丽莎白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人马沙吉一脸的疑惑，什么是共识性？安妮表示在修女的魔法书籍中有提及过，特殊的宝物通常都是在特殊条件下使用才能发挥出效果的。但蛤蜊却觉得安妮不懂装懂，指着伊丽莎白询问为什么她吃却没有腐烂。这下安妮无言以对，干脆选择了沉默。但她猜测伊丽莎白的实力完全凌驾在宝物之上，因此那根香蕉才不会腐烂。伊丽莎白注意到安妮的异样眼光，喂，别用你那双眼睛打量本王。安妮低头道歉，收敛了眼睛上猩红的瞳孔。歌利亚很不服气，认为是自己的精灵药水长期累积使用所产生的效果。沙吉为了验证真相，想要向乐平的背包再多拿一些水果。乐平正想多分享一些水果出去的时候，却被一旁的伊丽莎白当场夺走。不行，这些都是本王等一下要吃的，现在休息够了就赶紧出发，差不多该结束了。没办法，乐平只好向沙吉道歉，承诺回去之后有机会再好好招待他们。沙吉摇手示意无所谓，你们先走一步，我跟我的老婆们收拾一下就追上。就这样，乐平和安妮跟在伊丽莎白的后面，先行往副本深处走去。然而等他们3人走远了，洛洛可这才小声询问，主人，要不要我们去把那个包抢过来？袈裟也附和道，就是，说不定他们还藏着什么更好的。沙吉回答道，不着急，现在还不是时候，一般人怎么可能会把如此珍贵的宝物随随便便带在身上，所以他绝不会是什么偏远部落的公主那么简单。最近4大势力之一的亚里士多德王国正在以超高的悬赏搜集失踪的公主消息，我没猜错的话，那位公主现在就在我面前了。要是能趁这个机会把公主变成我的女人，我就能攀上亚里士多德王国的势力，到时候得到的又何止眼前的这些魔法水果，就让我用这根擎天巨柱将你彻底征服吧。然而如此猥琐的一幕，在他4位老婆的眼里却是一副散发出迷人费洛蒙的模样。接着4位老婆同时用手按在沙吉的马屁股上，发出欲求不满的娇低声。另一边的迷宫深处，一双双猩红的眼睛正在偷窥，而此时正在前行的乐平已经察觉到气氛不对劲。伊丽莎白呀，我们没走错吧？怎么感觉越走越暗了？伊丽莎白说道，我不是说过了吗？迷宫只是表象，马上就到了。与此同时，在山洞的顶端，一根根触角撑爆了掩体。安妮扯了一下乐平的衣角，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朝着我们靠近。可话音刚落，一道身影如光如电般直接划过众人眼前，来者正是刚刚嘿嘿完4位老婆的人马沙吉，而4位老婆脸上的潮红却依旧还没褪去。沙吉摆出一副型男模样，稍微耽误了点时间，希望伊丽莎白小姐你能原谅我，以示歉意。接下来的路程就让再下来为伊丽莎白小姐效劳吧，你可以坐到我的背上哦。这是沙吉以为的最高待遇，却没曾想女魔王根本不屑一顾，要做我坐骑吗？你还没那个资格。听到这话的歌利亚当场发怒，臭女人，给你脸了是不？然而话音未落，一道黑影瞬间割断了他的头颅，只剩下一具无头尸体栽倒在地上，血柱更是染红了整片区域。如此血腥的一幕，直接吓傻了沙吉和他的老婆们。这时一块掩体从空中落下，引起了乐平的注意。只见密密麻麻的巨型跳蚤们从岩壁上破体而出，其中一只甚至还在旁边咀嚼着歌利亚的头颅。可这点食物根本填不饱肚子，那只龙藻继而冲向了人群。然而他这一次的目标竟然是史上最强大的女魔王伊丽莎白。只见伊丽莎白双眸闪过一缕红芒，那只恐怖至极的龙藻就当场爆体而亡。一旁的安妮却抱头痛哭，不断叨念自己死定了。而传说中的勇者更是直接抱住女魔王伊丽莎白，出人命了。不过这一切在女魔王的
眼里却有着另一番解读。测试人性，让自私傲慢者先自我毁灭，这是你的第一步。与此同时，盾战士加莎举起了武器准备战斗，而法师蛤蜊则开启了魔法防护罩抵挡袭击。不过这个魔法防护罩保护的只有他们4人，丝毫不在意乐平3人的生死。乐平见状迫切地追问：等等啊，还有我们呢？沙吉想借此机会试探伊丽莎白的实力，我相信你们会有办法的。加莎冷哼了一声，现在谁还管得上你们？合作关系就到此为止。蛤蜊也得意笑道：你们就乖乖留在外面当诱饵。可话还没说完，他的头颅就高高飞起，与那防护罩一同被切开了2半。随后其余的龙藻们也一同钻入其中进行袭击，与沙吉这边的3个人奋力厮杀在了一起。这是一种喜欢吃人类头颅的魔物龙藻，不仅咬掉了精灵族女射手的头颅，还当着众人的面将法师职业的蛤蜊身首分离。然而2位老婆的死亡并没有给人马带来悲伤，他以4星魔灵的实力轻松斩杀这些龙藻，反倒盾战士加莎应付起来却很艰苦。还有洛可也是堪堪躲开了龙藻的袭击，然后使用刺客职业的技能暗杀术才能将其反杀。虽然他们3人都吃了乐平的香蕉提升魔阶，但这样杀下去也迟早会被耗死在这里。这时伊丽莎白询问道：看清他们的嘴脸了，还要跟他们继续这个冒险游戏吗？乐平摇头，该还的人情都已经还清，接下来如他们所言，就此分道扬镳吧。伊丽莎白嘴角扬起，先使气膨胀，再确定他们是否够有被值得拯救的价值，这是你的第2步。然后他对乐平说道：行吧，那我们就出去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拉住乐平的手往前方走去。与此同时，一只龙藻却对后面的安妮发起了偷袭。此刻安妮眼中闪过一阵猩红，随后一只玩偶突然现身，一拳轰碎了那只作死的龙藻，在结束之后又瞬间变回了没用的兔子玩偶。可安妮却仿佛失忆一般，忘记了刚刚发生的事。这时伊丽莎白对着空气敲了一下，一阵阵涟漪向外扩散，然后她小声说了一些奇怪的咒语，前面的空气忽然泛起一层层白色屏障，很快一扇雄伟的大门轮廓逐渐显现出来。乐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出口是隐藏的巨门啊。片刻后那扇大门缓缓打开，伊丽莎白没有任何犹豫就走了进去。乐平拍了拍安妮肩膀，我们也进去吧。另一边正在浴血奋战的沙吉也发现了宝藏入口，立马大喊仅存的2位老婆，你们2个赶紧到我背上来。洛可和加莎一听立马跳上沙吉的背上向大门奔去。待3人进入大门后，满目金黄映入眼帘，仿佛连空气中都弥漫着黄金的味道。这一刻洛可和加莎都惊呆了，原来外面无穷无尽的迷宫都是假象，真正的黄金宫殿藏在这片虚无之地。乐平和安妮都兴奋不已，我们带走一点没关系吧。然而这时沙吉却将乐平推开，都给我滚开。此刻的他已经无需再扮演下去了，因为整座宝藏里最珍贵的魔王甘梨已经被他找到了。乐平有些不爽，喂，现在我们互不拖欠，不求你们感恩，但也别太过分。3人闻言立马狞笑了起来，说什么呢？我们当然要感恩，作为报答，就给你们死得痛快一点吧。就在这时，金币堆之中忽然睁开一只眼睛，接着整块黄金宫殿跟着激烈震动起来，然后一只硕大的爪子暴露在众人的视线之中。很快那一头金色的巨龙头颅高高升起，张牙舞爪，仿佛对这些入侵者发出警告。这是一片埋藏了无数财宝的虚无之地，在尽头还放置着一杯魔王的甘霖。不过众人的到来却惊醒了沉睡多年的宝藏守护者，没见过世面的勇者甚至惊讶自己看到了龙，反倒一旁魔力只有300的安妮看到巨龙背后还有更恐怖的东西。伊丽莎白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小女孩居然看透了表象。与此同时，那头看守宝藏的金色巨龙正在发怒，一声声龙啸震得让人耳膜生疼。加莎盯着巨龙有些紧张，主人请吩咐吧。沙吉拔出佩剑说道，你们给我争取点时间，让我须能来将他一击斩杀。一旁的洛可点头示意自己明白，随后一刺客一盾战士上前与金色巨龙缠斗在了一起，其中洛可撒出一片片小纸人，使出了刺客职业的专属技能分身术，召唤出了一个个与自己无二的分身迎上黄金巨龙的身体。此时的沙吉正在调用身上所有的魔力来蓄能，打算使出最强的迅雷一闪。然而洛可的分身根本无法对黄金巨龙造成伤害，哪怕是暗杀术赐予的弱点击破效果，也无法在龙鳞上留下一丝丝的划痕。另一边，盾战士加莎将盾牌抛至空中，使用盾变形，将盾牌幻化为一块喷射器，裹挟着狂暴的力量快速撞向黄金巨龙，让其后退了一小步距离。加莎得意大笑，凑效了，这是我晋升2星魔灵之后领悟到的新招式。然而大笑不到3秒，黄金巨龙突然一记龙爪拍向了加莎，瞬间让他体内的器官全部粉碎，四肢和头颅都扁得不像人形。如今只剩下洛可一人为沙吉拖延时间，他直接将所有的小纸人都抛洒至空中，然后召唤出一支千人军团出来。虽然不能造成什么有效伤害，但用来扰乱黄金巨龙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巨龙的目光仍然那般的轻蔑，他打开双翅制造了一个超级巨大龙卷，瞬间粉碎了一大半的分身，周围无数金币被这股龙卷吹起，像是子弹一般到处喷射，就连站在最后方的乐平3人也差点受到了袭击。然而传说中的勇者面对攻击居然纹丝不动，让一旁用屏障抵挡的女魔王深感佩服，真够淡定。不过是你的话也理所当然。其实乐平不过是反应迟钝而已，心想自己刚才差点就嗝屁了。然而那阵龙卷仍旧带动着周围的金币无差别破坏。此刻安妮眼眸中闪过一抹猩红，下意识发动了强大的布偶魔法，召唤出一只巨大熊猫挡在众人面前，厚实的躯体为他们抵挡胡乱弹射的金币。另一边正在蓄能的沙吉也遭到了金币的无差别袭击，洛可立马
法调用了附近的分身，为主人沙吉挡下了一枚又一枚的金币。只不过他的本体就没那么幸运，被黄金巨龙的一枚金币直接贯穿了头颅。不过此刻的沙吉也顺利完成了蓄能，只见他如光如电般斩向了黄金巨龙，扬言300%的加成，就连魔宗级别都挡不住。然而等浓烟缓缓散去，这招迅雷一闪，只能在巨龙脖子上留下一道浅痕。反观沙吉的剑却在当场崩坏，这一幕让他的脸瞬间铁青，眼珠子都差点瞪了出来。随后黄金巨龙又是一记巨尾横扫，将他在众人面前扫飞了出去，在地面上离出几十米的深痕，只剩下最后的一口气。此时乐平盯着巨龙的身影有些紧张，口里断断续续地喊着伊丽莎白的名字，可伊丽莎白却反问：游戏结束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乐平回答道：你出手吧，不然会死的。伊丽莎白一脸惊愕：你发现了吗？乐平催促道：是啊，这不明摆吗？你赶紧出手吧。心想你再不出手，自己肯定必死无疑啊。可伊丽莎白却误以为乐平要他出手保护安妮，切，少在外人面前命令本王。然而此刻的安妮却喃喃自语了起来：真正的恐怖还没降临，我们可能永远也出不去了。伊丽莎白这次按住了安妮，仔细看了一眼，是吉姆级的血脉，让本王来看看你的魔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只见周围一阵光华闪烁，伊丽莎白的魔力闯进了安妮的视海之中。原来安妮小时候是和孤儿们一起生活的，只是那一天黑暗公会的使徒突然袭击，在濒死之际她觉醒了吉姆级的血脉，强大的魔力将所有使徒秒杀，其中死去的还有那些孤儿们。因为这些恐怖的魔力自己无法控制，最终只能和那段记忆一起强行封印。伊丽莎白冷笑着，为了篡改记忆而强行分散压制了自己的魔力，还真是够愚蠢的呀。安妮不断叨念着：都怪我，弟弟妹妹，是我杀了你们，对不起。伊丽莎白说道：你这个样子简直有辱了吉姆级一族的血脉，想走出悔恨的牢笼就给本王站起来战斗。安妮强忍着泪水：是的，这一次最起码要保护到乐平哥哥。随后他的身体悬浮于半空中，释放出封印在体内的魔力。他再一次使用布偶魔法召唤，但这次和先前召唤的有所不同，这次一共召唤了4种不同类型的布偶。然而黄金巨龙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屑，继而挥动锋利的龙爪向那破玩偶拍了过去。然而这龙爪扎入熊猫的肚子里，仿佛打在棉花身上，突然失去了劲力，从而被熊猫控制住了龙爪。随后那兔子玩偶挥拳直上，四周顿时幻化出无数的铁拳，不断的轰炸在黄金巨龙的身上，使其发出一声声惨烈的哀嚎，瞬间破开了巨龙那坚如铁石的鳞甲。乐平很好奇伊丽莎白刚刚做了什么，安妮好像换了一个人。伊丽莎白表示只是让她接受现实罢了。与此同时，黄金巨龙的另一边爪子拍向了兔子玩偶，将它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但那兔子却顺势将耳朵扎入地面，四肢紧紧抱住龙爪，将其控制了起来。眼见左右两边的爪子被控制得死死的，那巨龙开始凝聚吐息。几乎在同时，那条青色的布偶蛇却扑了过去，用硕大的蛇尾将黄金巨龙的身体紧紧缠绕，令其噗的一声喷出了一个哑炮。然而4星魔宗的实力远不止于此，只见黄金巨龙双翅狂震，一阵黄金风暴对四周发动了无差别破坏。这时又突然飞来一只玩偶鹰，扇动双翅在前方形成一阵强大的旋风，与其抵消过去，看得乐平惊叹不已。安妮好厉害呀！对了，你刚才说的什么吉姆级血脉是什么？然而话音刚落，他就感觉到有什么在后面闪过，抢走了背包。只见面容扭曲的沙吉正在狞笑，嘿嘿，大意了吧？乐平和伊丽莎白也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还没死透。沙吉掏出乐平种植的水果说道：你们手上的底牌，这些境界之果是我的了。说罢他大口大口地吃完了背包里的水果。乐平见状也是一阵无语，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吃吗？约莫3秒后，沙吉感觉到体内有源源不绝的魔力涌出来，然后他的体型突然暴涨，撑爆了穿在外面的铠甲，整个身体形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背也长出无数骨刺。有了这力量，我就再也不怕见圣公会那几个老家伙了。然而黄金巨龙看不惯这恶心的家伙，放弃其他目标并锁定了他。一发黄金龙息直接从数十米开外喷射而来，可强化后的沙吉却是身形一闪，直接来到黄金巨龙的头颅旁边，一击迅雷之踢直接破开了黄金巨龙的鳞甲，让其头颅向下重重的摔在了地面上。击败了黄金巨龙后，他来到了魔王的肝里前，要是再加上这个，或许连剑圣本尊来到也不是我的对手了。接着沙吉直接将整杯肝里一饮而尽，随后他的瞳孔开始收缩，并且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原本恶心的肉体再一次发生异变，头上和背上分别长出恶魔犄角和恶魔翅膀，不愧是魔王的肝里，我逐渐理解一切。这时乐平催促道：那家伙越来越不对劲了，伊丽莎白你快点出手吧。可安妮却让乐平放心，我不会让他靠近哥哥你的布偶魔法。然而话音刚落，沙吉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洞穿了安妮的胸膛，然后像是扔垃圾一样将她丢在地上。看见这一幕的乐平顾不上那么多，直接冲了上去，捂住安妮的伤口，坚持住，伊丽莎白一定会救得到你的。另一边沙吉来到了伊丽莎白的面前，我知道你在隐藏实力，但不重要，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自愿成为我的女人，然后带我回去你的王国，助我继承所有；第二，被我慢慢完成废人之后，再被我当成筹码去换取我想要的。这一刻乐平的泪水夺眶而出，咬牙叫了声伊丽莎白，杀了他。沙吉用余光扫了乐平一眼，什么时候轮到你这样的废物仆人说话了？说话之间，沙吉使用了迅雷之踢，举起2只马蹄就向乐平踩了过去。很快地板被暴力踩碎，四周弥漫起浓浓白烟，可是被击飞出去不是乐平而是沙吉。只见乐平身上依旧整洁，没有丝毫的损伤，而沙吉则四蹄用力在地上离出了10数米的深痕才稳得住身子。心想刚才什么情况？感觉自己的踢击伤害瞬间被全部反弹回来。他又看了一眼旁边
边一动不动的伊丽莎白，难道是他吗？而伊丽莎白心中没有任何波澜，因为乐平亲手缝制的衣服，就连他都无法造成伤害，所以猜测乐平是故意吸引火力，目的就是为了让其亲尝自取灭亡的苦果。其实乐平是以为伊丽莎白出手保护他了，因为自己伺候女魔王，给他提供各种美食，相对就会受到他的一些庇护，所以谁想杀了自己就等同于打烂了魔王的饭碗。伊丽莎白就是自己的靠山了。沙吉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及关系，自然是看不懂状况，少给我得意忘形了。刚才老子也不过是使出了不到一半的实力而已。女人，面对我这样优秀的种马，你本可以选择更好的部位来享受的，但你却非要选择硬抗我的铁蹄，那就如你所愿好了。接下来是我的全力一击，有本事就继续反弹看看啊！然而话音刚落，他的左边方向突然有什么巨大物体撞了过去，直接砸在沙吉身上，令其狠狠地摔在地板之上。伊丽莎白冷淡地询问着那个物体：“你终于睡醒了吗？”弄不清状况的沙吉已经被撞得血肉模糊，贴在地板上不断发出疑问。这时虚空之中隐隐约约落下一根巨大龙爪，接着一颗大如山岳的龙首也跟着探了出来，体积之大一眼难以看清全貌。沙吉一脸惊愕，这才是那条龙的真身吗？那老子刚才干掉的是……与此同时，那头卧倒不起黄金巨龙身体逐渐液化，最后与它真身的尾巴再次融合在了一起。伊丽莎白心中暗道：用尾巴做逗猫棒，那是本王以前经常跟你玩的小把戏呢。没想到这头看守宝藏的一星魔王黄金龙王，居然是伊丽莎白500年前契约的小金龙，而那头被人马所击败的黄金巨龙，不过是真身用尾巴幻化出来的逗猫棒。沙吉到死也不相信自己喝下了魔王的甘霖，拥有魔王之力又怎么会输？可惋惜不到3秒，巨大的龙爪瞬间将他的身体戳成血浆，光是一根龙爪就已经如山岳般巨大，一眼望去甚至看不清全部面容。此刻的乐平直接看傻了眼，伊丽莎白，这真的存在吗？可伊丽莎白却说：你说的对，这个空间的确是不存在的。他的话音刚落，周围一座座的金山如幻象般消散，随后3人同时悬浮在虚空之中。伊丽莎白知道魔法是乐平的弱项，但似乎这种程度还是被他拿捏得死死的。这时黄金龙王突然向众人说出一连串奇怪的咒语，仿佛是某种对接密码，而女魔王伊丽莎白则说出后半部分顺利完成了对接。这一刻黄金龙王那硕大的龙首竟然落下一滴滴晶莹的泪水，然后噗的一声变成了人形态。主人，真的是你，艾米莉亚终于等到你回来了。呜呜，伊丽莎白说道，都已经晋升到魔王阶还是这么幼稚吗？所以本王原本是不想进来唤醒你的，太粘人了。艾米莉亚哭诉道，不要嘛不要嘛，主人你一声不吭就走了500年，你知道人家有多想你吗？我本诞生于天地之间，是主人你在失落秘境中找到我，并用魔力将我孵化出来，然后主人你赋予了我名字叫艾米莉亚，还亲自教导我训练我，所以艾米莉亚在心中立下誓言，绝对要好好保护主人，为主人效力。长大之后，艾米莉亚成为了主人的坐骑，载着主人去四处讨伐作恶的邪恶之物，最后为了给各处不断的战争画上休止符，主人决定要统治世界。看着主人一步一步实现对世界的统治，艾米莉亚非常开心。但是自此之后，主人你脸上的笑容就越来越少，是主人你变得更加强大了吧？艾米莉亚已经开始帮不到你。没想到在艾米莉亚替主人你去巡查世界的时候，主人你就拔出了圣剑去寻找传说中的勇者，而主人你这一去就再无任何消息。刚开始主人的威名还能威胁各方，但10年过后，底下的人已经开始暗流涌动，犯罪率不断攀升，就连兽人族那边也开始逐渐有大酋长宣布脱离部落，其中矮人大臣黑莫丁格提议，所有人都各自前往属地稳定局面，以静候陛下的归来。精灵族大臣特维拉询问吉姆吉，你跟陛下醉酒，你怎么看？陛下该不会真的在那个传说中的勇者那边遇到问题了吧？魔族大臣吉姆吉觉得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人能威胁到陛下，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会亲自寻找陛下。曾经的人族王子低头呢喃，我也会用自己的方法找到陛下的。他统治了勇者大陆整整15年，被世人称为史上最强的女魔王。只可惜在出发寻找传说中的勇者后，却销声匿迹了整整500年，因此所有的大臣都各散东西，划分了自己的领地。然而小金龙艾米莉亚对这些不感兴趣，最后也只带走了那杯伊丽莎白喝剩下一半的葡萄酒。艾米莉亚回到了最初他们相遇的地方，相信总有一天自己的主人会回来的。就这样，她沉睡了足足500个年头，原本的荒芜之地也开满了漫山遍野的鲜花。就是这样，终于等到主人你回来了。呜呜，伊丽莎白说道，看来漫长的等待让你放下了玩心，领悟了冥思，这是你突破到魔王阶的关键一步。艾米莉亚才不管这些，什么突破，什么魔王阶都通通不要，只希望主人不再丢下自己。这时勇者乐平催促道，伊丽莎白先别叙旧了，快救一下安妮妹妹。可话音刚落，安妮却突然睁开眼睛，乐平哥哥，这是哪里啊？乐平又惊又喜，安妮，你没事了吗？安妮回答道，我没事，不过乐平哥哥你给我的苹果被我压烂了。实际上是苹果被压烂后的魔力救了安妮一命。乐平松了一口气，嗨，还以为是什么大事，你没事就好。伊丽莎白又自行脑补了一下，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内，在分香蕉的时候就已经铺垫好了。艾米莉亚看着主人注视的方向却是满满的醋味，可恶，主人怎么一直盯着那个男人看，都不多看艾米莉亚2眼。主人，他究竟是谁？伊丽莎白说道，他吗？就是传说中的勇者，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就是住在他家。听到这话的艾米莉亚更加生气了，心想就是这个家伙拐走了主人500年，现在还想从艾米莉亚这里夺走主人的心，新仇旧恨，一次跟你算清楚。然而乐平却是一副笑盈盈的表情，你好啊，我叫乐平，很高兴认识你。
艾米莉亚歪嘴笑道，心想自己已经达到魔王阶，只要和主人联手，就一定能杀死这个传说中的勇者。想到这里，艾米莉亚偷偷幻化出龙王之爪，然后直接冲向了乐平。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呢。然而一星魔王的爪子伸过去的时候，却被乐平轻松握住，同时还令其褪去了魔力。怪不得伊丽莎白，你从一开始就这么淡定，原来艾米莉亚妹妹是你的朋友啊，真热情呢。这一刻，艾米莉亚愣在了原地，心想刚刚那足以毁灭一座城镇的攻击，居然被他一手握灭了。可是我已经是晋升到了魔王阶了呀，这个传说中的勇者究竟有多么恐怖啊？伊丽莎白开口解释，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准确点来说，艾米莉亚是本王的坐骑。乐平闻言立马脑补出了一个奇葩的画面，没想到艾米莉亚妹妹背上还能骑人。这时女魔王伊丽莎白打了个响指，周围虚空领域开始瓦解，最后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传送通道，瞬间将4人传送回到了乐平的田园。今天就到此为止吧。艾米莉亚打心底里佩服伊丽莎白，魔王阶才能制造出来的领域，主人居然毫不费力就将它吞噬掉了。而乐平也很惊讶这么快就回来了，心想果然只要抱紧女魔王的大腿，外面所有危机都不过是小儿科。可安妮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跨度太大了，晕传送的她还是没能撑住，吐了一口的白沫。伊丽莎白让乐平带安妮进屋休息，自己还有点事情安排艾米莉亚。待两人进屋后，艾米莉亚迫切地问道，主人，你说有事要吩咐艾米莉亚吗？请尽量安排吧。艾米莉亚已经迫不及待要为主人效力。伊丽莎白问道，你听说过魔域那边的黑暗公会吗？艾米莉亚说道，虽然这500年里面艾米莉亚没有出去过，但在沉睡之前对魔域那边的消息还有点印象。我记得那个人族叫维斯马尔福的家伙建立的，就是那个人族王子。主人，你有印象吗？可女魔王已经记不清了。马尔福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吧。艾米莉亚误以为主人要找他来办事，有什么是艾米莉亚做不到的吗？伊丽莎白解释道，是本王听闻这个黑暗公会正在以复活本王为借口进行大量的杀戮，此事令本王相当不悦。艾米莉亚听后也很愤怒，什么复活主人？主人不是好好的吗？简直就是对主人你的大不敬。主人想艾米莉亚怎么做？伊丽莎白眼中闪过杀意，让他们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但你不得透露本王和这个地方的半点消息。艾米莉亚点头示意明白。伊丽莎白继续说道，事成之后就准你自由，你以后想做什么都可以了。艾米莉亚展开双翼准备起飞，请放心交给艾米莉亚吧。艾米莉亚现在就去把那个黑暗公会连根拔起。可心想主人的那句自由，意思是允许自己像小时候一样，每天晚上都钻进主人的被窝里吗？想到这里的艾米莉亚果断动身，前往魔域准备屠杀黑暗公会。然而起飞不到3秒，一枚现代化的导弹不知从何处射出，直接当着伊丽莎白的面轰炸中了空中的艾米莉亚。艾米莉亚感觉伤害渗透到了表皮，对方是危险度极高的魔物。此时在地面上，旺财的系统检测到目标没被击落，立马将防御等级提升到2级，并且再次发射了导弹。这次艾米莉亚提前使用了技能龙王之翼，成功挡下了导弹。虽然你很厉害，但你选错了对象。可他得意不到3秒，立马又被接下来的场面吓破了胆。只见无数枚导弹迎着艾米莉亚的方向射来，无论他如何闪躲，最终还是被导弹追踪并且击中。此刻艾米莉亚只感觉天旋地转，没想到都突破到一星魔王阶了，还如此的狼狈。然而旺财还检测到目标存活，正想提升防御等级的时候，却突然听到了女魔王伊丽莎白的骂声，傻狗，那是本王的人，放他离开。旺财声音颤抖，收到，已录入面容白名单。王。另一边的艾米莉亚简直生无可恋，吐槽这个地方好可怕呀，呜呜。与此同时，乐平为安妮亲自制作了一杯橙汁，来喝掉这个可以让头脑清醒一点。安妮一番感谢后，连忙将橙汁一饮而尽。然而就在她吞下最后一口时，突然感受到吞下去的每一粒果肉都瞬间爆开，仿佛形成一股清新的魔力洪流，打通全身的神经细胞，使疲劳感一扫而空。这种感觉是超高级的神圣魔法吧？此刻安妮的大脑异常的清醒，也联想起了一些画面。那个满脸狰狞的修女对着她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别再压抑自己真正的一面了。这些零零散散的画面令安妮忍不住落下泪水。正好这时伊丽莎白走了进来，看样子是都想起来了吧？你先祖曾经在本王面前立下过的誓言，吉姆吉一族永远效忠于本王。如果你的血脉已经彻底觉醒，那誓言之力同样会降临到你身上。他的话音刚落，在安妮的眼中出现了500年前统治勇者大陆的画面。他试图询问真相，伊丽莎白姐姐，你难道是那个传说中的魔王吗？伊丽莎白笑道，什么这个那个，本王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伊丽莎白。这时安妮又想起古籍曾记载，魔王不是跟传说中的勇者同归于尽了吗？那乐平哥哥你又是？乐平这才如实回答，我呀，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勇者。这一刻安妮似懂非懂，我明白了，历史的真相应该是这样，当初乐平哥哥你和伊丽莎白姐姐为了争夺最强之位而引发终极一战，结果在激战的1个月里面，你们却产生了情感，最后你们因为相爱而放弃争夺所谓的最强之名，从此便隐居起来500年。然而这样的说法，伊丽莎白却没有反驳，是的，差不多吧。一旁的乐平反倒激动了起来，安妮不要乱说，这样会冒犯伊丽莎白的。伊丽莎白继续说道，你身为魔族超级战士血脉的后人，居然沦落到这般境地，吉姆吉一族的面子真是被你丢光了。乐平一脸的不可置信，什么？你说安妮是魔族人吗？面对女魔王的批评，安妮愧疚地低下了头。魔族里有一个叫做吉姆吉的小孩觉醒了血脉，每当使用魔力时眼睛会发出红色光芒，战斗力也随之大幅度提升。不过在实力野蛮生长的同时，也会变得狂暴无比，只有不断杀戮才能让他感到满足。在短短的几年里，这个魔族超级战士就把女魔王北边的领地杀得乱作一团，哪怕是数百位精锐也都无一
一例外，一连串的杀戮使他野心更加膨胀，最后甚至杀入了魔王城，妄图挑战女魔王的地位，但结果却是女魔王将其击败，并且封印了他残暴的一面。自此，这位超级魔族战士便立下了誓言，世世代代都将效忠于女魔王伊丽莎白，而安妮就是吉姆吉的后人。为了压制杀戮，才抑制了自己的记忆和魔力。我什么都不知道，自我有记事的那天起，我就已经生活在教堂的孤儿院里，修女和弟弟妹妹才是我的家人。伊丽莎白戳穿了他的谎言，孤儿院里面的所有人都在你暴走的时候全部杀掉，你接受不了现实才幻想出这一切。但同时伊丽莎白也很奇怪，以吉姆吉的实力，他绝对有成为一方霸主的资格，怎么后人却沦落成了这样子？一旁的乐平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是在市集见到过安妮的弟弟妹妹吗？伊丽莎白闻言立马制造出一道传送之门，继续说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你看看他所谓的弟弟妹妹究竟是什么东西好了。只见传送门连接了孤儿院，映入眼帘的竟是几个布偶娃娃。随后伊丽莎白将传送门掐灭，明白了吧？因为你将大部分魔力都用来维持人偶的仿生，所以你的实力才会一直停留在模式阶段。为了从那些黑暗使徒上保护最亲的人而觉醒血脉，又因为觉醒血脉暴走而杀死了最亲的人，这就是你一直在逃避的真相。这些赤裸裸的真相深深触动了安妮的每一条神经，令其头痛欲裂，体内狂暴的魔力不受控制向外释放。为了让她冷静下来，伊丽莎白轻轻在安妮的额头上弹了一下，弹指之间便让她暂时的失去了意识，然后安稳地倒在乐平的怀中。我知道你很想帮她，但我也提醒你一下，现在只是让她暂时昏过去而已，如果她还是不能控制而放任她回去的话，恐怕整个城镇都要生灵涂炭。乐平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我明白，让我试一下吧。时间来到了第二天，乐平将安妮带回了教堂。当安妮苏醒后，便向乐平坦白自己已经记起了过去的往事，原来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修女，那个杀人魔就是我。乐平摇摇头，错了，你是为了保护弟弟妹妹，你不是什么杀人魔。安妮哽咽着，不是的，不是的，都怪我暴走之后失去意识。乐平继续说道，那个黑暗公会才是罪魁祸首，血脉觉醒从而失去意识并不是你本意，你就不要再画地为牢了。但安妮认为杀死弟弟妹妹这个就是事实，事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乐平继续开导他，就像你做的布偶，细节处理确实是不错，但看得出你因为怕棉花疏漏而打了很多死结，这样虽然是锁死了，但却会让布偶整体失去灵魂。现在我帮你把死结解开，重新作为材料吧。女孩觉醒了魔族里超级战士的血脉，却失手杀死了一起长大的弟弟妹妹。不敢面对现实的她用布偶代替了家人，但结果这些布偶却被传说中的勇者全部肢解，她当场发起了狂，体内的魔力也在此刻失控。可这时乐平却轻喃了一句话，莎士比亚说过，别在树下徘徊，别在雨中沉思，别在黑暗中落泪。简单的一句话将安妮带进了另一个境界内。正当无情的雨水和大海准备将她吞噬的时候，一只手穿过了云层伸向了她，向前看，不要回头，只要你勇于面对，抬起头来，就会发现此刻的阴霾不过是短暂的雨季，向前看，还有一片明亮的天，不会使人感到彷徨。声音在回响之间，安妮已经被乐平用手从水中捞起，很快境界消散，安妮在一瞬间平息了混乱的魔力。随后乐平给她递上一个自己亲手缝制的天使布偶，这是我给安妮你重新做的布偶，名字叫做拉斐尔，希望它也能给你带来治愈吧。这一刻安妮的泪水如大雨倾下，这种感觉不会错，是弟弟妹妹他们，弟弟妹妹，我一定会守护好教堂这里的。解开了安妮多年的心结，乐平也松了一口气，幸亏以前学习过在系统那里兑换回来的心理治疗相关书籍，不过为保险起见，之后还是要定期回访的。另一边，在魔域的死亡沼地，恶心的魔物正在蠢蠢欲动，周遭充斥着腐烂的气味。艾米莉亚初来此地就已经愤怒不已，不可饶恕，居然把主人的地方搞得如此乌烟瘴气。然而当他进入这片区域的时候，附近却隐约传来贪欲的议论声，新的食物送上门来了，谁先杀掉他谁就能得到肢解的资格。然而众魔物的话音刚落，就被艾米莉亚轰炸成碎片。该死的维斯，那家伙是把主人的领地当作垃圾场了吗？这一次没有魔物再敢上前骚扰，他们纷纷后退，让出了一条通道。可就在这时，实力达到5星魔宗的科尔苏加德却拦住了艾米莉亚的去路。什么来头？竟敢单枪匹马来黑暗公会挑事？本大爷是6柱魔之一的科尔苏加德，让我来会会你。与此同时，在黑暗公会的大厅内，维斯迅速召集了所有高层，有厉害的角色找上门来了呢。其中1星魔尊法拉兹达格表示，加纳带领的部落在入侵剑圣公会时全军覆没，难道是剑圣公会的人找回来报仇吗？2星魔宗路斯贝德说道，没关系，科尔苏加德已经去招呼他了。1星魔尊的试验品24号开起了玩笑，威廉，你要跟我出去玩吗？威廉哼了一声，闭嘴。4星魔尊达高说道，不管是谁，就算是剑圣本人也好，敢来这里他就绝对回不去。黑暗公会会长维斯笑道，本来我还在为缺少的素材而烦恼，没想到突然就送上门了，只因史上最强女魔王的一句话，这头实力达到1星魔王阶的黄金龙王居然单枪匹马杀入了黑暗公会，甚至将6柱魔之一的科尔苏加德打成残废。正当他准备使用魔法闪回大厅传达情报时，艾米莉亚却幻化出巨大龙爪，直接将他压成了肉酱。随后远处飞来一大群密密麻麻的魔物，一眼望去甚至看不到边际，他们误以为科尔苏加德已经重创了他，现在只需要人海战术就可以轻易取胜。只有艾米莉亚自己知道，所谓的大军压境，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堆垃圾。随后他幻化出龙头，使用了龙之咆哮，震耳欲聋的龙吟影响了10多万公里的范围，
所有低阶的魔物陷入了混乱，通通捂住脑袋不敢前进一步。那些靠得太近的当场就被震碎成肉酱，化成一坨坨黑色的液体坠下，仿佛天上下起了不祥的黑雨。随后艾米莉亚张开双翼，越过了迷雾，直接撞入了黑暗公会的老家。可此刻却被一扇门挡住了去路，想进去的话就要回答问题，答错的代价就是你的性命。听好了，问题是如果。不等那扇门说完题目，艾米莉亚就已经朝他踢出一脚，瞬间粉碎了这扇像门一样的魔物。很快墙体上穿了一个大窟窿，艾米莉亚缓缓地走进了大厅。终于找到你了，维斯，你现在变得可真丑啊。维斯呵呵一笑，是啊，我现在太老了。艾米莉亚大人，我们好久不见。他的话音刚落，身体如同肉酱般直接炸开。正当所有工会高层震惊时，副会长达高却让大家不用担心。此时艾米莉亚以为任务完成，打了个哈欠并收回了黄金龙爪，可那破烂的肉体却传来了声音，真不愧是艾米莉亚大人啊，实力又进一步了呢。沉睡中的你怎么会突然苏醒了呢？难道说你找到伊丽莎白主人了吗？还以为收工大吉的艾米莉亚愣了愣，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杀不死。与此同时，一截触须突然从地底里钻了出来，然后从艾米莉亚身体上各个部位交叉打结，令其不能动弹半分。那达高说道，传说中魔王伊丽莎白的坐骑黄金龙王，只要打败你，那魔物之主的位置就是属于无的了。现在你的魔力和四肢都已经被无封印在黑暗之海，任你再强大，此刻都不过是待宰羔羊。可此刻的艾米莉亚里却吸住了那滑溜溜的触手，然后像是吸食面条一样将所有的触手全部吸入腹中。达高大骂他是蠢货，想吃掉无，你知道无的本体有多大吗？无自量力。然而真到了即将被吃掉的时候，却又大哭了起来。会长，救救无啊！艾米莉亚坦言自己正好睡醒之后到现在还没进食过。魔力突破至魔王阶的黄金龙王到底有多恐怖？单枪匹马杀进黑暗公会却无人能将他拦下，最后还把他们的副会长当成食物整个生吞。不过还是有不怕死的教徒靠近偷袭，魔力只有2星魔宗的露丝贝德向他飞了个诱惑之吻，瞬间让艾米莉亚感到了不适，失了一下神。露丝贝德还以为自己已经得手，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妾身的俘虏了。可艾米莉亚却突然打了个嗝，爆发出来的魔力直接就把那露丝贝德震飞了出去。傻章鱼，居然想在本小姐的肚子里增值，一下就把你消化完了。此时同为6柱魔的威廉觉得他很有意思，解放了魔王之力，打算上前跟他一决高下的时候，却被艾米莉亚一巴掌直接拍飞了出去，只留下屋顶上的一个人形轮廓。与此同时，6柱魔剩下的最后2位也释放了魔力，一同杀向了艾米莉亚。可艾米莉亚又是一巴掌直接将2人拍飞。维斯，你该不会以为带上这几个废物就能取代主人的位置吧？现在的你甚至都没资格做我对手。维斯看出了他的实力是魔王阶，恭喜艾米莉亚大人，你晋升到魔王阶，真羡慕啊！作为人族的我根本就没有那么长的寿命去突破。艾米莉亚不想跟他废话，你自己自杀吧，还是你仍然幻想着自己能打赢本小姐？维斯呵呵一笑，没有，我维斯马尔福区1星魔尊又怎么可能是艾米莉亚大人你的对手？不过如果加上他的话，情况就不同了。只见在那泡满养料的冥器之中，隐约显露出女魔王伊丽莎白的轮廓。这一刻艾米莉亚有些慌乱，你这个混蛋！维斯看着艾米莉亚仿佛看到了食物，还差一点点呢。嘿嘿，画面一转，旺财正在院子外玩弄着机械狗蛋，而勇者乐平则在冒险后重新回到了田园种地。但这1个月来他都神不守舍，仿佛丢了3魂7魄，哪怕是他杂交出来的植物大丰收，脸上也没有丝毫丰收后的喜悦。回去的时候，旺财像往常一样迈步，不曾想走着走着主人就不见了。原来乐平在想事情，不自觉停下了脚步。到了晚上4点，乐平也仍然没能入睡。经过一番的思考斗争，他最后还是决定了要和女魔王道别。第二天一大早，乐平就准备了一碗面给伊丽莎白。伊丽莎白让乐平有什么事就直说，他最讨厌拐弯抹角。乐平开门见山说道，经过这1年的相处，伊丽莎白你应该也知道我对你是没有威胁的，勇者和魔王是可以共存的，所以我觉得是时候了。我想伊丽莎白你离开这里，出去重新统治世界，原因是勇者曾以为躲在新手村就可以平静的生活，可不曾想和女魔王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继而导致新手村时间结界受损，外面一下子就过去了500年，并且造成了世界混乱的局面。没有了女魔王的统治后，外界诞生了黑暗公会这种组织，博斯大叔和安妮的遭遇都不过是失序的一个缩影。可伊丽莎白早已没了当初的雄心壮志，你管她乱不乱，又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乐平说道，我承认我这段时间的确非常纠结，因为结界的消失，没有伊丽莎白你在的话，我在这里恐怕很难再继续生存下去。如果我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我当然可以继续心安理得过自己的生活，但见过外面的情况之后，我做不到再置身事外，因为我不想做勇者，而导致那么多人受苦。这番话伊丽莎白只听到了前半句，心想他刚刚是说没了我就活不下去吗？乐平做好了去城里打工的准备，所以请你务必出去再次统治世界。我虽然是个不称职的勇者，但我也不能再继续自私下去了。伊丽莎白直接说出重点，你是想本王解决现在外面乱七八糟的问题对吧？乐平点点头，是的。那么你现在是答应了吗？我现在就去帮你收拾行李。可伊丽莎白却认为他在找借口撵走自己，不，本王对外边的世界已经没有兴趣，但有2个办法可以解决你的烦恼。乐平闻言一愣，什么办法？伊丽莎白笑道，一是最直接的，本王现在出去放几个灭世魔法，把问题从根源上彻底解决，你看行吗？这话可把乐平吓了一跳，那肯定不行啊。伊丽莎白又说出第2个方案，重新找个合适的人来统治世界，本王可以从旁教导。乐平一脸疑惑，合适的人吗？那找谁好呢？伊丽莎白笑道，明知故问，除了本王之外有这个资格的，那当然
是你啊！乐平闻言流了几滴冷汗，你说让我统治世界吗？就这样，乐平鬼使神差的被伊丽莎白推出了门外练剑。伊丽莎白心中得意，就凭你就想跟本王玩欲拒还迎的那一套，还是太嫩了点。不可否认，在整体的实力方面，你是比本王强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论帝王学和心理博弈的话，你根本就不是本王的对手。早上你说出让本王离开的时候，本王还真是有种莫名的不悦，差点让你得逞。但随后你不经意间说出那句没了本王你就活不下去的心里话，本王就已经彻底把你看穿。你心知肚明，以我们的实力，要毁灭还是要统治这个世界，都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情而已，没有丝毫意义。所以最恰当的处理就是放任不管，任其发展，供我们闲暇时去观察人间百态，以作取乐。至于那个黑暗公会，估计早已被艾米莉亚连根拔起，不足为患了。所以你最近天天神不守舍，以至于今天一大早就拉本王出来胡言乱语，说什么要本王出去统治世界，根本就是你想找个借口引起本王的注意。很明显，经过这1年的相处，你已经喜欢上了本王。她明明是史上最强大的女魔王，却和勇者同居1年后爱上了对方，只因勇者有着最强大的生产和创造之力，而自己则掌握着最顶尖的剑术与魔法。若是二者结合，培育出最强之子，肯定能打破位面的限制。现在就让你去修炼一下最不擅长的剑术，就当做是未来的胎教吧。看见伊丽莎白在旁边傻笑，乐平心中无语，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他是真的打算教会我剑与魔法，让我去消灭那个黑暗公会吗？可就在他挥下第100下圣剑时，出现了状况，阿尔法圣剑居然幻化出一个黄毛小孩。这一刻，乐平差点绷不住啊！圣剑变成小孩了！阿尔法怒喝道：“小什么孩？本大爷叫做阿尔法，是堂堂圣剑的剑灵本尊。”一旁的伊丽莎白被惊动，起身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可阿尔法二话不说劈向了伊丽莎白：“始作俑者就是你，魔王伊丽莎白，受死吧！”然而下一秒，阿尔法的面容瞬间变得扭曲，在伊丽莎白的随便一脚之下，直接飞向了天空。都给我坐下，好好说话。经过伊丽莎白的物理说服，阿尔法圣剑这才肯乖乖的坐下来细谈。乐平略有歉意：“真不好意思，用了这么久都不知道你是有意识的。”阿尔法说道：“你当然不知道，原本就是在勇者讨伐魔王的关键时刻，本大爷才出来救场的。但你说你这1年来都跟本大爷做什么了？是劈柴啊！你居然拿本大爷堂堂圣剑来劈柴，你知道这1年我是怎么过的吗？”乐平连忙用手将他的头抵住：“你冷静，冷静啊！”阿尔法怒喝道：“擅自乱改剧本，跟魔王做朋友，害本大爷沦为一把劈柴刀，你根本不配成为勇者。”伊丽莎白听着不爽：“喂，你很想斩杀本王是吧？”阿尔法闻言1秒变脸：“没有啦，都怪那个无聊的系统乱设定，现在他都已经嘎了。理论上说，伊丽莎白大人应该是我的救命恩人才对。”伊丽莎白说道：“算了，既然你出来了，那就好好帮乐平去统治世界吧。”这话让阿尔法摸不着脑袋，乐平有些不好意思，应该说是拯救世界吧。然而阿尔法却一脸的疑惑：“我说你究竟又想玩什么呀？”乐平坦言道：“虽然我荒废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决定还是要担负起传说中勇者的责任，修炼一下，然后去维护世界和平。”这话把阿尔法整不会了，因为乐平仅仅拿他挥剑100下，就累积相当于跟魔王级对手战斗的经验，从而唤醒了他。乐平傻笑道：“我也知道我没有天分，但有伊丽莎白和你这2位厉害的角色指导，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的。”阿尔法怀疑这个传说中的勇者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天赋条件，可当他正想询问清楚的时候，却被一个魔法封起了嘴。伊丽莎白表示自己有话要跟阿尔法交代，让乐平先坐一会儿，然后幻化出一只手拎起了阿尔法，把他带到了大树的后面暴揍了一顿。果然被揍成火车头的阿尔法懂事了很多。我明白了，无论怎样我都会好好配合你的，乐平大哥。伊丽莎白说道：“事不宜迟，只允许使用剑术的前提下，开始到外面冒险吧。”传说中的勇者第一次买票就遇到了黄牛炒票，售价10金币的门票居然炒到了200金币一张。不过幸好此番出门有女魔王在一旁帮助，手指头只是轻轻动了动，那头炒黄牛的黄牛立马被控制住。这是 VIP 房间的门票，请务必收下哦，能服务2位真是荣幸至极。在伊丽莎白的带领下，两人畅通无阻地进入了竞技场。乐平一路上东张西望啊，不愧是 VIP 房间，真豪华。这是一个剑圣公会叫安娜的女人询问一旁的伙伴：“露娜，你看那边邀请名单上有这2个人吗？”露娜猜测或许是那个公会的人吧，毕竟他们会长帮了我们大忙。坐下后，乐平有些紧张，显得很不自在，而伊丽莎白则让他把零食拿出来。很快4大公会之间的决赛也终于拉开了帷幕。率先登场的是主持人哥布林布林，骑在一只小黄鸡的背上，开始了选手的介绍：来自剑圣公会的天才剑客庆，来自巨熊公会的猛将高拉，来自精灵公会的美男特拉维，最后是来自剑圣公会的特邀嘉宾卡牌公会代表。这场公会大比的冠军将会鹿死谁手了。比赛开始，在主持人跳离了现场后，4人对视了整整3分钟，却没有一人肯出手。其中特拉维瞄了一眼高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巨熊公会的肌肉笨蛋一看就是炮灰。至于这个卡牌公会刚刚成立不久，因为帮助剑圣公会击杀入侵的6柱魔，所以才破例获得参赛资格罢了。所以这场比赛真正能对本公子构成威胁的就只有他一人，来自剑圣公会的青之剑。就在这时，巨熊公会的高拉突然暴走向众人，使出猛牛冲撞，特拉维几乎也在同时做出了反应，一跃在空中，同时向3个不同的方向射出箭矢。剑圣公会的青和卡牌公会的一躲开了箭矢，而高拉则是直接用手抓住了箭矢，然后折断。不曾想被折断的箭头是一颗种子，在接触到地面后茎部深入了泥土，然后再疯狂生长出无数条粗壮的藤蔓挥舞，最后形成一个个气根牢笼，将众人包裹在内。野蛮无理且愚蠢的原始人就应该被关在笼子里。高拉嘲
嘲笑道：“就凭你这几条烂树根吗？全部碾碎！”说罢，他继而向藤蔓使出蛮牛冲撞，可那些藤蔓反倒将高拉的四肢分别缠绕了起来，而且上面粉红色的粘液令其行动受阻。特拉维解释道：“那是泡泡糖树的气根，一旦受到冲击就会收缩并分泌出粘性极强的树枝。肌肉笨蛋！”在他说话之间，青已经拔剑将牢笼里的气根全部切割开来，如此快的斩切速度，快到连气根都来不及分泌树枝。青甚至没有正视特拉维一眼。非常抱歉，把你的职业斩杀了。特拉维的眼里却充满了癫狂之色。没关系，就用你的性命来偿还吧。这明明是一场4人大乱斗的决赛，可这个精灵族的美男一开局就得罪了3方，现在更是作死的向青之剑射出了蝴蝶豹剑群。然而青的嘴里只是轻喃，不惧不疑不惊不惑，方知无我。说罢，他双眼一睁，一招青之鸟的剑气横扫而出，将所有爆射而来的剑群都一一弹开，甚至把特拉维拉弓的那边手切断，鲜血洒满了整片区域。特拉维一个踉跄跪在了地上，青举剑缓步走向特拉维：“你已经输了。”特拉维叹息，他真不愧是剑圣公会的天才。但话到这里，嘴角又邪魅地勾了起来。但别忘记，本公子也是精灵公会的天才啊！他的话音刚落，青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但此时附近已经发生了爆炸，绿色的火焰将青瞬间吞噬。只见他的佩剑被当场炸飞，而青则是双拳交叉在胸前，承受了所有的爆炸。这时特拉维又从嘴里伸出一颗种子，然后吐在地上，令其迅速生长。很快地底探出一颗巨大的治愈百合，与他肩膀上的窗口处连接起来，然后变成了全新的手臂。不可否认，你们剑圣公会的确很强，但攻击方式太单一了，这就是你们的弊病。可话音刚落，一双巨拳突然从天而降，压在了特拉维的身上。原来是高拉发起了偷袭，老子就说了嘛，第一个要干掉的就是你。就这样，成为精灵公会中的美男子瞬间变成了柿饼。只见高拉双目泛红，一副嗜血狂暴的模样，这股气息让青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连忙将落在一旁的剑收回手中，分析出高拉是通过分泌汗液来挣脱了特拉维的气根牢笼。那高拉身上散发出黑暗公会的邪恶气息，然后释放出70%的肌肉力量，狠狠地砸向了青。不过此时的青已经一跃在了半空，在躲避的同时向高拉展出了顺把武击，但那锋利的剑气斩在肌肉上面却只能留下浅痕，不仅没有对高拉造成任何伤害，反而还令其越发的癫狂。这一刻就连青都惊讶不已，自己的剑居然卷刃了。说时那时快，高拉继而释放出80%的肌肉力量轰向了青。这次青来不及躲避，只能硬着头皮用剑身抵挡，结果就是自己被击飞了10数米开外，剑也已经扭曲的不成样子，无法使用。那高拉继续释放出90%的肌肉力量，不断尝试想要轰击青的灵活身法，在赛场上留下一个又一个的大坑，看得乐平惊叹不已。伊丽莎白，你觉得最后赢的是谁？可此刻的伊丽莎白看出了端倪，陷入了沉默。剑圣公会的安娜觉得很奇怪，青的剑是由矮人国锻造的 B 级武器，怎么可能被一拳打烂？巨熊公会的人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莫非又是黑暗公会搞的鬼吗？与此同时，在观众席上坐着剑圣公会的长老灰之剑说道：“是使徒化，巴利长老需要挥出手制止吗？”剑长老巴利哼了一声，这种程度的使徒化，他们2个足以应付。博斯，你说的对吧？然而一旁的博斯大叔却颤抖不已。如今的他靠着乐平给的扑克牌成为了一方公会的霸主，灰还以为博斯对黑暗公会深恶痛绝，光是听到名称就已经愤怒到全身颤抖。只因传说中的勇者给了大叔一副扑克，他便创立了卡牌公会，成为了一方霸主。如今当他再次遇见勇者时，却止不住的颤抖，甚至还脑补了2人的对话。如果不符合我们预期的话，那就全部都杀了吧。博斯大叔冷汗直流，心想乐平先生这次是来检查我有没有好好把他的卡牌和麦茶用在正确的路途上。幸亏我在掌握了基础能力后，就积极猎杀作恶的使徒，致力于维护勇者大陆的和平。这微不足道的成绩，真的能被他们2位看在眼内吗？与此同时，在竞技场的这边，巨熊公会的高拉仿佛一辆巨型坦克，完全压制了局面。青则陷入了被动，唯有用那招了。但现在的我能够驾驭的了吗？不行，不能怀疑自己。谨记剑圣大人的教诲，要踏入无我境界，就必须把杂念摒弃。可就在这时，高拉突然发了疯，将双臂直接扎入了地板，然后将地面上的砖块来回舞动了起来，如同一张张巨大的餐桌布相互交叉卷向了青，最后向内合拢，卷成了一个球体。高拉嘲笑道：“你们一定以为我们巨熊公会是专精肉体强化吧？但实际上，我们对土系魔法的研习一点也不输那些高级魔法师公会，知道了吗？”可话音刚落，一道剑气从里面破出，待高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他的手掌已经被青的微尘斩整个切掉，随后无数道剑气从里面刮出，破开了所有的泥砖。此刻的青以指为剑，剑气也更上一层楼了。不惧不疑不惊不惑，方知无我境界。断了手掌的高拉面目狰狞：“你特么的，老子非杀了你不可！”可话还没说完，他的脚又瞬间被青切掉了半截。这一下他只能抱着剩余半截的小腿在原地打滚。青不想赶尽杀绝，打算给高拉最后的认输机会，可高拉却还留有最后的杀手锏。原来他在比赛前使用了齿轮来增强力量，而手头上也还有
有一种禁药，但如果身体承受不住是会遭到反噬的。在他犹豫要不要使用时，却看见青的剑指了过来，趁你意识清醒，主动放弃黑暗公会的力量，我仍可饶你一命。可高拉却用舌头卷出了藏在牙齿上的禁药，我要实现彻底的魔王化，把你们全部杀掉。然而就在他咬碎禁药的那一刻，青已经挥剑斩下了高拉的头颅，那颗头还一路滚动来到了卡牌公会参赛者的面前。其实这个名字叫伊的参赛者就是博斯大叔的女儿伊利弗。看到强大的对手，这一刻他害怕了，我真的行吗？要不投降算了吧。这个精灵族的女孩每天对着一副扑克牌修炼，在喝上一口麦茶后更是成功突破至一星大魔灵。全因冥思进入探索会消耗大量的精神力，而神奇的麦茶能帮助思绪迅速平复，使人不至于在浩瀚的扑克宇宙中迷失，二者调和功效显著，让资质平庸的他在短时间内突破。这时他的父亲博斯大叔扛着一个米袋回到了公会，伊利弗连忙询问父亲有没有受伤，还有剑圣公会那边的状况。博斯大叔表示黑暗公会入侵的危机已经化解，但剑圣公会内部却有严重的问题。虽然这番前去没有见到剑圣本尊，但还是帮助他们击退了黑暗公会，只要得到剑圣公会认可便可将乐平先生的卡牌流发扬光大。随后博斯大叔打开了米袋，倒出一些黑色的齿轮，伊利弗知道这是大使徒的黑暗齿轮。这些就是爸爸你意外的收获吗？博斯大叔继而递上报名表，不，这个才是。剑圣公会给了我们直通公会大比决赛的资格，只要伊利弗你参加并赢下比赛，那么我们卡牌公会也一样能收到认可。可伊利弗害怕不仅起不了宣传作用，反而还会丢了卡牌流的脸面，因为以往的选手都是各个公会的天才，实力至少魔宗级，而自己才不过刚刚晋升大魔灵。博斯大叔却说，自信一点，决心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已经不同往日了，到时候爸爸会让你带上乐平先生的宝具卡牌，区区的这点魔阶差距根本就不算什么。回忆到此结束，伊利弗虽然带上了乐平的宝具卡牌，但以他的实力就只能使用一次6炸以下的召唤，而其余的战斗就只能用复制品卡牌来替代，威力会大打折扣。不过为了宣扬卡牌流绝不能退缩，决心才是最重要的。随后伊利弗果断推开了卡套，把复制品卡牌召唤了出来，轻夸赞他计谋不错，隐藏实力在最后才出手，但现在我的实力绝非你能应对的，我们公会欠你们一个人情，这是最后的警告。可话音未落，几张卡牌擦过了他的发丝，这让席座上的锻造大师布莱恩感到惊讶，这是什么武器？此刻的伊利弗拉出一张张复制品的卡牌，发射出扑克飞刀，化成流光袭向了青，与他的剑气碰撞了起来。这种虚招被青一眼看穿，想要分散我的注意力，真正的目的是想释放别的招式。抱歉，我是不会给你那样的机会。说话之间，青已经以指为剑斩向了伊利弗，伊利弗后退一步，踩在了一张扑克牌上面，借助他的力量在空中滑翔，并且躲开了青的一指之剑。伊利弗继续使用扑克飞刀向青发起了剧烈的轰炸，但此刻的青却剑气环绕一跃，脱离了原先的位置，继而在空中连续斩切出数道剑气，再次袭向伊利弗。而伊利弗又是一次分牌，发射出一个个高速旋转的飞镖，抵消了青的数道剑气。但伊利弗的计谋远不止于此，在不知不觉间，牌锁封印已经将青的指剑封锁了起来。紧接着，更多的扑克牌继而撞向了青，分别将他的身体各个部位都封锁起来，想借此来减弱他的剑气。但青的剑气不减反增，没有意义的。逼我认真战斗的话，你就要做好被杀掉的觉悟。伊利弗知道牌锁封印不了他多久，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分牌，以分到威力最强的黑桃顺子。出来吧，黑桃牌龙，这是大陆上未曾见过的一种新型武器，不仅可以进攻、封印，甚至还可以召唤。就连锻造大师布莱恩也都惊叹不已，这些卡牌究竟是出自哪位锻造名将之手呢？然而乐平却一脸的天真无邪。伊丽莎白，你看，原来外面的人也知道扑克牌，并且能用来战斗啊！与此同时，竞技场上的黑桃牌龙一副张牙舞爪的模样，就要冲向青。此刻的青也不敢小觑，直接运转了无我境界中最大的剑气，以双指为剑挥出一道青之鸟的剑气撞向黑桃牌龙。只见一鸟一龙相互碰撞在一起，最后剑气消散，卡牌也散落了一地，谁也没有占到谁的便宜。伊利弗轻咳了2声，3星大魔灵的我，只用复制品扑克还是难以弥补魔阶的差距，想要取得胜利就必须使用宝具卡牌了。但万一我控制不好杀掉了他该怎么办？在伊利弗纠结的时候，青再一次挥剑斩了过来，能比我出尽全力，你真的很强。随着青的一击剑气落下，伊利弗的面具被当场切开了2半，是我输了。但实际上伊利弗只是不愿使出宝具卡牌，战斗这个程度也已经足够。可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突然从背后袭向了青，伸出一根锋利的爪子扎入了青的太阳穴。很快他的意识开始模糊，瞳孔也逐渐开始涣散。只见高拉的人头下面伸展出双手和双脚，控制住了青。使图画后的高拉孵化出新的肉体，一个全新的脑袋从高拉的嘴里探了出来。这具身体可真不错呢，这些剑气是怎么使用来着？说着，高拉控制着剑气扫向了观众席，吓得所有人都四处逃窜。快跑啊！魔法保护罩要裂开了。剑圣公会的安娜和露娜也吓了一跳，青居然使图画了。乐平问道：“这跟预想的不太一样啊。”伊丽莎白，我们要出手帮助吗？伊丽莎白果断拒绝。你要统治世界，就要学会适应这种临时变局的小场面，不然以后世界那么大，你怎么管得过来？先静观其变好了。乐平点头示意明白。另一边，博斯大叔也开始胡思乱想。我明白了，原来2位知道了使徒的入侵，所以将计就计，看我和伊利弗能不能好好摆平这件事。所以，伊利弗啊，你一定要好好表现，一定要让乐平先生和魔王大人满意啊！一旁的剑长老巴利却眯了眯眼，着急了吧？如果你出手去救你女儿，就证明你们没有应对黑暗公会的战斗员。现在剑圣公会正是
用人之际，博斯，我要你回来担任新的长老。另一边，高拉盯着伊利弗坏笑，怎么捏？你这个小屁孩！伊利弗果断换出宝具卡牌，如果对手是黑暗公会的话，那我就不需要估计那么多了。高拉看见伊利弗突然爆发出如此强大的魔力，心想还是立即杀掉他，避免夜长梦多。很快，无数道恐怖的剑气斩向了伊利弗，可最后却只听见一声金铁交鸣之声，只见一个巨大又透明的士兵举着圣盾替伊利弗抵挡了所有伤害。此刻空中浮现着4张舞，那便是五诈神圣护卫。没想到异世界的扑克五诈居然可以召唤出抵挡一切伤害的神圣护卫。泰戈尔认出这个幻灵是文献里记载的神圣13斗士之一。见长老巴利不确定地问道：“博斯，这是你之前用来重挫6柱魔的那招吗？”博斯大叔说道：“我之前用的是9，伊利弗他用的是5，希望能过关吧。”此时在竞技场的这边，伊利弗向高拉发射出扑克飞刀，想要帮助青摆脱高拉的控制。可高拉在躲避的同时，也奇怪怎么连普通牌的威力都强了这么多。为避免出现岔子，高拉控制住青的身体，想要逃离竞技场，不曾想被神圣护卫的一个盾牌当场压了下来。不服气的他果断从各个方向逃离，但最后还是被神圣护卫挡了回去。特么的，咋回事捏？俺刚刚出生可不能就栽在这里啊！随后他又伸出几根爪子扎入了青的脑子，控制青挥舞出了他最强的招式乱舞太刀。但此刻的神圣护卫却制造出一个神圣方阵，将其囚禁在内。随着神圣护卫不断的向前推进，同时那个正方体也不停往内压缩，直到完全将高拉隔绝在了里面，最后粉碎了高拉的肉体，只剩下一个黑暗齿轮。此时青的身体也从空中坠落到了地上，伊利弗脱下面具叹息，一不小心还是下重手了呀！只见青躺在地上，帅气的脸早已被锤成了火车头。看见使徒被解决，博斯大叔暗暗得意，这下2位应该满意了吧？而乐平也终于发现那女孩就是伊利弗。伊丽莎白，你还记得吗？她就是几个月前在我们家住过的那对父女。伊丽莎白当然知道，但她还是很不爽地望向后面的博斯大叔，谁让他们不好好隐藏身份的？看见这个眼神的博斯大叔瞬间大汗淋漓。2位大驾光临，我不敢破坏观赏的兴致，所以才会有前来打搅，非常抱歉。听见博斯大叔的声音，乐平立马循声望去，发现是博斯大叔，便打了声招呼。果然你也在这里啊！我就说伊利弗在场上比赛呢，正好我有很多问题问你呢。这话让博斯大叔心底拔凉，好多问题吗？是乐平先生对我们的排技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一旁的剑长老巴利心中不解，是谁竟然让如今的博斯如此看重？画面一转，博斯大叔带着乐平和伊丽莎白参加了会议。乐平小声对伊丽莎白说道：“莫名其妙又被邀请参加会议了。”伊丽莎白觉得要统治世界，多了解现在的情报也未尝不可。这时博斯大叔开始给众人介绍乐平和伊丽莎白。首先，这位是从黑暗使徒手上救下我们父女的恩人乐平先生，而他身边的这位是……话说到一半，却看见了女魔王的眼神变化，顿时吓得博斯大叔和伊利弗下意识捂住自己的脖子，不能说，不能说。巴利觉得他们很反常，为什么不能说？博斯大叔支支吾吾了半天，却想不到一个接口。而不清楚状况的乐平猜测，博斯大叔生怕暴露伊丽莎白的身份，才欲言又止。于是他小声对伊丽莎白提出建议：“之前我可以先叫你做小白吗？隐藏身份比较好，这般亲昵的称呼。”伊丽莎白没有拒绝，随便你吧。于是乐平主动介绍了自己：“其实我们是来自南部的一个小国家，我是那里的生活大臣，大家叫我乐平就可以了。至于我身边这位是小白公主。”剑圣公会的辉发出了疑问：“我的故乡就在南部，但从没听说过呀。”博斯大叔连忙帮乐平圆场：“我的卡牌术就是乐平先生教授于我的。”可乐平却说：“博斯大叔言重了，我还想跟你请教一下剑术呢。”这话让露娜惊讶，亲，能把那么厉害的卡牌交给博斯前辈，居然还需要去学剑术，亲让他慎言。剑长老在这里，轮不到我们发话。这时伊利弗用力咽下了口水，鼓起勇气问了一句：“乐平先生，那么你都看到我在场上的战斗了吧？你对我的牌技还满意吗？”博斯大叔说道：“乐平先生不妨直说，是伊利弗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吗？”乐平回答道：“我呀，没什么好评论的，只是没想到你们能把我的扑克牌玩成这样。”博斯大叔顿感不妙，我们又怎能比得上乐平先生？让我还自以为是，未经你的允许就自己踏印卡牌组建工会。伊利弗深感内疚，非常抱歉，但那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可乐平却说：“有啥好抱歉的？你们这样玩的话，应该可以让更多人去参与吧？真不错。”两人也是恍然醒悟，所以我们的卡牌战法适合更多人学习吗？说的也是，这样反而更适合推广卡牌流呢。其实乐平内心是羡慕的，因为他根本不会魔法，而这个世界毕竟是魔法世界。坐在对面的泰戈尔检测到了两人的魔力，一个随随便便就散发出庞大而霸道的魔力，另一个则是完全压制，一点魔法也不透露。可他的窥视很快就被女魔王伊丽莎白发现，泰戈尔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我被发现了吗？不可能的，我用的是镜片来观察，不会产生魔力反射的，怎么回事？这强大的压迫感！”这时伊丽莎白突然开口：“乐平，本王要杀掉一个人。”乐平愣了愣：“你说要杀谁？等一下，你看这个，有什么事还是等会议结束再说吧，不能让博斯大叔难做呀。”然而伊丽莎白看见布丁，又瞬间忘记了要做什么。这时见长老巴利开口说道：“我们回到正题吧，本次借着工会大比，邀请几位过来，是想要讨论结盟一事，因为围剿黑暗工会现在已经刻不容缓了。”辉文言立马将一个袋子放在了餐桌上：“各位请看，这是我们从初赛到决赛对每一位选手使用进化之剑所搜集到的黑暗齿轮，再加上今天在巨熊公会高拉身上的那枚，一共30枚。”乐平好奇询问：“黑暗齿轮这是什么东西？”博斯大叔解释：“只要接受黑暗工会的力量，体内就会长出这样的肉齿轮。我在
在猎杀的使徒体内也都找到这样的肉齿轮。锻造大师布莱恩说道：“30枚啊！黑暗公会的渗透真是无处不在。”露娜觉得很奇怪，那个高拉之前不是通过了进化之剑的测试吗？难道是后来在接受黑暗公会的力量的吗？安娜摇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黑暗公会已经做出能避开进化魔法的新研究了。泰戈尔解释，只有融合度最低的人才能用进化魔法检测出来的，另外2种情况基本都能做到较好的隐藏。难怪高拉进入决赛也检测不出使徒化，原来只有和黑暗齿轮融合度极低的宿主才会变成傀儡一般的黑暗使徒。第2种情况像高拉那样能承受下来却控制不住，则会成为孕育大使徒的容器。而第3种情况就是完美驾驭了黑暗齿轮的力量，获得魔王之力，实力会跨越式递增，成为黑暗公会里的驻魔干部。不过无论是3种的哪一种，都必须听从赐予他力量之人的命令，成为黑暗公会的忠心奴隶。亲闻言也是一阵后怕，所以我刚才就差点变成大使徒了吗？泰戈尔打趣地说道，你刚才只是被控制了，并没有完全融合，不然以你的资质，能成为驻魔也说不准。见长老巴利连忙向博斯道谢，幸亏有你出手，否则我这副老骨头是守不住了。博斯谦虚回应，我曾是剑圣公会的人，这是应该的。亲对伊利弗表示佩服。公会有难时，我正在外面执行任务，未能与黑暗公会一战。不过今天剑士击杀6柱魔的卡牌流，我输得心服口服。伊利弗立马使用转移大法，哪里，这都是乐平先生的卡牌，太厉害了。说起卡牌，锻造大师布莱恩就坐不住了。小伙子，那些卡牌都是你制作的吗？你是从哪里学的锻造术？同时他看到了乐平背后的剑，一眼就分辨出那不是普通人能用的剑。乐平如实回答，我就是自己喜欢在家做点手工活来消磨时间而已，谈不上什么锻造术了。看见所有人都在奉承卡牌，露娜有些不爽，要是剑圣大人在，什么黑暗公会根本就不敢来犯。安娜喝止了他，不要多嘴。乐平此番前来就是为了学习剑术，他连忙向博斯打听剑圣本尊的下落，但博斯却很为难，我可能不太方便发表意见，因为我已经不是剑圣公会的人了。巴利觉得无所谓，反正这件事也隐瞒不了多久，外界也已经开始流传一些消息了。布莱恩愣了愣，剑长老都这么说了，难道传闻是真的吗？泰戈尔接过话，剑圣公会叛乱之后，不仅战力损耗严重，最重要的是剑圣本人不知所踪，所以黑暗公会才会趁机对你们发起袭击。巴利觉得他说的对，剑圣大人半年前在山丘巨谷传回情报之后，至今就再无任何消息。乐平从他们对话中听出了内乱，而且剑圣还失了踪。身后的灰补充了一下，剑圣大人应该是前往缉拿背叛公会的府长老，至今未归而已。亲之前的任务就是根据情报坐标，前往巨谷山脉寻找并支援剑圣大人。只可惜去到那里的时候，早已失去了他的音讯。虽然剑圣大人已经晋升到5星魔尊，半只脚迈入了魔王阶，但那天亲赶到巨谷山脉的时候，却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半的山丘巨谷都被削为平地。难以想象，剑圣大人和府长老在那里发生过多么恐怖的战斗。这一切全因为府长老这个叛徒获得了一把无上神兵，那是一把名为歹藏的巨斧，通体散发着恐怖的怨念，其威力之强，让府长老足以弥补跟剑圣大人之间的实力差距。而且这把无上神兵，哪怕在矮人国的 S 级武器名册里也找不到任何资料。乐平没听明白那个府长老是谁，为何又要背叛剑圣公会？博斯只好详细为他介绍一下，剑圣公会的会长是剑圣，而下面有5位长老分别管理事务，巴利长老负责的是剑类武器，其余4位长老分别是刀长老、枪长老、盾长老、斧长老。但因为府长老背叛了公会并发起叛乱，因此刀长老和枪长老已经惨遭杀害，而盾长老又在和黑暗公会的筑魔战斗中牺牲。如今公会里有资历的只剩下巴利长老一人。那场叛乱中牵涉的人很多，其中包括巴利最器重的儿子沙吉。听到这个名字，乐平当场愣住，沙吉不就是一个用剑的人马吗？巴利有些意外，你遇到过老夫的儿子吗？那叛徒现在怎么样了？乐平如实回答，他死了，心中感叹这个异世界真小啊。巴利听闻儿子的死讯却没有任何情绪，背叛者的下场本该如此，现在是剑圣公会最困难的时候，所以我想要借助大家的力量。锻造大师布莱恩表示，只提供武器的话，矮人国这边没问题，但 A 级和 S 级的武器因为缺乏研磨石，估计很难达到剑长老你的要求。这时泰戈尔突然发问，剑长老，你们凭什么觉得借助我们的力量就能摧毁黑暗公会呢？巴利却看向了博斯，就凭博斯，我想博斯放弃卡牌公会，回来担任剑圣公会的副会长之位。卡牌可以当作是一种短剑、飞刀之类的兵器，我们可以新开一个卡牌小组，让伊利弗来担任卡牌长老。这话听得伊利弗心慌慌的，自己的魔阶差了别人3、4个大阶段，又怎能担当此大任？可巴利却说，只要博斯的一句话，我保证一切不是问题，公会的资源随你调配，甚至是我也绝对听从你的命令。辉也没想到博斯在剑长老眼里如此看重，但同时他也希望博斯能过来担任副会长一职。博斯拿不好主意，只好询问乐平的意见，如果借助剑圣公会的名气，会不会让扑克牌的流派更快宣传出去？乐平只好用现代化的词汇来解释，进入大公司当高管要比自己辛苦创业轻松得多，但那些野心更大的人又会跳出来选择自己创业，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个人的选择了。然而这些话被博斯脑补成了这样，你觉得我卡牌流需要成为
成为被人的附属来宣传自己吗？如果你就只有这点志气，那我对你真的太失望了。这让博斯左右为难，心想乐平先生这是在点我呀。但在这样的场合拒绝巴利，就等于不给面子，要得罪整个剑圣公会的。然而博斯却误会了传说中勇者的意思，果断拒绝了剑长老巴利。我建立自己的公会并不是要追求名利，而是一心想要把卡牌流发扬光大。乐平先生，你看，我博斯的决心是很坚定的。巴利感受不到乐平身上有一丝强者的气息，心中猜测博斯不过是找个借口来敷衍自己而已。一旁的乐平心底很失望，还想着可以托关系，让博斯大叔带我去剑圣公会学习剑术。博斯说道，虽然我拒绝回来剑圣公会，但巴利长老也请放心，消灭黑暗公会也是我的责任，我卡牌公会也会全力支持。没办法，巴利只能承认卡牌公会的合法性。他原本想将博斯拉回公会，然后把那些卡牌变成自己公会的东西。随后他询问矮人国的王子，不知道国王陛下什么时候能出关。A 级和 S 级武器的提供能大大增强我们的战力。布莱恩不敢贸然答应，因为矮人国找不到代替研磨石的物品，而且亚里士多德王国那边又拒绝合作。巴利又询问一旁的泰戈尔关于给武器和战斗员施加咒术的请求，泰戈尔表示这些问题不大。巴利最后总结了一下，2个月之后剑圣公会会集结兵力，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可此时乐平却举起了手，我想报名。这话让巴利有些意外，你意思是你也想加入讨伐黑暗公会的行动吗？乐平却摇头表示，我想报名来学剑术，虽然我是荒废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现在重新学习应该也不算晚吧。一旁的博斯很惊讶，乐平先生是在开玩笑吗？伊利弗好奇为什么非要学剑术不可，乐平也说不出个缘由，这个是小白他安排的，至于为什么你们就要问他了。一听到是女魔王安排的，两父女当场吓了一跳，不敢，你们的安排一定是有道理的。巴利这时却给出了回应，可以啊，但剑术也分很多种，冒昧问一句，小伙子你的魔阶是何级呢？乐平不好意思把魔力值为0的事说出来，只好用不擅长魔法敷衍了过去。辉听了表示很遗憾，不擅长魔法，那只能跟巴利长老教的魔剑是无缘了。乐平又继续问道，没有那种不需要魔力的普通剑术招式吗？巴利回答道，当然有，但掌握这种无魔剑招并且厉害的人就只有一位，那就是我们的会长剑圣大人，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话，他一定愿意教你的。博斯也认同这话，的确啊，有资格教乐平先生你的就只有剑圣大人了吧。可乐平认为他们就是在打发自己，因为剑圣都失踪了，还怎么教？只因传说中的勇者想要学习剑术，这个诅咒文豪便把自己记录过的剑术咒文送给他。可就在勇者乐平好奇这个咒文如何使用时，吃完布丁的女魔王伊丽莎白却突然起了杀心，用手捏扁了手上装布丁的盒子。同时那个诅咒文豪泰戈尔的身体也发生了爆炸，血浆瞬间喷射在了剑长老和亲的身上。另一边，在某处沙丘上正在发生一场可怕的战斗，原来是失踪了许久的剑圣大人芝芝正在追捕叛徒府长老。府长老觉得他很烦人，这样一直咬着我不放半年了，你累不累啊？可芝芝内心坚定，你勾结黑暗公会，杀害同伴的罪行，我必须跟你算清楚。说罢，他以指为剑向前一扫，瞬间将眼前的沙丘平台劈出一道长长的深坑。可如此强势的一指之剑却没能让府长老退缩半步，反倒高举手上无上神兵傣藏，全力向剑气顶了上去。只见黑色的怨念如屏障般展开，将那道剑气原封不动地反弹了回去。芝芝眼中没有任何波澜，只是将头一侧躲开了那道剑气。府长老兴奋不已，随着我跟傣藏的融合度越来越高，你对我的威胁就只会越来越低。会长大人哟，马上就轮到我来狩猎你了。芝芝让他清醒一点，再继续下去，你很快就会被这把怨念之斧彻底控制而失去自我的。可府长老此刻已经走火入魔，失去自我又如何？当你体会过这种无上的力量之后，你就知道失去自我也是一种荣幸。他的话音刚落，身体就被气灵夺走了主导权。很快府长老的失去了男性的特征，坚硬的胸大肌变得柔软，同时还凸了出来，他的骨骼和体型反而缩水，变得更细更小，就连声音都变成了女声。终于出来了，我愿了，胆敢抛弃我，我不会放过你的。随着松垮的裤子脱落在地，这个叫傣藏的气灵完整夺舍了府长老的身体。芝芝觉得他很蠢，被黑暗齿轮的力量给彻底控制，可那气灵却主动挖出了嵌在胸口上的黑暗齿轮，这玩意儿跟我500年的怨念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很快气灵在挖出黑暗齿轮的同时，也顺便把头上的一层皮剥掉。这一刻借助肉身化成人形的气灵只感到一身清爽，他蛊惑府长老就是为了夺走他的肉身。芝芝召唤出超 S 级武器，哪怕和黑暗公会无关，也是要斩杀这个妖物。这把幻影是以魔兽幻影马王的体甲为原料，矮人王亲自锻造而成，值此武器者速度能提升10倍，获得迅疾如风的效果。气灵一脸的不屑，臭丫头，好大的口气，给我放马过来啊！可话音未落，只见芝芝已经使出了微尘斩越过了他的身躯，很快两人脚下的沙丘瞬间塌陷，剑气震碎了100米内的所有岩石，形成一个巨坑。既然府长老已死，那我也没必要手下留情，结束吧。可此时的超 S 级武器却裂开了一个口子，紧接着整把剑的剑身尽数崩坏，碎成了一片片的碎片在空中洒落。气灵表示刚拿到这具身体还有点僵硬，所以有几下没能挡下来。你是挺厉害的，还有其他什么招式吗？芝芝心中惊骇，幻影马王1天级跑15
万公里不会有丝毫破损的体甲，居然只能伤他分毫。这时气灵却做起了热身运动，你慢慢想，我等你。这般目中无人的话语令芝芝感到愤怒，他又是一挥手换出了几件同为超 S 级的武器，然后将它们融合在了一起。只见一根耗费千年石如打造出来的长矛和一把以魔兽虫王为原料制作的手链融合在了一起。随后他又继而召唤出以克苏鲁之主的残肢锻造出来的法杖和蕴含地心能量的特殊矿石为原料的爆破小刀，利用法杖制造出一个扭曲空间，将小刀包裹在内不断爆炸，令其释放出地心的能量。然而面对一件件超 S 级的武器，气灵却仍然还在扭动着腰肢，发出骨骼松开的呻吟叫声。与此同时，第5件超 S 级武器血剪之盾也喷出了无数蚕丝，将气灵的后路封住。那是精灵族所敬仰的神兽雪白之蚕蜕变后剩下的蛹丝作为原料锻造而成的。气灵觉得很好笑，看不起谁啊？是觉得我会逃走是吗？此时的芝芝已经接近极限，扭曲空间最多只能维持多1分钟，否则意志就会被入侵。说罢，他再次换出一把超 S 级的武器，以某一代猛犸之主的骸骨化石作为原料，矮人王亲自锻造而成，浓缩了整副骸骨，重达100吨，就算是普通一击都能打出万象奔腾的威力。随着芝芝锤爆了那个扭曲空间，那把石乳之矛和惊蛰之镰融合而成的灭世之矢爆射而出。可就在射过来的 0.001 秒的时候，气灵却随手向外挥出一招简单的劈柴斩，恐怖的气息直接将灭世之矛劈成了2半，然后向方圆百里扩散出去。在 0.004 秒，芝芝预测到了自己会被这道气息当场切开2半，于是他立马施展了深渊魔法7重护封剑，想借此抵消和削减那道气息的能量。随着一把把护封剑的断裂，最后残余的一丝气息击中了芝芝的身体，令其身上的衣物在一瞬间全部粉碎，然后狠狠地摔落在了地上。气灵也不忘嘲笑一句，完全不够格呢，热完身就该干正事了。接着他将斧头放在面前，让我看看你这个负心人在哪里。很快那颗眼珠子给出了视野，在千里外的荒芜之地，他终于找到了主人乐平的住所。可如今他身旁却多了一位红发的女人，没想到女魔王伊丽莎白居然当众杀人，用魔力捏爆了咒术文豪泰戈尔的肉体。被血浆染红了脸庞的剑长老立马让全员警戒，一瞬间所有剑圣公会的人都举起了大剑。这时博斯却喊停了所有人，不要冲动，然后询问传说中的勇者乐平先生，你方便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吗？可一旁的伊丽莎白却抢先回答，就他们这样的水平，也难怪会被黑暗公会渗透成筛子，都给我瞪大眼睛看清楚了。说罢他双指一勾，口中呢喃一个解字，很快在那破烂的血肉里出现一个像八爪鱼一样的邪物。这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认出这是咒术寄生虫，然而那寄生虫似乎是失去了宿主，很慌乱，随便在会议上找了一个看起来十分弱鸡的人类，然后直接朝他扑了过去，并且伸出嘴巴里的口气。此时的乐平还没有反应过来，伊丽莎白就已经忍不住出手，再次隔空使出魔力，捏碎了这只咒术寄生虫。随着寄生虫的死亡，那桌子上的肉身也一同消散。这一刻剑圣公会也终于明白，为何越来越多的人能躲过进化之剑的检测了，是因为有泰戈尔高级咒术的加持。不过伊丽莎白却说，对但也不对，因为这咒术跟那堆肉齿轮的魔力质感是完全不一样，要是真让他来给你们下咒术去战斗，怕不是战场都要变成大型的孵化现场了。可见长老却问起了伊丽莎白是怎么发现的，而女魔王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冷，这就跟你没关系了吧。这话让剑长老很丢脸，虽然剑圣公会变得薄弱了，但也不至于不被人放在眼内吧。一旁的博斯开始慌了，因为巴利长老是个爱面子的人，万一他惹恼了魔王大人，后果不堪设想。他只好小声询问勇者乐平先生，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解答一下吗？但乐平也回答不出来，现在的他甚至搞不清楚状况。这时伊丽莎白搂住乐平的手，丝毫不在意碰到了敏感部位。下午茶时间到了，冒险时间结束，跟我回家。乐平连忙向众人打了声招呼，那我们下次再见吧。这让博斯的脸瞬间垮掉，心想不解释清楚的话，那剑长老肯定会去自寻死路，这样就算剑圣大人回来也没救了。而剑长老立马吩咐身后的灰，立马跟我去一趟南部调查他们的背景。就这样两人回到了家，乐平让伊丽莎白以后动手前提醒一下他，好让他有心理准备。而伊丽莎白却注意到了2点，其那个能检测他人魔力的眼镜，估计就是以吉姆级的赤魔之瞳为素材锻造而成的。其二，那个咒术家伙的魔力跟黑暗公会不一样，很明显在黑暗公会之外仍有其他的邪恶势力在蠢蠢欲动。不过没关系，艾米莉亚应该把黑暗公会的本部铲除了，祸乱的源头已经不在，剩下的就当是留着陪乐平玩冒险过家家吧。这时乐平又叹气，那个魔法虫子吓到我了。伊丽莎白，你是怎么敢知道他是坏人的？快来教教我吧，这应该又是需要用到魔力的什么魔法技能吧？我没这个天分。但实际上伊丽莎白也不知道对方是坏人，这些都是乐平亲手缝制的衣服给出的魔力反馈。于是乐平刚才说的话被他脑补成了这样，承认我比你厉害，说出来，说出来啊！伊丽莎白脑补完毕，差点气死。明知故问，是要借机打压本王吗？这时乐平试探地问道，现在见圣公会不肯收我，要不还是伊丽莎白你教我一招半式。可伊丽莎白却果断拒绝，不行，必须遵守约定。其你只能用你最不擅长的剑术和魔法去统治世界。其二，除了衣服之外，不准携带你自己制作的任何物品。其三，本王会陪你出去玩，在一旁指导你的统治世界的技巧，但不会教你任何魔法和剑术。乐平闻言落下一滴冷汗，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约定了？伊丽莎白回答道，刚刚。乐平无语叹气，嗨，要不还是再去拜托一下博斯大叔吧，虽然他改行玩扑克牌了，不过也可以先教我基础嘛。可话音刚落，一旁的阿尔法圣剑幻化成了人形，你还是放弃吧，本大爷在他们身上就没感受到任何
何纯粹的剑术，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教到你什么。就是脱离魔法之后，他们的招式就都通通不灵了。你也别想了，在有魔法的前提下，谁还会去学纯粹剑术？学来强身健体吗？强身健体这4个字让乐平恍然大悟，似乎在穿越来之前的那个世界就有一套这样的剑法。于是他翻起了一旁的书柜，我记得是当初从系统那里兑换随机礼品的时候获得的，然后就被我丢在书架这里吃灰了。它是唯一能消灭女魔王的圣剑阿尔法。可幻化后的他第一次踏入勇者的厨房时，却感受一股恐怖的杀气将他身体一分为二。阿尔法看了一眼正在翻找东西的勇者，不是他，如此锐利的杀意不符合他的风格。然后又扫了一眼正在看电视的女魔王，不是他，这婆娘的杀意应该更加暴力。随后他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菜刀，那把菜刀和另外几把铲子都散发出恐怖的气息。阿尔法不敢相信区区一把菜刀吓退了自己，他可是堂堂武器之王圣剑阿尔法。这时乐平突然兴奋大叫一声，吓到了一旁的阿尔法，承受不住压力的他直接逃向屋外，表示不要待在这里。乐平也没时间搭理他，直接打开了珍藏多年的太极剑谱，可是里面一共只有简单的13式，用来战斗真的行吗？于是他打算让女魔王伊丽莎白亲自指导一下，可伊丽莎白却果断拒绝，你一边玩去，本王要躺一会。没办法，乐平只好出去找阿尔法琢磨琢磨，但实际上伊丽莎白是想先让乐平先瞎练，等他处处碰壁的时候，自己再跳出来指导，这样才能凸显出自己的地位。此时的乐平发现阿尔法变回了剑的形态，喂，你不搭理我，我就当你同意了，我要开始学习了。随后乐平打开了太极剑谱，颤颤巍巍地练习了起来。与此同时，在300公里开外，旺财的手下蛤蟆仙人正在经历一场大战，实力只有3星魔尊的他，衣衫褴褛地坐在地上结印子卯胃酸血雾之术。只见蛤蟆仙人向前喷射出一团血雾掩盖了视线，可此时一道身影竟无视了胃酸，穿过了血雾撞向蛤蟆仙人。那气灵抬起右脚，只要把你干掉，那其他魔兽就会乖乖让路了。他的话音落下，一脚劈柴踢直接踹向了蛤蟆仙人的小腹，极致的痛感令他朝天大叫呱了一声，然后飞出800米开外，这才刹停了下来，在地面上离出一道长长的深痕。气灵自言自语地说着，有这么多的高阶魔兽来给你当看门犬，难怪你藏得那么深，但从今日起，你这风平浪静的日子要到头了。其实这些话说的都是乐平，然而在气灵挥动斧头想要了结蛤蟆仙人的时候，面前却出现了一道屏障，那是一种有着现代化科技的消音吸能力场。与此同时，蛤蟆仙人头上的狗屋走出来一只狗，这便是乐平家里的那只电子宠物狗旺财。蛤蟆仙人见状不再硬撑，既然大哥你参战，那本娃就先退下了挂。随后蛤蟆仙人的身影消失在原地，旺财也从空中跳了下来。气灵不清楚旺财的战力，仍然摆出一副嚣张的模样，不想死的话就给我让开。此时的旺财已经开始扫描白名单，未能识别，危险等级过高，不能打扰到主人的生活。根据最高法则，现在开始对你进行消灭处理，防御等级提升至3。然后旺财打开了身上的武器库，向气灵发射出密集式的导弹群。勇者只是学了几招太极剑法，就把沉睡的圣剑气灵唤醒。阿尔法苏醒后却忘记了自己沉睡的原因。当乐平询问他这套剑法动作的建议时，阿尔法这才惊愕地回想起，当时在厨房里受到了厨具们的威压，每一件都是压制自己的顶级存在。当时他害怕到逃出了屋外，而武器之间一旦认输，灵气就会散尽。于是这把专为消灭魔王而诞生的圣剑就此打回了原形。他喵的，差点就魂飞魄散，沦为一把普通的武器了。我可是武器的顶点，传说中的圣剑啊！要不是这家伙用我来耍了一套剑法将我唤醒，恐怕这辈子就要沦为一把劈柴刀了。用我认知以外的剑法救了我，居然还反问我有什么建议。于是乐平的话被他脑补成了这样：小朋友，现在你明白我当初为什么不屑去找你跟魔王了吧？跟我的厨具比起来，你这把圣剑不过是破铜烂铁。阿尔法气得发抖，对不起，是我大意了。既然如此，那我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是怎么来的？又为什么在这里？我好乱，好乱啊！我要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说罢，阿尔法再次换回了原形，逃出了传说中勇者的家。乐平一脸的懵逼，你走了，我以后还怎么学剑术啊？与此同时，气灵与旺财的战斗还在继续着。你真的甘愿做一辈子的走狗吗？跟我合作吧，一切毁掉这里之后平分外面的世界。可旺财只是半蹲在原地，望了一声以示拒绝。气灵仍然的高傲，真是不识抬举。邀请你合作是因为想节省时间罢了，并不代表我怕了你。咆哮之间，气灵已经奋力使出最强的一击劈柴斩，黑色的斧器夹带着破空之声划过天边，撞向了旺财。旺财只是向外一跃，便轻松躲开了这一击，但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没那么幸运了。那道斧器不断向下施压，仿佛不可阻挡一般。旺财立马对这次破坏进行了分析，如果不加以阻止，会继而撞入地幔层，引起岩浆爆发，导致底壳异常变动，产生地震，最终会影响到主人的生活。于是旺财的后背打开了一个机关，然后从里面伸出一个机械手臂抓向那道黑色的斧器。但气灵也注意到了他的动作，趁机再次打出一招劈柴斩。可同时旺财的后背又打开一个机关，再次伸出一个机械手臂将那道黑色斧器牢牢抓住，最后同时将2道斧器吸收了回去，阻止了气灵的大面积破坏，而他的电量也因此冲进去了半格。气灵气得发抖，岂有此理，把我的攻击全部吸收了。旺财掏了掏耳朵，你的能量味道不错，作为感谢，你现在离开的话，我可以放过你。气灵将自己本体举起，本想这招是留着对付那个负心汉的，现在只好先用来毁掉你这只拦路狗了。希望的不断破碎，等待的无尽折磨，被抛弃的悲伤和愤怒，如此种种累积了500年的怨念
念全部汇聚于一点，然后依次爆发。臭狗，见识过之后你会知道，刚才乖乖被我劈死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了。很快一道毁天灭地的怨念死线从天空落下，但此时的旺财却不慌不忙地在后背翻找东西。接着一块由乐平制造的镜子被取了出来，然后旺财用它轻松接住了怨念死线，并且反射了回去。在气灵呆滞的表情中，500年汇聚而成的怨念就这样水灵灵地被打了回去。那道死线穿过了云层，射向了外太空，破坏了那些漂浮在银河里的其他星球或者陨石。这一刻气灵直接傻眼了，积攒了500年的怨念就这样没了。在他走神之际，旺财又继而派出了一架架的无人机。气灵哪里见过这样的高科技，又是什么东西？给我毁灭吧！当他正想要挥出劈柴斩的时候，却被一张电力场麻痹了整个身体。旺财躺在草地上叹气，在那个凶女人之后，你应该是我遇到过最强的入侵者了。好在本旺也是会迭代升级的。结束了。与此同时，那些无人机也将力场提高到了50具。气灵却仍然嘴硬，我可以坚持住的，我历经500年的复仇是不可能就这样结束。可话音刚落，那些无人机又继而将力场提升到了100具。很快气灵的本体承受不住，当场粉碎，然后洒落，一缕怨念从里面分离并逃了出去。旺财收回无人机，感叹最近的入侵者都很强，看来要回去再翻一翻主人丢弃的材料来加强自己了。可就在这时，一只手臂突然从泥土下伸了出来，这反倒吓了旺财一跳，还以为那个入侵者还没有死。可镜头拉近后，却是另外一位衣衫褴褛的女人，她脖子上的吊坠却在此刻碎裂。这是一条超 S 级的幸运吊坠，佩戴后能够大大提升佩戴者的幸运值。另一边，女魔王伊丽莎白终于吃完了薯片，她没有浪费最后夹杂大量调味粉的碎渣，用手指伸进嘴里然后含住，这上头的味道让伊丽莎白顿时欲仙欲死。随后她走出院子，打算以检查为借口去指导一下勇者的剑术之道。可此刻的乐平却嘘了一声。伊丽莎白觉得很奇怪，本王不是让你练剑吗？你盘坐在这里干嘛？可乐平却无视了女魔王的提问，自顾自地打坐着。伊丽莎白第一次被无视觉得很奇怪，本王知道了，你一定遇到挫折在逃避问题对吗？没关系，只要你肯低头向本王讨教，本王还是愿意受你一招办事的。可当乐平结束了打坐冥想，这才注意到了伊丽莎白正在和他说话。抱歉，刚刚从太极健身的入定中出来。伊丽莎白强忍着脾气嘲讽道，看来你好像觉得自己练得不错，但别搞错了，你要学的是剑术，坐在这里冥想是毫无意义的。可话音刚落，一根树枝却刷在了面前。谁说没意义的？我练的是健身操，最讲究是修心养性，我现在整套剑法13式学了个滚瓜烂熟，要不要我给你演示一下？伊丽莎白暗暗偷笑，就这点时间，该不会觉得自己练个横劈竖斩就以为掌握了剑术吧？说干就干，乐平立马开始展示了自己的太极剑法。第一式蜻蜓点水，在挥下树枝的那一刻便进入了境界之内。伊丽莎白见怪不怪，一出招就入境界，但这么平静的境界没有丝毫威胁可言，剑招的杀伤力都到哪里去了？传说中的勇者第一次耍太极剑，不曾想一出招就进入境界，耍到第6式时更是满屏的惊雷落下，这让史上最强的女魔王忍不住拔剑讨教。此时乐平又继而使出第7式青龙出水，很快汹涌的浪涛如水龙般升起，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威严和神秘。同时伊丽莎白也使出灭世魔剑术，刹那间灰暗的天空伸出一根龙爪，紧接着一条头生恶魔犄角的魔龙探出了半截身躯，很快两头巨龙在空中彼此相撞，磅礴的能量令风雨交际，天地变色。可那条魔龙一碰就散化为一缕缕魔气，荡漾在空中，与月亮汇成一幅八卦图。直到最后境界又恢复了一片静谧，湖面如镜倒映着皎洁的月光。伊丽莎白气得青筋浮现，在你面前，本王的剑势变得如此不堪一击。但乐平仍旧闭眼自顾自地刷着太极剑，静时心不法，动时心不乱，一动一静，处变不惊，方能参透太极真理。第8式水中捞月，只见那根树枝轻轻触碰到水中的皎月，那颗犹如璀璨宝石一样的月亮迅速从水面升起，地面上的泥土岩石尽数粉碎，跟着月亮一同升了上去。伊丽莎白以为乐平又在玩扮猪吃老虎的把戏，但在剑术这里玩，分明就是选错了领域。接下来本王要认真了，不在手下留情。不多时，那颗升起的月亮已经变得越来越大，就连伊丽莎白也失去了重力控制，被吸了起来，浮到半空。起初伊丽莎白以为乐平是想通过重力来控制她，但在最后她发现自己错了，分明是那个家伙的境界再次改变了。此时的乐平又呢喃了一句，心境随着太极剑普健身操的动作递进而变得放松且空旷，开始感悟道法自然之奥秘。第9式流星赶月，话音刚落，无数巨大的陨石同时改变方向转向了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一脸的惊愕，每一颗陨石都堪比本王的灭世魔法，还是如此庞大的数量。眼见一颗颗巨大陨石火速坠落，伊丽莎白不得已开启了最强的魔神形态，然后挥剑展开了迎面砸来的陨石。小乔，你是本王的错，但如果你以为这样就能在剑术领域也能压本王一筹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只见伊丽莎白一口气展开了所有挡在面前的陨石群，然后来到乐平的面前挥出最强一剑，愤怒已经令他丧失了理智。这最强一剑展开了乐平的虚影，更是展开他脚下的巨大月球。结果伊丽莎白却万分后悔，被胜负欲冲昏，该不会真的杀了他吧？可此刻却又传来了乐平飘渺的声音，至虚极，守静笃，意思是使心灵达到空明虚无的境界，就会拥有清净自守的状态。伊丽莎白猛然间抬起头，吐槽这是什么鬼？只见乐平的虚影在宇宙之中若隐若现，使出了第10式怀中抱月，然后他将被切开的月球重新组合了起来，如同世间万物的造物主一样强大。女魔王一剑展开了月球，却被传说中的勇者随手拼合，他更是魔力全开，借着这次机会与勇者一决高下。随后伊丽莎白的
身影消失在原地，以上帝视角的虚影出现在乐平的对面。别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你能做到的，本王也一样可以。可乐平却轻轻将月球抛弃，耍起了太极剑的第11式持剑悟道。收尾阶段是以修心冥思为主的无间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伊丽莎白嘲笑道：“无间，胡说八道，不就是分身术吗？”本王奉陪到底。随后他使出了魔王9重奏，瞬间幻化出9个与本体实力一样的8个分身。但乐平此刻却收回了分身，三生万物，而万物合之为一。伊丽莎白还以为他收招示弱，已经太晚了。本王的剑比光速更快，看你怎么躲！只见9把魔剑同时向着乐平刺去，却有种怎么也够不着对方的感觉。伊丽莎白起初还以为是他躲开了，可细心一看，却发现乐平根本没有移动分毫，而是让空间以超越光速的速度膨胀来拉开距离。此时乐平手中酝酿出一片银河，随着冥思跟自然进一步融合，心境当然会变得更加开阔。伊丽莎白冷哼了一声：“你以为把自己凌驾于光速之上，本王就拿你没办法了吗？只要目标存在，本王这招同样能施以超光速的打击。”只见9把魔剑同时向上聚拢出一把超大型的魔剑，随后伊丽莎白双手向下猛甩，一根灭世之矢划破了虚空，射向了乐平。但此时的乐平却使出了太极剑的第12式三生万物，令他制造出来的一片银河发生了爆炸。与此同时，那根超大型的魔剑也射了过去，但对比起银河却如同一粒尘埃，甚至到达不了目的地就已经消散。这一刻伊丽莎白彻底傻眼了，曾经引以为傲的最强剑招，没想到在勇者面前竟然如同尘埃一般湮灭了。很快两人再次回归到最初的境界内，伊丽莎白不甘地询问乐平：“所有的一切就这么被否定了吗？”可乐平却继续自顾自地呢喃着剑母，思绪漫游感悟时间和空间之后再回归最初，便得以平静之心。伊丽莎白怒吼着：“一切都是你的圈套，说什么自己不懂剑术，先使本王膨胀，然后又通过否定本王在剑术上的一切，为的就是要本王自取其辱。”可骂完了又冷冷笑了一声：“也罢，正如你所说的，见识过之后宇宙之大，本王亦得以平静之心，忘记过去，放下荣辱，放下所有学过的剑招，接受你的指导又如何？放下魔法，甚至放下生命，不计较代价得失，不计较后果与否，把一切所有都倾注于剑意之内，超越空间，超越时间，这是属于本王自己的无间式。在时间和空间之内，再强的招式都敌不过你的规则之力，所以想要杀你，就必须超越时间和空间，以牺牲一切为代价使出这招之后，本王随即就会陨落了吧？但也无所谓了，因为杀了你之后，本王也没有活下去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这不失为一个好结局。但记住，最后赢了你的人是本王。”可此时的乐平却使出了太极剑最后一式，第13式一击一切，用2根手指接下了女魔王以生命为代价的一击，抓住她的手指，然后拉了过去，令其傲人的双峰压在自己的胸膛上。这一刻，伊丽莎白呼吸变得急促，脸像火烧一样的红。只见乐平将伊丽莎白转了一圈，然后单手将她单薄的肩膀搂入怀中。很快，太极剑法的境界散去，女魔王的魔神形态也跟着散去，一切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但伊丽莎白的魔阶却再一次得到突破，达到了7星魔神级。乐平得意地询问伊丽莎白感觉如何，而伊丽莎白则失去了昔日的高傲，变成了一副傻白甜。乐平睁眼再次询问：“你感觉我的剑术怎样？”虽然是健身操，但每次耍一遍，我都觉得自己变厉害了。可伊丽莎白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是呆呆地看着乐平。乐平第一次感觉到伊丽莎白这么的温柔，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不？可伊丽莎白仍然还是呆呆地看着他。乐平强压住自己的邪念，心想不能冒犯女魔王，自己还需要她的庇护，然后问了句：“你这样盯着我看，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吗？”这话让伊丽莎白瞬间清醒，迅速起身脱离了他的怀抱。乐平感觉气氛莫名的暧昧起来，需要说点什么打破僵局才行。然后他夸赞起伊丽莎白：“肯定是你在一旁指导的原因，哪怕刚才我闭起眼睛都能感受到穿越了时间和空间一样。”但伊丽莎白完全没在听，心想乐平这个家伙知道本王进阶遇到瓶颈，所以才故意借剑术为题发挥，助我突破，先使我膨胀，然后把我逼至绝境，再灭掉我牺牲一切才换来的超越时空的剑意，最后把时间回溯到开始之前，让我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连续突破3阶。这就是太极吗？无以形容的奥秘之道，本王真的太天真了。来到魔神阶就觉得自己能追上你的脚步，还真是被他轻松拿捏。但既不是要与本王作对为乐，又不是想搞什么毁灭世界的事业，不停地帮助本王变强，他为的是什么？很明显原因就只有一个，跟本王之前想的一样，你想要跟本王一起创造超越位面的最强之子，但你又怕本王现在太弱，承受不住你的种子。想到这里，伊丽莎白切了一声：“少瞧不起人了。”乐平闻言一脸茫然：“啥？什么瞧不起啥呀？”伊丽莎白又开始胡思乱想，每次都故意给我下台阶，想要得到本王，又害怕伤害到本王，然后他又自行脑补了画面，你还需要好好调教呢。心想为了最强之子，本王就委屈一下。然后伊丽莎白鼓起勇气说道：“我可以答应你，但你必须告诉我。”乐平问道：“告诉啥？你究竟是不是真心？”可话说到了这里，后半句却说不出口。为了能产下超越位面的最强之子，女魔王竟然鼓起勇气向传说中的勇者表白，可话到了嘴边却说不出口。这时院子的外面突然有什么东西降落，原来是旺财回来了，并且还带回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乐平看见那女人受了很严重的伤，旺财做得好，得赶紧救治了。旺财听到主人的夸赞，愉快地摇起了尾巴。可这时后面却传来满屏无言的不爽。旺财察觉到危险，连忙回头，却看见女魔王伊丽莎白杀气外露：“臭狗，你又乱捡人回来哦！你是对本王的话不长记性对吗？”另一边，圣剑阿尔法逃出勇者的住所，来到了一片草地。现在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白，对现在的情况完全超出了理解范围。勇者违背设定，跟终极大魔王玩同居，搞不正当的关系，这都算了，他还制造出一件件能压制本大爷的武器灵。本大爷可是武器之王啊，在他那个家里面，我就像废铁一般，甚至被吓回了原形。我的存在是为了协助勇者斩杀大魔王的，但一切都变了。那我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难道我只配成为一把劈柴刀吗？究竟是谁把我创造出来的？不公平！为什么我不是乐平锻造的？勇者不讨伐魔王，那我岂不是失业了？不对，现在本大爷已经离开他们了，我一定可以重新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重拾自信的。然而就在这时，一声救命打断了他的思绪。只见一个衣着暴露的女人躺在草坪上请求帮助。阿尔法看出她也是武器灵，你的本体呢？再不回去本体，你很快就会消散了。器灵说道，我的本体被坏人打烂了，你可以帮我找到新的依附体吗？我真的需要你。这一刻阿尔法感觉自己恋爱了，他第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武器灵。器灵表示自己坚持不了多久，动作要快点了，但阿尔法一时半刻也找不到依附品给他。器灵解释还有个办法，就是暂时进入他的身体里。阿尔法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借助自己的魔力的确可以让他多挺一回。器灵还以为阿尔法上当，怎料这二货突然仰头大笑了起来。别以为本大爷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器灵闻言凶相毕露，心想自己虽然很虚弱，但对付这种小垃圾还是有胜算的。可这个二货却说，你是看出本大爷气宇不凡，所以才想要蹭蹭本大爷吧？也不瞒着你，本大爷正是传说中的圣剑阿尔法，所以也不是没办法，让你附身一下也是可以的，但只有你才可以哦，换别人我肯定决绝的。器灵这才知道眼前的这个家伙是一个白痴，不过也罢，暂且将就一下，等找到了更好的代替品就将他踢走。然后含情脉脉地对阿尔法说道，阿尔法大人，那请你过来我身边。阿尔法靠了过去，你想我怎么配合你？可话音刚落，器灵就搂住他的脖子，看着我的眼睛。阿尔法目不转睛地看着器灵的双峰，我有在看呢。然后呢？器灵有些无语，我说的眼睛，眼睛啊！阿尔法这才抬头表示歉意。这时器灵的双眼泛起紫光，仿佛是某种蛊惑的能力。告诉我，你对生活有什么怨念？阿尔法很快陷入其中，我的怨念当然是怪他们了，害我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器灵笑道，把身体交给我，我来帮你解决。阿尔法回答道，好的。得到宿主的同意，器灵轻而易举就进入了圣剑阿尔法的身体。这一刻他的身体被完全操控，嘿嘿，又可以继续去报仇了。只不过这副身体也太弱了吧，刚才这个白痴还说自己是什么圣剑来着。也罢，胜在这副身体的怨念跟我如出一辙，能使我的绝招威力变得更强。吸取上次的教训，这次就不硬碰硬了，避开那只拦路狗，然后找到机会给那个负心汉致命一击。曾经统治了勇者大陆15年的女魔王，如今却因为一个陌生女人的到来吃起了醋，甚至还爬上她的床，用傲人的双峰顶上去以示主权。本王警告你，是本王先来的。芝芝没听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伊丽莎白却说，等一下那个人说要和你做什么都好，你都必须拒绝，清楚了吗？这里一切都是属于本王的，包括那个人。芝芝感受到强大的压迫感，只能点头示意明白。这时传说中的勇者端着一碗面走进了房间，却意外撞见了两个女人不可描述的一幕。乐平先是震惊在原地3秒，然后装作什么都没看到一样，默默退出房间并关上了门。一个小插曲过后，三人来到了大厅谈话。乐平询问他是否遇到了魔兽袭击，才会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势。芝芝为了工会的声誉选择隐藏身份。实不相瞒，之前我正在追踪一名跟黑暗公会有关联的背叛者，但因为我自己过于自信，误判了对方的实力，以至于被重创受伤，所幸二位出手相救。乐平下意识瞄了一眼女魔王，心想又是黑暗公会。伊丽莎白也很诧异，艾米莉亚到底有没有好好办事？怎么还有这么多黑暗公会的角色在乱窜？然后他试探问了句，黑暗公会最近应该有所消停才对啊。芝芝表示不清楚，因为追踪背叛者几个月时间，他已经和公会失去了联系，对最近的事情都知之甚少。乐平闻言自我介绍了起来，我叫乐平，最近在尝试成为一名勇者去消灭黑暗公会。至于我身边的这位，他叫做小白，是我的室友。芝芝一听脸瞬间就红了起来，原来只是室友。伊丽莎白对乐平这个回答很不满意，怎么，你有意见吗？乐平连忙扯开话题，对了，在你受伤昏迷期间，是小白帮你换的这身衣服，并且用魔法进行了治疗。芝芝很诧异，身为5星魔尊巅峰的自己都不能自愈的伤，除非是精灵族族长级别的自愈魔法。他是精灵族的耳朵，不仅气势上能压制身为5星魔尊的我，而且还能使出超高级的治愈魔法，应该就是精灵族的某任族长。然后他询问乐平，你住的地方真别致，我周游过勇者大陆各个地方，都未曾见过有类似的风格，还有各种新奇的玩意。二位是一直隐居于此吗？乐平点头，可以这么说吧，我们的确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了。而女魔王则很不耐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芝芝心中思索，这两个人给人的感觉迥然不同，一个极善，一个极恶。矮人国的国王，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大臣，精灵公会的族长和长老，甚至是黑暗公会的马尔福。可以说勇者大陆的所有强者都与我剑圣公会有不少交集，但面前这两个人，我是真的没有任何印象。伊丽莎白不喜欢被人打量的感觉，喂，没事的话就赶紧离开这里，别弄脏我的家。芝芝愣了愣，这话让他的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乐平表示无所谓，我来打扫就行，何况别人是为了消灭黑暗公会而受伤的。伊丽莎白将头扭回一边，哼了一声，实际上就是对芝芝充满了醋味。芝芝起身鞠躬，您说的对，再次表示打搅了，而且我也得赶紧去追捕那家伙，否则整个勇者大陆都将会生灵涂炭。心想那个名为歹藏的武器灵甚至比马尔福都要强，难不成和
黑暗之海有关联吗？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现在除了我也没有人能阻止那家伙。随后芝芝心念一动，剑来，可现场却是一片死寂，没有丝毫魔力的波动。乐平更是一脸的茫然，剑来啥？芝芝再次集中精神在两指之上，剑来。可他不仅没有成功施法，反而遭到了反噬。为什么我的脑海里面一片空白，记不起一句剑诀？伊丽莎白淡淡解释，因为你的剑术已经被你体内的脏东西给夺走了，这就是你走捷径变强的代价。芝芝承认自己为了对付黑暗公会，不惜和黑暗之海签订了契约，现在他更是没有脸面留在这里脏了两位救命恩人的家。感谢二位出手相救，我现在就离开。可乐平却喊住了他，你应该也饿了吧？我给你煮了碗面，要不吃完再走吧。可失去剑术的芝芝已经没有心情吃东西了，留下一句我需要冷静一下便夺门而出。这时女魔王伊丽莎白拿起了面，算他识趣，这碗面是本王的，只有本王能吃。乐平恳求道，伊丽莎白呀，其实他也是为了对抗黑暗公会才落的这个境地，不如你出手帮帮他。伊丽莎白把头拧了过去，不要，要帮你自己帮个够。时间来到了晚上，芝芝一个人坐在草地上打坐，她回想起了自己与那欺凌战斗的画面，当时的她被击落后淹没进了流沙里，若不是怀中那颗幸运吊坠的运气加成，使她在千里之外的流沙里意外来到这个地方，最后被一只狗捡了回去，恐怕自己早已经死在了那里。仅仅只是一击，输得太彻底了。枉我还自以为登顶勇者大陆的实力巅峰，不会有虚弱的机会给黑暗之海反噬，我太自大了。这时乐平突然找了过来，你果然还没走远，我明白你的心情。曾经我有学习剑术的机会，却沉迷田园生活没有去学，现在想学却发现自己是个毫无天分的笨蛋，现在想拿起剑去消灭黑暗公会也无能为力。可芝芝却说，我所学的并不是一般剑术，那是我在游历到魔族古迹时机缘巧合下得到的魔王剑法残谱剑诀。乐平安慰道，虽然剑术没有了，但你的魔力不是还在吗？换个职业说不准更强呢。我认识的一个大叔也是这样。芝芝认为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失去剑术对他来说等同于失去了生命。乐平看了一眼星空叹气，在宇宙面前一切都多么微不足道，没有什么是不可失去的，从零开始，我们一起努力就行。此时伊丽莎白使用了高位魔法隐秘术在暗中观察，好你个混蛋乐平啊，跟别的女人说一起努力。乐平挥了一下树枝，这是我最近学习太极剑健身操得来的。芝芝愣了愣，他在勇者大陆从未听说过太极剑。乐平表示这是一种剑法，不需要魔力，不能杀敌，但却能修心养性。我们来交流一下吗？交流二字让伊丽莎白顿时蒙圈，甚至脑补了两人深度交流的画面，气得当场捏断了手上的筷子。乐平听出是伊丽莎白发出的声音，伊丽莎白见状也不再隐匿，直接现身在两人的面前。乐平笑道，嘿嘿，你出现在这里的话，意思就是你肯出手帮助了。伊丽莎白生起闷气，你忘记了跟本王的约定是不是？未经本王的允许，家里面所有东西都不能给人。乐平无奈道，我没给什么呀，面也被你吃了。伊丽莎白继续说道，所有东西也包括你，你所掌握的都只能用来服务本王，知道没？乐平表示知道，你肯帮忙说什么都行。只因传说中的勇者想和别的妹子交流，女魔王就脑补了他们深入交流的画面，她迫不得已现身在两人面前中断了对话，然后伸手抓向虚空，把周围的空间当成一块巨大幕布顺手掀开。芝芝当场就吓了一跳，当她再次睁眼，就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片虚无之地，这是踏入魔王阶的强者才能创造的空间领域。伊丽莎白表示自己会帮她，但芝芝很好奇她要怎么帮。伊丽莎白却说了句奇怪的话，那就是先把你彻底毁掉。在说话之间，她已经幻化出魔爪扫向了芝芝。芝芝想不明白，无冤无仇的，你为何要置我于死地？先是救了我，现在却又要杀我，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伊丽莎白没有任何的解释，只是继续发动魔爪去逼迫她使用体内的某种力量。果然芝芝的瞳孔中出现了黑暗之海的力量。伊丽莎白见状又加剧了魔爪的攻击威力，最后成功将她的四肢牢牢固定在半空。此刻芝芝已经面目狰狞，发了狂一样拼命挣脱。伊丽莎白看出了她压制不住，意识也开始混乱了，便直接驱使一只魔爪钻入了芝芝的体内，在各个器官内翻找那个寄居在她体内的脏东西，最后在肠子里抓住了一只紫色的虫子。整个过程过于痛苦，令她全身抽搐。很快那只魔爪将恶心的虫子取了出来，而芝芝短暂的昏迷了过去。伊丽莎白审问那只虫子，你是怎么窜到本王的位面来的？那虫子没有回答，只是不断挣扎着。伊丽莎白又继续审问，黑暗公会那边跟你们有什么关系？那虫子一边挣扎着一边埋怨，要不是你，见他磨磨唧唧的。伊丽莎白直接捏碎了它，算了，好像也没怎么重要呢。可虫子死后，芝芝却出现异动，无寄居于乳身体内，可作为魔力来源供乳所用，助乳突破至魔王阶。但乳每次虚弱之时，无即可夺走乳一样东西，而倘若无之本体被毁，则乳之身体将无所用。契约的内容你早就已经知道的呀。伊丽莎白，你这个违反约定的无耻之徒。伊丽莎白回想了一下，好像自己遗忘了一些不重要的人和事。大概在500年前，伊丽莎白当时还没突破魔王阶，但为了迎接传说中的勇者挑战，她必须尽快更进一步。可这时却传来了一个蛊惑的声音，我可以帮你变强。伊丽莎白询问他是谁，是如何闯入本王的修炼场的。那声音自称是黑暗之海的领主阿萨托斯。我怎么进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帮你变强。伊丽莎白便问他打算怎么帮。阿萨托斯表示，只要你接受我的力量，让我寄居于你体内即可，我的混沌之力可以帮助你突破到魔王阶，这样你就不用惧怕那个传说中的勇者了。伊丽莎白眼中显现出一个五角星，然后开始接受了阿萨托斯的混沌之力。可在接受完之后，却又把他的本体抓住。阿萨托斯后知后觉，你是故意配合我来窥探我的世界吗？那我说直白点吧，只要让我寄居于你体内，我的混沌之力可以助
术你立即突破到魔王阶，而你的实力足以完全压制我，我根本就威胁不了你，难道不是吗？伊丽莎白早就看穿他的伎俩了，所以你就想等传说中的勇者跟本王对决之时，再趁机夺走本王的一切，对吧？阿萨托斯说道。虽然你刚才只是短暂接触了我的混沌之力，但契约可是已经生成了，如果现在才拒绝我的话，你可是很吃亏的。伊丽莎白早有预料，所以本王在窥探你的世界之时，就已经把那边相当数量的混沌之力吸收了起来。那些混沌之力就跟你的宇宙一样贫瘠，只适合蛊惑弱者罢了。阿萨托斯被丢入熔浆之中，你想对我干什么？契约已经生成，你这样会遭到反噬的。伊丽莎白说道。本王把你封印在这里，然后靠自己的实力突破到魔王阶，再把吸收的混沌之力彻底消化成自己的魔力，这样契约不就失效了吗？就这样，阿萨托斯被封印了起来。伊丽莎白，你这个无耻之徒，可恶啊！居然一来就被算计了。伊丽莎白回想起自己曾把黑暗之海的领主封印起来，而如今操纵芝芝身体的只是其中一个分身的意识。伊丽莎白都快忘记她的本体被自己封印了500年。阿萨托斯认为之前被他算计，是因为没有宿主发挥不了真正的实力，而现在这个宿主掌握了最顶尖的剑术，再集合自己的混沌之力，威力肯定难以想象。说罢，他伸出后背的4对手臂，聚合出混沌灭世之矢，向着伊丽莎白砸了过去。可伊丽莎白只是站在原地，一道气场将那股力量隔绝在外。阿萨托斯很诧异，为什么连格挡都没有，剑招就会自动消散了？伊丽莎白这才解释道，因为你口中的最强剑术乃本王所创，又怎么可能伤到了本王呢？只不过最强剑术的称号现在已经是过去式了。阿萨托斯觉得不可思议，自己与宿主的实力加在一起已经达到2星魔王，但还是打不过。实际上伊丽莎白是7星魔神级，和他相差不只是一个大魔阶了。阿萨托斯打算先逃离这里，然后去解开自己本体的封印，可伊丽莎白怎会轻易放他离开，直接伸出魔爪抓住了他的衣服。阿萨托斯连忙撕裂了衣服挣脱了魔爪，可这时又是一只魔爪伸来，直接抓住了他的身体。可恶，在这个境界里面，空间是随他操控的，但你又能拿我怎么样？除非把我连同这个宿主一起杀了吧，否则任何魔法都不可能驱除我。可他的话音刚落，一碗面汤却迎面洒向了阿萨托斯。杀你当然简单，本王只是不想输给外面那个人，面汤就赏你好了。阿萨托斯还以为对方要羞辱自己，臭女人，我堂堂黑暗之海领主。可话还没说完，他就感觉到汤面有着强大的能量渗入到每个细胞之中来剥离自己的混沌之力。随着他一声声的惨叫，所有混沌之力都剥离了芝芝的身体，然后集中飘到在了碗里去。伊丽莎白叹气，绕了一大圈，还是用了他的东西来解决，到头来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内。本王实在太弱了，可恶！在一切结束后，伊丽莎白抱着一丝不挂的芝芝走出了空间。乐平连忙捂住了眼睛，但鼻血还是止不住的流。第二天，气灵控制着阿尔法的身体来到了乐平的家，可当来到门口时，却又刹停在了原地。怎么又是那个家伙啊？只见一只电子宠物狗看守在门口的前方，气灵趁旺财没发现，立马又逃离了现场。此时旺财的后背弹飞出一枚小螺丝，都怪那个凶女人，上次被他揍完之后，这副机体就开始不停报错，他怎么又变强了？凶女人学了主人的太极境界之后实力大增，幸好本王把柜子里的备用机体放出来，启动了看家模式。不行啊，数据上云端的搭建要加快了，不然哪天芯片就被他给毁了。它明明是一只陪伴主人的电子宠物狗，如今却成为人人都望而生畏的看门狗。哪怕是积攒500年怨气的武器灵看见了也都赶紧掉头，但是他明明已经完全绕到了另一边，却还是看见那只狗出现在这边。实际上旺财只是在主人家附近开启了备用基站岗位，而气灵以为那只狗一早就发现了他，所以才故意这样耍他。于是他干脆变成了阿尔法圣剑的模样，哪怕粉身碎骨也冲进院子里咬乐平一口肉。然而旺财的眼中却出现了扫描的字样，识别主人的工具第9999号，危险程度地级。原来阿尔法的模样早已被旺财录入了白名单。于是在气灵冲过来拼命的同时，狗头上弹出了一块欢迎回家的字样。就这样，气灵终于回到了自己离开500年的家，看见屋檐上的一砖一瓦，看见那棵熟悉的大树，仿佛一切又回到了500年前。我终于回来了，我出生的地方，原来它是500年前的某天。乐平精心锻造出来的劈柴斧，乐平对于他来说是主人，更是父亲，真扎实啊！以后你就叫做大壮吧。往后的日子里，乐平都会用大壮来劈柴，每次使用时都能让大壮吸取经验，从而成长。可就在某天，乐平外出劈柴时，突然下起了雨，他一心赶着回家，从而忘记了大壮还在地上。就这样，大壮被永远遗弃在了山林。500年过去，大壮也已经是锈迹斑斑，气灵更是因为怨恨变得堕落。某天，剑圣公会的府长老正在和黑暗公会的人来往，他们给了府长老一瓶黑暗公会的新药剂，表示只要喝了就能变强。而府长老基于对咒术文豪的信任，二话不说就直接把药剂灌了。喝完之后，他的确感受到了源源不绝的力量涌出来，可这时的大壮却散发出更恐怖的力量，甚至一瞬间就把黑暗公会的使徒全部杀掉。府长老慌了，因为他完全察觉不到魔力，还以为是会长那个老女人来了。可是他很快发现，这些魔力是附近的一把斧头散发出来的。府长老跪在地上询问，敢问前辈是何人？大壮自我命名为歹藏，然后询问府长老需不需要力量，自己可以满足他。回忆到此结束。大壮没想到自己积攒了500年的仇恨，回来后第一时间想的居然不是报仇，而是怀念过去。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大壮立马变回了阿尔法圣剑的模样，而乐平看见阿尔法的模样便询问，你回来了？大壮还以为乐平认出了他，他还认得我吗？乐平接着说道，阿尔法，你昨天奇奇怪怪的玩消失，我刚才还正愁着怎么劈柴呢。大壮心中暗骂，怪不得这家伙的怨念跟我如此契合，原
原来就是他取代了我的位置。可当乐平抓住剑柄的时候，大壮却全身颤抖起来，那是一种兴奋到极致的感觉。这该死的熟悉感让他的脸像是火烧一样红。当勇者挥剑劈柴的时候，他更是兴奋到不停的抖动。哪怕已经过去了500年，大壮也还是难以忘怀跟主人一起劈柴的快乐。这时乐平听到了一声呻吟，还以为是阿尔法发出来的。不管了，今天我感觉跟你特别搭呢，来大干一番吧。说着又劈开了一块木头。大壮此刻扭曲着腰肢，就是这样，请尽情使用大壮吧。就这样，乐平劈开了一块又一块的木头。我之前做过几把斧头都找不回这种劈柴手感，但今天我用你劈柴就好像以前用大壮的时候一样，非常畅快。大壮闻言流下了幸福的泪水。原来主人一直没有忘记我，有这个答案，一切都释怀了。这一刻，大壮积攒了500年的怨恨终于消散。乐平叹气，要不是结界没了，外面变化太大，我都想去把大壮找回来呢。这是最后一次跟你劈柴了。大壮微笑着，是的，这是最后一次了。大壮的本体已经没了，不可能再陪主人你一起劈柴。支撑我灵魂维持到现在的是500年累积下来的怨念，但见到主人你之后，我却一点也恨不下去。现在怨念尽散，那我也该消失了。乐平对着阿尔法说话，不要闹情绪了，之后我会重新做一把合适的斧头。阿尔法以后好好履行圣剑的职责，跟我一起出去冒险就行。说完这些，乐平就扛着劈好的柴木去煮饭了。在乐平走后，阿尔法圣剑幻化出了气灵的状态。这一刻的他身上散发的不再是大壮的怨念，而是他自己对乐平的。你们倒好，这就和解了。那老子呢？与此同时，在屋内，女魔王正在询问芝芝为何会他的剑术。芝芝也不敢隐瞒，这要从100多年前说起。那时候黑暗公会开始崛起，在勇者大陆到处抓捕不同种族的人做活体实验。那时候有实力的大家都选择自保，没有人敢出来带头对抗。而刚刚创立了自己公会的我，只好一个人来到了魔域搜集情报。但很快我的行踪就暴露了，黑暗公会派出大量的使徒来追杀我。那时的我才刚刚晋升至魔宗阶，面对上100个使徒的围攻，只能边战边逃。慌乱之间被击中，掉入了深渊之中。可没想到的是，深渊之下竟然有一个被岩浆围绕的魔族古迹。当时重伤的我在意识迷糊之际，看到了伊丽莎白大人你曾经在这里修炼时留下的魔王剑法残影。哪怕只是遗留下来的残影，我仅仅用手指模仿一下，对剑术的理解就顿感开窍，并立即从周围的环境中吸取能量。就这样，我在这个地心修炼场钻研了整整3个月，直到所有残影都消失不见。只可惜我天资有限，掌握到的只能算是一些残朴剑招，但对我来说却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3个月的时间里就晋升到了3星魔尊阶，但机会只有一次，魔王的残影以后都不可能再遇到，那就意味着我这辈子的极限就已经确定。然而在我困惑之际，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那声音便是黑暗之海的领主阿萨托斯。这时乐平端着饭菜走了进来。然后呢？芝芝回答道。然后为了提升实力，便让他寄居在我的体内。同时心想，乐平先生就是传说中的勇者，他现在是在拷问我吗？毕竟我接受过黑暗之海的力量。这是一份由勇者烹饪出来的地狱咖喱，哪怕是7星魔神阶的女魔王也抵挡不住这个辣味。现在她更是当众展示了自己精湛的刀工，把手上的冰晶洋葱瞬间切成了无数碎渣。这一幕震撼了剑圣公会的会长，在手掌上就能使出微尘斩。他居然还说自己不懂剑术。随着乐平手上的洋葱碎屑散落，一碗完美的地狱咖喱饭就此大功告成。乐平客气地递上一碗咖喱饭，芝芝小姐，你也来尝尝。芝芝很诧异，我吗？我真的也可以吃吗？可当他准备接过饭碗的时候，女魔王伊丽莎白却喊住了他，你想清楚再吃，因为只能够3选1。说罢，伊丽莎白一挥手，把咖喱饭和太极剑谱还有一把菜刀都飘在了半空。看在你是为了对付黑暗公会，又跟本王有些缘分，本王就赐予你3选1，一整锅咖喱，乐平的菜刀，一本剑谱。乐平愣住了，那个伊丽莎白，我插句话，咖喱当然没问题，剑谱也无所谓，但那把菜刀我可没说送人啊。伊丽莎白让他闭嘴，这是本王对他的测试和考验，这种游戏可不是你的专属，本王也要玩。芝芝闻言后顿悟，现在是2位传说中的人物对我的测试，而答案就隐藏在他们刚刚的对话之中。这一锅咖喱散发出巨大的魔法能量，只要我吃下，马上就能晋升至魔王阶2星。但刚才魔王故意在我面前品尝过，暗示他这个程度也承受不了，那我这种凡人岂能承受？至于这把菜刀，是这片大陆上为数不多的强大武器，勇者大人刚才也暗示了他并不想送出这把刀，是知道我根本驾驭不了。那如果咖喱和菜刀这2样都不能选的话，那剩下的就是这本深不可测的太极剑谱了。想到这里，他不自信地回答道，伊丽莎白大人，我选剑谱。可话音刚落，房门就突然被暴力推开，阿尔法杀气腾腾地冲向众人，老子怨得很啊，现在就要把你们全部杀掉。然而这熟悉的怨气和大壮如出一辙，芝芝还以为是对方追杀了过来。勇者大人，我自己惹的麻烦我自己解决，先借你菜刀一用。可当芝芝握住了菜刀之后，那附体在菜刀上的气灵却突然现身，好强大的压迫感，是境界，菜刀里面居然蕴含境界。下一刻，芝芝的身体变得干瘪，体内的能量被菜刀瞬间吸干，很快芝芝晕死了过去。整个过程不过是眨眼之间，但他手上的菜刀却被甩飞了出去，并且劈向了阿尔法。这一刻，阿尔法大脑一片空白，我要干什么来着？只见菜刀从阿尔法的身体中央穿过，当场就把他的本体劈成了2半。接着菜刀又继而在屋内转了一圈，最后鬼使神差地落回到乐平的手上。看着变成干尸的芝芝，还有地上分成2半的圣剑，此刻乐平只感觉天都塌了。没想到实力达至魔王阶的黄金龙王也会失手，被黑暗公会重创化成了一颗龙蛋。这样的保命技能可以抵挡任何的攻击和魔法。然而马尔福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杀掉艾米莉亚，他伸出触手将
将那颗金蛋缠绕起来，然后开始像蛇口一样慢慢将其吞进去，最后将艾米莉亚排进了孵化容器内。当艾米莉亚成为养料后，容器内的女魔王复制体发出璀璨的光芒，同时马尔福的身体变得更加年轻。魔王街就是不一样，感觉太棒了，要是再多一点，主人马上就能完整的复活。这时紫色虫子却飞了过来，嘲笑黑暗公会怎么变得这副惨状。达高呢？他跟我的联系消失了。只见那群紫色虫子汇聚成泰戈尔的模样。马尔福表示抱歉，达高他为了保护公会已经牺牲了。泰戈尔猜测马尔福是借敌人之手杀死达高，来拔掉自己安插在他身边的眼线。他又继续询问，你这个模样是研究有新突破了吗？马尔福笑道，只是恰好收集到合适的素材罢了。你刻意来找我有何贵干呢？泰戈尔表示这副躯体的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再用了，想要向他要一副新的，但没想到这里已经变成废墟。巨熊公会的会长询问一旁的24号，那个人是谁？24号回答道，他跟达高副会长一样来自黑暗之海，同时也是会长在外面的代理人。这个人跟达高副会长一样，都是阿萨托斯众多意识分身之一。至于黑暗之海并不是我们这个位面的，是另一个混沌宇宙，所以他们没有固定的形态，必须寄生在别的躯体上才能在我们这里生存。露丝贝德很奇怪会长为何要跟他们合作，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24号也不清楚他们的目的，只知道黑暗齿轮就是靠他们的混沌之力做出来的。泰戈尔对马尔福说道，现在外面突然冒出了卡牌工会、博斯特镇的猛兽帮，拿下矮人国和亚里士多德王国的计划要暂时搁置。马尔福回答道，那也没办法，我这边培育出来的使徒也被全灭了，我们就先蛰伏一段时间吧。泰戈尔又问起重新培育一副魔尊级的躯体需要多少时间，马尔福表示这个很难办到，这里已经变成废墟，所有实验体都被毁掉，你在外面应该蛊惑了不少强者，包括剑圣公会的剑圣。泰戈尔当然不信，少装算了，现在的你别说魔尊，就算是魔王阶你都分分钟可以弄出来，要不干脆点，把你的培养舱里面的伊丽莎白复制体给我用好了。这般轻蔑的话瞬间惹怒了马尔福，你敢再冒犯主人一句，我立刻就杀掉你。这般恐怖的杀意，哪怕是巨熊公会会长也被压制得无法站立。露丝贝德也跪在了地上，同时心中惊讶，这才是会长的真正实力吗？500年前没能挽留住女魔王的人族王子，如今却变成了身体插满导管的怪物。曾经的他用毕生时间去研究女魔王的复制品，可他却是大陆上寿命最短的人族，若不能突破到魔尊巅峰，就很快会老死。这时一个蛊惑的声音突然从虚空中传来，无名阿萨托斯，来自黑暗之海，跟我合作帮你变强。果然在混沌之力的加持下，马尔福的研究成功突破了瓶颈，将试验的小白鼠培育成更强大的生命体。马尔福表示，只要大量生产这种黑暗齿轮，那魔力供给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而阿萨托斯的混沌之力又是无限的，配合马尔福制造的躯体简直是无懈可击。就这样，他们俩一起制造出了上万个生命体，但马尔福却一直不肯接受阿萨托斯的混沌之力。马尔福解释自己不追求实力，也对统治世界不感兴趣，接下来的研究也不需要跟他交代。阿萨托斯知道马尔福一直提防着自己，不能把计划都压在他身上，必须分开下注，在其他的势力里也要物色出可以制衡他的对象。于是他安排了另一个意识分身达高，以一起管理黑暗公会为理由安插在马尔福的身边。马尔福表示无所谓，使徒的培育会一直给他安排的。画面转回到现在，马尔福已经不再受限于阿萨托斯，听见他冒犯自己的女魔王，更是当场起了杀意。阿萨托斯连忙改口，只是开个玩笑，但实际上他知道马尔福迟早脱离自己的控制，所以伊丽莎白的情报暂时还不能告诉他，可以留着当做交易的筹码。至于本体的复活，也必须加快推进了。待阿萨托斯离开后，马尔福这才趴在培养皿上舔舐着外壁，主人，我的主人，很快您就可以以更完美的姿态重新回到维斯马尔福的身边了。另一边，乐平通过伊丽莎白开启的传送门来到了博斯特镇，这一次他是特地来找安妮做心理辅导复查的。然而就在他推开教堂的门后，却看见了那天在大街上欺负安妮的猪头人。乐平一脚踹飞大门闯了进来，瞬间惊动了正在干活的猪头人。这一次乐平不再退缩，正准备与猪头人决一死战的时候，安妮却突然打了声招呼，乐平哥哥，你怎么来了？听到安妮的声音，那猪头人立马笑盈盈地冲了上去，大姐头，您验收一下俺们兄弟的工作，特别是您之前说地板的那些顽固污迹。一旁的乐平愣在原地，你们在大扫除啊？我还以为。安妮一脸茫然，乐平哥哥你还以为什么？乐平连忙扯开话题，我说安妮你好像长高了。安妮点头，正如伊丽莎白姐姐所说，自从把魔力都收回来之后，我不仅魔阶跃升，个子也长高了。乐平很疑惑，猛兽帮的人之前都在跟你收保护费，怎么突然又变成了你的小弟？安妮表示自己也很无奈，都是上周才发生的事情，因为猛兽帮出现了些情况，也导致博斯特镇损毁严重，他们的老大变成了黑暗公会的使徒，失去了理智，就连亲弟弟都认不出来。这个时候泰戈尔却在上空记录着一切，比起人族和精灵族，兽人族会更容易获得筑魔级的实力，可惜很难保持理性，只能沦为一般的杀戮机器，不太适合作为寄生的躯体。原来兽人族接受黑暗齿轮的力量后更容易成为筑魔，但是他们很难保持理智，哪怕是亲弟弟站在面前，也丝毫没有留手的意思。不过好在有安妮的守护之熊替猪头人挡下了这一击，接着他又一次性把4种不同的布偶召唤了出来，为守护城镇，他们经历了一整晚的大战，而那头筑魔级实力的猪头人也已经被揍成了残废。安妮操控布偶将他身上的4颗黑暗齿轮强行拔了出来，只可惜在拔出齿轮后，猪头人的肉身也跟着一起迅速溶解，最后
后甚至化成了一副白骨，亲眼目睹大哥死去的猪头人不停啜泣。但安妮也已经尽力，因为她还做不到单独净化体内的奇怪魔力。然而安妮的吉姆级血脉引起了泰戈尔的注意，因为这个血脉的人早就死绝了。他放出一只虫子，企图近距离观察一下安妮，却不曾想安妮回头一个瞪眼，就直接粉碎了那只虫子。可当安妮向天空望去的时候，她的身影早已经消失不见。不过安妮还是感受到了跟她眼睛一样的魔力，只要抓住那个神秘人之后，肯定会有自己之前记忆的线索。安妮话锋一转，询问起乐平此番前来是不是有什么事。乐平有些难为情，因为这一次过来就是为了看看安妮康复的怎么样。安妮表示自己已经彻底的走出来了，也正如伊丽莎白姐姐说的，我要用这份吉姆级血脉的力量为世界和平出一分力。乐平微笑道，真好，我就知道交给你们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说来惭愧，现在伊丽莎白她对外面不管不顾，非要说让我来把世界挽回到正规。如果真要我这个所谓传说中的勇者出手的话，恐怕要把一切都搞砸了。这番话倒是吓到了安妮，她甚至还自行脑补了乐平说的话，这个世界在我面前太脆弱了，如果你们这些凡人连个小小黑暗公会都对付不了，要我出手的话，那我就只好将这个世界彻底重构。安妮感受到恐怖的境界，也过度解读了他说的话，意思是办不好的话，所有人都要死吗？乐平继续说道，伊丽莎白她夸奖过你的魔力天赋，你不仅有能力，心底又善良，勇者大陆的和平就应该交给像你这样的人。然而乐平的夸赞在安妮眼中变成了这样，我赐予你的这份力量，用来消灭黑暗公会是绰绰有余的了。随后乐平又打开一大袋水果，上次预定好的，收成的时候我会定期给你带上一些水果，所以你在这边要加油呀。安妮点点头，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辜负你们的信任，博斯特镇就由我来守护吧。乐平闻言也放下心来，可以去履行跟伊丽莎白达成的统治世界的约定了。安妮一听立马来了精神，意思是传说中的勇者还是要亲自出手吗？乐平解释道，不是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其实终极目的都是追求和平嘛，要达成这个目的，在伊丽莎白看来是统治世界即可，但我跟伊丽莎白不同，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安妮吞了一下口水，正想认真听听是哪种方式的时候，却没想到乐平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特地来请教自己的。这是勇者大陆各大势力的分布图，黑暗公会在魔域那边以独爪地带作为隔绝，而剑圣公会、精灵部落和亚里士多德王国则分别是大陆三大势力。矮人国更多是以辅助的角色存在，但因为武器的供应需求，剑圣公会也会为矮人国提供保护。三大势力里面以剑圣公会会长之之的实力最为强大。亚里士多德王国是以科技和魔法融合著称的超级王国，但10年前就开始关闭国门了。精灵王国虽然也封闭，但他们还是允许族人适度跟外界来往的。剑圣公会是后起之秀，却成为最强的存在，很多城镇都投靠到了他们的势力之下寻求庇护，因此让其余两大势力都很不满。明面上大家都处于和平关系，但实际上他们也乐于看到黑暗公会的活跃，以此来牵制剑圣公会。而我所在的博斯特镇属于中立，所以这次使徒化事件没有人来帮忙。乐平听到剑圣本尊的名字后总感觉很耳熟，但一时三刻又想不起来。真正的和平并不是单单消灭黑暗公会就能完事，如果三大势力的矛盾不解决，就算黑暗公会没了，他们也会出现恶斗。伊丽莎白曾以绝对的实力来镇压所有人，但我只能通过游说的方式来联合各个势力，让他们一起在对抗黑暗公会的过程中达成一个真正的联盟。所以黑暗公会的危机可以转变成契机，一个让勇者大陆在没有共同敌人的前提下也能长治久安。但具体要怎么说服个大势力，还是要出去走走见识一下才知道了。这也是我目前唯一想到和伊丽莎白不同的方式了。然而这最后的一句话让安妮联想到了一场赌局，一场勇者和魔王之间的赌局。500年前，伊丽莎白姐姐用统治世界的方式实现了和平，简单、直接、高效，但缺点就是当她不在的时候，纷争就会重现，世界又重新陷入混乱。500年后，乐平哥哥则是秉承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他要让我们这些凡人自己主动去实现和平，所以他才决定在勇者大陆走访，顺便看看有哪些人是值得他帮助的，就跟上次在黄金龙的宝藏副本一样。而我，乐平哥哥他培养我的目的，就是要我成为他宏大计划中的一枚棋子，在博斯特镇这里成为一方牵制的新势力。但实力的膨胀可能会使人忘掉初心，要是我以后不再符合乐平哥哥的核心价值路线的话，我同样会被清除掉。乐平打断了安妮的思绪，你在想什么这么入神呢？你可以再跟我说说，那个以科技和魔法著称的亚里士多德王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安妮表示不太清楚，不过书籍上记载过，他们用很少量的魔法就能驱动城堡一样大的钢铁巨人。乐平思索片刻，现在剑圣公会算是有点交集了，那接下来就把亚里士多德王国定为第一站吧。可安妮却让乐平先去精灵王国，因为亚里士多德还在关闭国门，而且最近有一个被剑圣公会认可的新公会也去了精灵部落。只因传说中的勇者送出一副扑克，男人便创建了卡牌公会，成为一方霸主。如今他带领女儿重回精灵部落，只为能见妻子一面，但要进入精灵部落就要先经过被称为植物炼狱的试炼场。于是父女俩二话不说，使用了威力最小的扑克飞刀斩杀2株守门的食人花。博斯表示这只是最外围，越往里面植物的危险度就越高。而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一个小丑的人影躲在了暗处，偷偷观察着他们。伊利弗忍不住询问，出发前剑圣公会都已经打过招呼，
但为什么他们还故意摆出这么多守卫之物来刁难我们？博斯回答道：外族之人，只有强者才能踏入精灵部落，他们在测试我们卡牌公会的实力。他的话音刚落，前方泥土突然裂开，一株10多米高的巨型豌豆破土而出，挡住了父女俩的去路。博斯认出这株植物是5型豌豆，应该是试炼的最后一关。与此同时，5型豌豆开始疯狂输出，喷射出陨石般大小的豌豆。他们踏牌滑行，以扑克为武器展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豌豆。随后两人分别站在了5型豌豆的侧面，同时使用了组合技能交叉分牌，瞬间斩杀了这只5型豌豆。伊利弗哼了一声，最后一关的守护兽好像也就那样。博斯让女儿别掉以轻心，这可是5型豌豆。果然，那豌豆被切掉的窗口开始蠕动，然后从里面生长出一颗全新的脑袋，并且还分裂出4个不同方向的嘴巴。但是这似乎不是它分裂的极限。博斯连忙用扑克制造了一个护臂，伊利弗立即筑起牌遁到爸爸身后来。下一刻，无数颗豌豆脑袋疯狂喷射，豌豆粒密密麻麻，没有一点死角。在射出一段距离后，又主动爆开，化成漫天的尖刺，向着4面8方刺去。不过这种级别的攻击还是无法打破伊利弗他们的牌遁，而他们自身也会受到尖刺的无差别攻击。但尖刺在扎入他们身体后，会被重新吸收成为新的能量。随着5型豌豆的这一波攻势结束，伊利弗身上也不可避免出现了伤口。博斯连忙发出红桃牌，伤口可能有毒液，让爸爸来处理。只见一套红桃顺子划过伊利弗的窗面，他的伤口瞬间得到了愈合。但此时的5型豌豆却停止了攻击，同时身体上隆起了几个巨大的肉瘤。很快，肉瘤的表皮被破开，4颗颜色各异的豌豆脑袋从里面伸展出来。原来剧毒、火焰、寒冰、绿植、水银，这才是5型豌豆的真正形态。5种属性混合，就能释放出全属性的魔法，无论是谁都会被克制，这才是它的恐怖之处。虽然博斯上一次亲眼见到剑圣大人一瞬间解决了他，但30年过去，这家伙好像也变得更强了。缠斗越久，这家伙就更能针对我们。动用宝具卡牌吧。伊利弗还以为父亲要用他目前最强的10炸，可博斯表示对付属性魔法的对手，用3炸召唤神圣小法师就已经足够了。没想到5型豌豆的脑袋被切除之后，会重新生长出5种不同属性的脑袋。正当博斯想以3炸召唤神圣小法师对抗的时候，一支箭矢却射了过来，打断了两人，而且箭矢的尾端还盛开出一朵花，仿佛是精灵族的某种指令，令那5型豌豆心生惧意，迅速收起了5颗脑袋和藤蔓，慌张地钻入了泥土之中。此刻伊利弗感受到一股熟悉的魔法，博斯解释那是他体内有着精灵族的血脉。随后一个精灵族的女人虚影飘了过来，脸上的面纱令人看不清她的容貌，温柔地说了一声进去吧。说完，她的虚影便化为点点星光随风散去，同时地上的箭矢也已经枯萎凋谢。博斯对女儿说道，他们果然一直在观察我们的战斗，我们得到认可了。可伊利弗却很疑惑，如果妈妈她在部落里面，为何不出来迎接我们？博斯解释道，精灵族等级森严，关系复杂，你妈妈当初为了保护我们，选择自己回到圣地16年了，我相信你妈妈的爱是不会变的，至于真相为何，就由我们自己进去寻找吧。随后父女俩进入了精灵族生活的区域，一路上还被不少纯种的精灵族人嘲笑，居然是人族，还有一个杂交的，听说是代表剑圣公会来的，肯定有事求我们精灵族吧。果然是低等的种族，感觉他们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伊利弗很难受，爸爸，为什么我感觉他们的敌意很大？博斯让女儿不必在意，因为这里大部分的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精灵部落，所以他们对外界的人比较戒备。伊利弗还是不能理解，外面的高级公会里面也有不少精灵族吧，既然精灵族那么好，为何他们还要出去呢？博斯解释道，精灵族内部也是存在血统的鄙视链的，部落围绕住中间巨大的神树进行分布，越是靠近里面，精灵族的血统等级就越高，分配到的资源也越多。一般离开精灵部落的都是血统等级比较低但又稍有能力的外围族人，因为精灵族的天赋擅长稀有的植物魔法和弓箭术，在这里他们一辈子都只能是外围的低级族人，而去到外面就成为工会争相吸纳的人才。当然也有例外的。正当伊利弗想要继续询问下去的时候，缭绕着一团圣洁光芒的身影突然降临在面前，那是一个骑着白鹿的精灵族女人。我乃精灵部落的大将军布兰切特，由我带你们去圣地，跟我来吧。也不等两人反应，布兰切特直接骑着白鹿一跃上了半空。伊利弗吐槽这女人真高冷，博斯提醒道，越到里面越要慎言。随后两人踏牌飞行向精灵圣地进发，或许你妈妈就在里面等我们。布兰切特在前面开路，博斯和伊利弗则在后面追赶。伊利弗发现身后的大树在自动闭合，好像是在让路一样。博斯解释这是部落的守卫结界，如果没有高级精灵族带路，他们会把闯入者牢牢困死在树林迷宫之中。在3人穿过茫茫的树林之后，一棵大如山岳的精灵神树屹立在眼前，一眼望去甚至看不到全部容貌。时隔30年的博斯终于再次来到了精灵部落，但这一次的到访，他特地带上女儿一起来见多年未见的妻子。30年前的博斯还只是剑圣公会里的一个19岁成员。那天一个年轻的精灵族女孩因为控制不住圣兽坐骑在镇子上乱窜，刚好在这里待命的博斯则抛出了一把佩剑，插在圣兽的面前挡住了去路，同时
时他纵身一跃，跳到了那个女孩的后背，帮她控制住了那头圣兽。女孩一眼便相中了这个帅气的小伙，而博斯也乘胜追击，带着女孩登上了半空，穿过茫茫树林，来到精灵部落的内围。女孩整个过程不敢睁开眼睛，只求博斯快点回到地面里去。博斯也没想到这个高级精灵族的妹子这么的胆小。女孩表示父王和姐姐们也是这么说的，但自己就是害怕才一直学不会。为此博斯撒了个谎，指了指地面，喂，你看，你父王来找你了。这立马吓得妹子看了过去，你赶紧躲起来，圣兽是不允许外人骑的，要是被父王看到，就算你是剑圣公会的人也是要受罚的。博斯忍不住大笑，我骗你的啦。女孩有些生气，你怎么可以骗人？博斯说道，但你这样不就睁开眼睛了吗？你看是不是很漂亮？女孩看着神树有些入神，好漂亮，从来没有人带我上来过。博斯闻言立马表示还可以玩得更加刺激点。随后他带着女孩来到了圣树的树冠上面玩耍，两个人虽然是第一次认识，但是很快就彼此爱上了对方。他们的爱情跨越了种族的界限，这或许就是初见之爱吧。博斯表示那些高层正在闭门会谈，没有3-5天不会出现的，所以尼奇塔你就尽管放心玩吧。尼奇塔很羡慕博斯，你身上散发的味道是纯粹的快乐，没有一丝焦虑的气息，我也想跟你一样自由生活，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博斯闻言来了兴趣，我带你去看就是，别看我才刚刚加入剑圣公会，但我已经被人称为铁胆博斯的优秀新人了。尼奇塔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真的吗？你可以带我出去吗？博斯没想到尼奇塔当真了，当然是真的，但你可是高级精灵，你在部落里面的生活比我在外面要好很多，为什么要逃离这里呢？尼奇塔眼中闪过一丝无奈，这里所谓的美好其实都是枷锁。族长的选举马上就要举行了，好几位叔叔想联手取代父王的位置，而父王想要稳固他的支持，就把我送给了其中一位叔叔。博斯打断了他，不愿再听下去。不用说了，我明天就去拿工会的传送卷轴带你走，但这就意味着我们同时得罪了精灵部落和剑圣公会，以后都只能隐居起来过平凡的生活，你愿意吗？然而这平凡的生活恰恰是尼奇塔想要的，为此他们在神树上度过了一个呼吸声仓促的夜晚。精灵部落的3大族长终于现身了，但拥有精灵血脉的伊利弗见到他们却有股反胃的感觉。就在几分钟前，部落的大将军在前面为两人开路，最后直接穿过了精灵神树的结界。父女俩见状也跟了上去，但里面除了一棵大树，周围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地。而布兰切特完成任务的第一件事就是汇报族长，博斯也跟着上前鞠躬，向3位族长郑重地行了个礼，但中间那位埃尔隆德族长却没有任何回应。阿瓦瑞族长笑道，上次见你，你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呢。维尔坦族长则直接问起重点，你这次代表剑圣公会来拉我们入伙对吧？博斯说道，准确来说，是我的卡牌公会已经和剑圣公会达成共识，组建讨伐黑暗公会的勇者联盟，这次来是特意邀请精灵部落加入的，但剑圣失踪的这件事他们早就知道了。反问起博斯缺少了如此重要的战力，再组建这个联盟又有什么意义？博斯解释道，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请求，就是想拜托几位发动植物魔法，让树木和昆虫一起帮忙寻找剑圣的踪迹。剑圣大人只差一步就突破到魔王阶，他是绝不可能陨落的。埃尔隆德族长，你跟剑圣大人是旧交，你应该很清楚他的实力。但埃尔隆德却全程沉默。阿瓦瑞问道，但要发动精灵部落之外的所有植物，如此庞大的魔法，我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们又能提供什么给我们作为补偿呢？伊利弗有些生气，现在已经不是计较个人得失的时候了，如果不尽快找回剑圣大人，黑暗公会的势力迟早也会染指到你们这里。唇亡齿寒的道理难道你们不懂吗？维尔坦不动声色地发动了魔法。野丫头，那必须是建立在双方对等的状态下，要跟我们精灵族唇齿相依，你得先有那个资格。只见一棵植物破开了土层，然后迅速生长出一株奇异的巨大花朵，五行豌豆不过是魔尊实力的门槛，要是你们能挨下这一招，我们再慢慢谈结盟的事吧。说着那株花朵开始汇聚出圣洁的光芒，紧接着一发刺眼的光华炮径直轰向了父女俩，但在光华散去，两人站在神圣护卫的后方却没有丝毫损伤。博斯收回了武炸，我们现在暂时失去了剑圣大人这样的重要战力，但我也希望几位族长搞清楚状况，即便你们不加入，我们自己也有战胜黑暗公会的把握。随后那株植物掉落在了地上，并且瞬间枯萎。阿瓦瑞呵呵一笑，说了是测试而已，但你面不改色就接下了相当于3星魔尊的光华炮。博斯你可变得真厉害了。维尔坦则有些意外，那卡牌居然可以召唤神圣魔法。伊利弗再也忍不住了，什么测试不测试？你们刚才是怀着杀了我们的心来攻击的吧？等黑暗公会入侵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就慢慢后悔吧。博斯喝止了女儿，伊利弗不得无礼。这时埃尔隆德也终于开口，博斯麦格16年了吧？博斯点头，没错。伊利弗很不理解，爸爸，我们赶紧找到妈妈，然后就离开这里，他们根本就是有意刁难，你为何还要如此客气？博斯对女儿说出了真相，这位埃尔隆德族长正是他的亲外公。可就在真相公布后，3位族长突然一改先前厌恶的态度，向博斯父女俩表现出了热烈的欢迎。埃尔隆德还特地握住博斯的手，还叫我族长呢，应该跟尼奇塔一样叫我做父王才对啊，我的好女婿。这态度转变太快，让博斯有些错愕。那尼奇塔他在哪里呢？埃尔隆德指向神树，你们快点跟我过来吧。伊利弗小声询问父亲，现在究竟什么情况？但博斯也不清楚，或许是你妈妈这些年来跟你外公改善了关系吧。但此刻的埃尔隆德却偷偷露出诡异的表情。随后5人来到了神树底下仰望，埃尔隆德说道，你们在外面看到的巨大神树不过是魔法投影，眼前的这棵才是我们精灵族真正的神树。神树的诞生要追溯到500年前的乱世，我们初代族长特维拉大人以自身作为养分，发动最强植物魔法神树降临，建立起了精灵部落。因为有了神树的光芒照耀，所有族
族人顿时开悟，得到植物魔法和魔法弓箭术的天赋，使我们精灵族整体实力提升了一个台阶。这些年来，我们精灵族就是靠神树的庇护，才能在勇者大陆成为一方势力。只是神树慢慢开始凋零，而当世道稍微平静一点，部分族人又开始往外跑，跟外族私通，这无疑是违背了特维拉大人的初衷，浪费我们精灵族的资源，所以我们才会严禁高级血统的族人跟外族联姻，以保证我们精灵族骄傲的天赋能留下来。但阻止不了的是，神树的养分不断流失，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精灵族很快就会随着神树的凋零而没落。这就是我当初才会如此反对你跟妮奇塔在一起的根本原因。而接下来，我要给你展示精灵族最真实的一面，这是就连剑圣我都未曾给他展示过的。博斯一时之间没怎么听懂，什么意思？只见埃尔隆德抬手一挥，解除了魔法结界，但同时伊利弗又再一次想扑，又是那股反胃的感觉。很快神树褪去了鲜绿的外表，变成了一堆枯木，而树身上面则是镶嵌着许多精灵族人的人头。伊利弗用手捂住脸庞，完全不敢直视，而看到妻子的博斯则早已泪目。妮奇塔塔，埃尔隆德说道，没错，妮奇塔塔为了部落已经化成了神树的养分。博斯再也忍不住，当场失声痛哭了起来。他愤怒地揪起埃尔隆德，混蛋，你逼妮奇塔回来就是为了让他成为你的牺牲品，你这个自私鬼，你把妮奇塔还给我，还给我呀！面对博斯的咆哮，埃尔隆德却对另外两位族长说道，维尔塔、阿瓦瑞，是时候了。两人仿佛是一具傀儡，脸上没有任何情绪。只见他们缓缓走向神树，然后展开双臂趴在树干之上，很快他们的身体与干枯的神树连接并融合，直到最后完全没入了其中。汲取了养分后，树干上长出一片绿叶，而树身之中则又挤出两颗族长的人头。这一刻伊利弗直接傻眼了。博斯也松开了埃尔隆德的衣领，现在你清楚了吗？我们可一点也不自私，成为神树的养分，为部落献出生命，对我们精灵族来说可是无上的光荣啊！妮奇塔他也一定是这样想的。精灵族女人将身体奉献给了神树，只为被吸取成为她的养分之一，令干枯的树枝上长出一片绿叶，最后树身上再长出女人痛苦的脑袋。然而这般疯狂的操作，只为让神树的光芒多延续1年。族长埃尔隆德甚至欺骗博斯父女俩，表示他的妻子妮奇塔可以复活过来，但前提是要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博斯还以为他指的是女儿，你要是打伊利弗的主意，就别怪我不客气。埃尔隆德却说，你误会了，我要的是他腰间的卡牌，我在那副卡牌里面感受到一股强大的神圣魔力，如果你把它献给神树，或许能将神树彻底救活。要知道，我们精灵族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树，如果神树把神圣魔力一次吸收够了，说不定就能把已经献祭的生命给置换回来。我保证我会优先让你妻子复活。博斯半信半疑，是真的吗？只要让神树吸收卡牌的魔力就可以吗？伊利弗觉得不对劲，不对吧？已经消逝的生命又怎么能简单就置换回来？更何况卡牌是给我们用来拯救世界的。在某个角落，一个人正在操纵着族长的喜怒哀乐。只见埃尔隆德突然抬起头，流露出了悲伤的表情。我没有10成把握，但如果能成功，不仅妮奇塔能复活，就连我也可以完全投入到讨伐黑暗公会的联盟里去了。博斯为了拯救妻子已经失去了判断力，没错，这也是为了讨伐黑暗公会啊。一旁的伊利弗不断提醒父亲，但万一卡牌有什么闪失，被二位怪罪下来。可博斯却不听劝告，不必说了，总之一切后果由爸爸独自承担。宝具卡牌是我跟伊利弗各保管一半的，现在已经全部齐了，下一步该怎么做？埃尔隆德说道，请把它交于我的手上，待我施展精灵族的特殊咒语，让神树吸收神圣魔力之后，妮奇塔就可以复活了。伊利弗再次提醒道，爸爸，你真的想清楚了吗？博斯将卡牌送了过去，为了你妈妈，我愿意付出一切。埃尔隆德在接过卡牌后，脸色突然骤变，博斯麦格，你果然是我的好女婿。他的话音刚落，无数的藤蔓从泥土底下破土而出，瞬间将失去宝具卡牌的父女俩捆绑了起来。同时幕后黑手也调整了埃尔隆德的情绪，没想到那么容易就骗到手了。其实你现在也大概也猜到了吧，精灵族早就已经站在黑暗公会这边了。说罢他打开了衣服，露出了嵌在身上的大量黑暗齿轮。这一刻父女俩当场就看傻了眼，这时一株巨大的花朵从地底下伸了出来，随着一层层的花瓣慢慢打开，里面却出现了一个小丑。这些精灵族的族长在10年前就已经被我做成了肉偶，为了实现永生，他们体内的内脏全部被黑暗齿轮替代。在我不干涉的情况下，他们还是能按照原本的自主意识行动的，但我干涉的话，他们就必须听从我的指令了。也就是说，现在我才是精灵部落的话事人。这时博斯叫了一声女儿，伊利弗立马心领神会，同时和父亲一起操纵了宝具卡牌。很快小丑手上的4张石脱离卡套，可这时埃尔隆德却及时发动了植物魔法，让捆绑两人的藤蔓上长满了鲜花，以此来吸取他们的生命力。伊利弗的魔阶最低，率先就撑不住晕死了过去。那小丑打开卡套，观察了你们所有战斗，貌似这些卡牌是可以召唤异界的灵魂吧？但看见拿卡牌的手指变得干瘪，小丑惊叹居然是以生命力作为代价的。博斯心底松了口气，幸好他不知道使用宝具卡牌的诀窍，这样也不至于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可小丑反倒觉得这个召唤的方式简单多了，他直接将所有扑克抛到了空中，以整个精灵部落的生命为代价，全部听我命令。这是一副以生命力为代价的扑克牌。黑暗公会的小丑为了召唤13斗士，不惜把整个精灵部落的生命贡献出去，让所有人的生命力在一瞬间被剥夺，通通汇聚并且飞往了结界内的神树，就连坐骑和神兽也都不能幸免。这一刻54张扑克牌悬浮于半空中，汲取了数百万精灵族活生生的生命。眼见一切大功告成，他又将扑克收回到手上，然后冷冷地下
下达了一句指令：全员召唤。很快13种不同类型的炸弹牌在一瞬间被召唤了出来，就连最强的王炸至尊小丑王也破开了虚空。此刻博斯知道自己犯下了弥天大错，都怪我，这个世界要彻底完蛋了。另一边，由于乐平去了一趟教堂找安妮，家里堆积了一大堆没洗的碗，其中包括上次女魔王从芝芝体内救出来的脏东西。他趁着两人在谈话的时候偷偷爬了下底，然后锁定乐平为目标，打算重新寄居。可当他艰难地爬到乐平脚底下的时候，却被智能扫地机当成了垃圾直接吸走。乐平打算让伊丽莎白陪他去一趟精灵部落，伊丽莎白还以为他接下来要去征服精灵部落。乐平解释不是征服而是说服。听安妮说，博斯大叔他们也出发去了那边，想要说服精灵族加入联盟，一起铲除黑暗工会。至于伊丽莎白，你认识精灵族那边的高层，万一他们谈不拢也不敢怎么样。伊丽莎白表示无所谓，反正你给本王带上这种果冻就行。心想按照精灵族的寿命，区500年特维拉应该还活着才对。接着伊丽莎白又询问起外面的那几个家伙打算怎么安排。乐平也不清楚，因为刚才他们说要跟旺财玩一下。此时在屋外，几人围在旺财的周围，讨论着前往精灵部落的事情。芝芝表示，有了我的加入，你们没必要趟这趟浑水了。可安妮却说，剑圣大人，你还没弄清楚乐平哥哥的计划。阿尔法就更狂妄了，在本大爷面前，你们都只是配角。芝芝拿出剑谱，这是勇者大人和魔王大人送给我的剑谱，待我学会之后，我就会替二位荡平黑暗工会，根本不需要你们。安妮也不甘示弱，我也有乐平哥的亲手缝制的布娃娃，虽然现在还不能使用，但我变强后就够资格了。阿尔法闻言扑哧一笑，笑死人了，你们两个外人，居然胆敢在本大爷面前跟我乐平大哥攀关系。先不说这500年本大爷都在跟乐平大哥的亲密接触，就说乐平大哥送出去的，不都是丢弃的垃圾吗？你们有什么好炫耀的？乐平大哥的小弟只有一个，那就是本大爷阿尔法，我是勇者命中注定的配件，你们都赶紧滚吧。安妮愣住，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那的确是没人能比得上，毕竟是乐平哥哥的专属武器。可芝芝很快就察觉不对劲，别听他的，勇者大人的配件武器怎会轻易被怨念入侵？而且你身上可看不到一点像旺财前辈那样的锻造风格。阿尔法得意道，我之前的确不是乐平大哥锻造，但他为了复活我已经将我重新锻造，正式成为勇者出品的超级神兵真圣剑阿尔法。安妮连忙询问旺财，前辈，他说的是真的吗？然而锻造的这件事就连旺财也不能确定。传说中的圣剑意外断成了2半，勇者为了修复它打算重新锻造，没想到用力过猛，再次锤断了半截。没办法，他只能掏出一瓶强力胶，把圣剑里里外外重新粘合了起来，而且用剩丢进垃圾桶的胶水也被旺财翻了出来并收入囊中。阿尔法指着脸上的缝说道，看吧，这就是乐平大哥的锻造痕迹哦。芝芝认为多说无益，如果只能留一人来替勇者大人和魔王大人办事，那就用真实力来说话吧。安妮表示赞成，虽然我的实力远不如剑圣大人，但为了履行乐平哥哥赐予我的职责，我也会全力一战。一旁的圣剑阿尔法很不爽，你们私自对上眼是什么意思？不把我真圣剑阿尔法当一回事吗？然而就在3人准备决一死战的时候，旺财却从后背伸出一个牌子制止了众人，你们都听我说。阿尔法闻言立了个军姿，前辈请吩咐。旺财说道，我通知你们开会可不是要你们分出高下。这话让两人转不过弯来，前辈你不是说现在人多，容易打扰到勇者大人的生活吗？旺财解释道，不能打扰主人的生活的确是最高的规则，但我想跟你们强调一下身份，比如我是主人的陪伴宠物，所以在主人面前就不能做出超出自己本分的事情，但在主人不怎么去的外边，我可以把整个魔兽大平原的魔物收入麾下，让他们来隔绝一切有可能骚扰到主人的入侵者。不过自从那个凶女人来了之后，主人就开始往外跑了，而外边的地方是我不能随便去的。顺带一提，主人已经很久没碰我了。芝芝还是不明白，那我们的身份应该是什么？请前辈明示。旺财继续解释，主人想要体验生活，在外面就不可避免遇到各种人，很容易就会破坏他想要平静生活的最高法则。你们几个既然被选中，那就替我在外边服务主人，以平静生活的理念为大前提而行动，为主人扫清一切障碍，让他可以开心畅游。所以自此以后，你们的身份就是清理者。至于服务主人的好处，你们都深有体会，但你们要谨记，主人给的你们可以拿，主人没有给的你们不能要，唯独翻垃圾桶的权利是属于我旺财的。3人闻言便同时做出回应以示明白。这时乐平推开房门，正想询问大家都在干嘛时，却看到了3人一狗其乐融融的欢乐画面。安妮询问乐平，是不是现在要启程去精灵部落了？乐平点点头，我先去工坊拿点工具，然后就可以出发了。然而乐平前脚刚走，女魔王后脚就来到众人的面前，看着他们陷入了思索。东边的博斯特镇，吉姆及安妮为代表，西边的剑圣公会，索格斯芝芝为代表，都已经被乐平那家伙内入麾下，所以这次拿下南部的精灵部落之后，接下来就是北边的那个亚里士多德王国，一点一点安插组建自己的势力，最终构成效忠自己的东南西北4大天王。经典的育人统治之术，第一次出去遇到吉姆级的后裔，然后在外界500年前就提前安排自己武器灵静待时机，到今天引导剑圣公会的会长入局，还有对跟精灵部落有渊源的妇女也是。如此一想，所有线索就都连接起来了，哪有这么多的巧合？
其实一切都是乐平你这家伙的提前布局。虽然你隐藏得很好，但本王还是一眼把你看穿。嘴上说不会，总是假装一副无知的样子，实际上身体却很诚实，早就为自己统治世界做好了完整的计划。别看他是一只电子宠物狗，麾下可是收了一整个大平原的魔兽当小弟。然而如此意气风发的他，却在女魔王的面前连连受辱，甚至主动掏出一根斗狗棒在他面前卖起了萌，还误以为伸手不打笑脸狗，可结果却被女魔王一脚踹飞，直接挂在了墙上。本王的心情不太好，这蠢狗还跑出来发癫，你们也想跟着起哄吗？三人一本正经的摇摇头，没有，我们正常着呢。女魔王又说起了正事，既然你们都是乐平计划中的一部分，那本王最后提个醒，待在我们身边就随时做好丢掉性命的觉悟，遇到事情你们要自己解决，别指望我和他出手相救。三人点头表示明白，一切都听从魔王的安排。这时乐平也取好了工具。伊丽莎白，你们在聊什么？我准备好了，可以出发了吗？伊丽莎白回答道，没聊什么，不过你又搞了个什么奇怪的东西。乐平表示自己做了把新工具，同时也称赞伊丽莎白给背包附上空间魔法很方便，但伊丽莎白仍然是满屏的不爽，要不是晋升七星魔神，使出的魔法也无法对他的锻造物产生效果。这时阿尔法认出了那个曾附在他身上的武器灵，但这个武器灵的灵气似乎没有先前那样强大。安妮也发现了他，而且感觉乐平对他本体的锻造要比阿尔法的复杂很多。阿尔法不以为然，乐平大哥能看见我却看不见他，这才是我最大的优势。然而乐平带上电锯的真实想法是，精灵部落里有许多神奇植物，要是能锯几棵回来种田就爽死了。随后他考虑到此番前去是为了缔结盟约，所以并不打算带上圣剑阿尔法这种武器过去，也只带了有名气的剑圣本尊芝芝和安妮过去帮忙。阿尔法，你就留在这里好好等我们回来吧。这一刻阿尔法又再一次感受到了被抛弃的感觉，我就像个局外人一样被排除在外，融入不了乐平大哥的圈子。是阿尔法太弱了吗？乐平大哥不是已经重新把我锻造了吗？为什么？就在这时，嗝屁许久的系统突然呼叫，阿尔法立马从走神中清醒，是谁在呼唤我？可这时却传来旺财的声音，你小子还在呀？在本旺身上学到生存之道了没？阿尔法立马醒悟，本大爷明白了，乐平大哥是把最珍贵的机会留给了我，出去冒险又怎么能比得上跟旺财前辈深度学习呢？毕竟这里才是我们的大本营啊！同时系统连接中断，呼叫失败，再次陷入了沉寂。另一边，乐平等人通过传送门直达精灵部落大门，而安妮则还在晕传送。伊丽莎白立马发现了端倪，偌大的精灵部落居然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乐平像个好奇宝宝到处乱指，你们说这棵巨大的树是怎么长的呀？可这时伊丽莎白却发动了魔法，打算换掉自己和芝芝身上的衣服，衣服突然的消失，让芝芝连忙抢过安妮的布偶，才及时挡住了敏感部位。不过当乐平回过头的时候，芝芝也已经穿上了她原本的衣服。伊丽莎白解释道，本王是换一套适合出行的装扮，至于其他人则一律禁止穿你亲手制作的衣服，否则一切都失去意义。剑圣公会会长身上的衣物突然全部消失，只因女魔王使用魔法换掉了他身上的衣服。然而在众人踏进精灵部落的大门时，似乎察觉不到暗处的一株花朵在偷偷窥视。这个画面被传送到某个洞窟内的小丑面前，联盟代表被我抓住不过3天，失踪多日的剑圣本尊居然就现身了，看来和黑暗公会的大战是一触即发了。至于他身边另外的3个人时，这时一旁传来滴滴滴的数据声音，那是他读取到了博斯和伊利弗的记忆和画面匹配上。随后一株植物投影出了2妇女的记忆画面，很快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如走马灯一样出现在屏幕上，而女魔王隐藏起来的身份也彻底败露。这一刻小丑的表情变得狰狞，伊丽莎白，500年了，没想到你会出现在这里，这个姿态可不像曾经高傲的你啊。然后他下达了指令，你去给我把他们分散开来，动用一切手段能杀的随便杀，唯独那个男的给我留活口。布兰切特低头回答，收到，我马上就去办。与此同时，乐平等人已经闯到了最后一关，但五行豌豆却迟迟不出现。迟迟说道，根据我以往的经验，第一次来的话，消灭完所有试炼植物就能得到进入的许可了。乐平觉得芝芝见多识广，顺便问了一句他创建的工会叫什么名字。芝芝忘了自己一直未曾解释，其实我就是剑圣工会的。不等他说完，几根箭矢不知从何处爆射而来，芝芝立马挥剑斩断了箭矢，并且与安妮同时挡在了勇者和魔王的面前。安妮发动了吉姆吉一族的赤魔之瞳，看见了那个使用隐匿魔法的偷袭者，但此刻的芝芝也抢先使出了太极剑法第一式蜻蜓点水，让剑气如同湖面上被点开的波纹一圈圈的向外扩散，以达到探测和驱散他隐匿魔法的效果。布兰切特赞叹剑圣真不愧是人族最强的实力，既然无法隐匿，他干脆以正面向众人发动了种子箭雨。然而这密集的箭雨却被一只强壮的熊猫布偶抵挡了下来，但攻势却是一波接着一波，地底下的种子迅速生长，瞬间长出了上百株的五星豌豆。芝芝很惊讶，这次试炼的数量也太夸张了吧。这时乐平突然开口，伊丽莎白，还记得几个月前我第一次跟你出来冒险的情形吗？伊丽莎白愣了愣，记得呀，怎么了？乐平说道，如果是那时候的我见到现在的情形，估计是一副被吓坏的模样吧，但现在我感觉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了，不用再强装镇定。但实际上他带上安妮和芝芝，有小部分原因
是考虑到自身的安全，谁让女魔王总是喜怒无常呢？但他的话在伊丽莎白眼里就是臭显摆，认为他已经建立了自己势力，所以才没必要再装弱小下去。乐平继续说道：“我在庆幸能认识到伊丽莎白，你真是太好了，我希望永远都能跟你在一起。”其实乐平这句话想表达的是，幸亏我们成为了朋友而不是敌人，希望我们永远一起相安无事。但在这时，一株五行豌豆突然含住了乐平的半截身体，然后咕噜噜的将他整个生吞进去了肚子里去。这一刻，安妮和芝芝都慌了，只有女魔王在回味刚刚勇者的话，他刚才算是跟本王表白了吗？传说中的勇者被一株豌豆含住，然后咕噜噜的将他生吞进了肚子里，安妮和芝芝当场就吓坏了，立马使出浑身解数破坏了挡在前面的五行豌豆，只可惜那株豌豆已经钻进了泥土，成功逃走。安妮不知如何是好，芝芝表示只要抓住驱使者审问就可以了。然而布兰切特在完成活捉任务后，立马下达了自爆指令，很快剩下的几十株五行豌豆同时发出璀璨的光芒，紧接着剧烈的爆炸余波席卷了千余米的范围。片刻后，布兰切特这才缓缓降落在地面。虽然这次牺牲的代价有点大，但比起跟剑圣纠缠下去，这显然是最正确的选择。此时在爆炸的中心，一只熊猫和一只兔子替两人挡下了所有的爆炸伤害，但同时安妮的魔力也几乎耗尽，两只布偶也严重受损。芝芝认为安妮已经做得很好，魔尊级的自爆，哪怕是魔王级的自己也未必能全部挡下。此刻布兰切特只感受到安妮和芝芝的气息，以为已经除掉了第三个女人，打算把剩下的种子也用上。只见他将6颗五行豌豆的种子按下地底，同时在一熊一兔的脚底下冒出几颗嫩芽，在疯狂生长的加速下瞬间巨大化，最后将它们包围在里面，再次发动了6重自爆。这一次的爆炸威力小了许多，而且两只布偶的周围都裹上了一个护罩，那是因为魔王阶的剑圣芝芝使用了剑盾，但同时他们也被这一次的爆炸震飞进了另一边的森林里。而此时那边的森林却突然轰出一炮10倍以上威力的炮弹，原来布兰切特是故意把他们炸向了神树那边，因为那里有比五行豌豆更恐怖的存在。正当他打算回去复命的时候，却感受到后背传来一股杀气，看来这里发生了很多本王不知道的事情，你给本王好好讲一下。布兰切特慌了，心想这女人不是在第一波爆炸中死亡了吗？女魔王可没有审问的耐心，他伸手过去想要直接读取她的记忆，而直觉告诉布兰切特，如果我落在她的手上，下场一定会比死更惨。于是他迅速脱掉了手上的护腕，启动了手上的印记，瞬间让无数箭矢贯穿了自己的身体。看见他连自己都不放过，伊丽莎白只能叹气，真是明智的选择呢。同时心中也多了一丝疑问，难道特维拉也跟黑暗公会勾结起来了吗？才过了区区500年，一个两个都已经不把本王放在眼内了是吧？行吧，那本王这次要将恐怖深刻入你们的脑子乃至骨髓里。在另一边的森林，地面缓缓隆起，刚刚吞掉勇者的那株五行豌豆一脸潮红的破开了土层，然后再把它完整无缺的整个吐了出来。这一刻乐平一脸的懵逼，可当他抬头看向那颗豌豆时，却发现他性感的小嘴唇里流下了一滴滴唾液。乐平一步步向后退去，嘴里还嚷嚷他不要跟过来。谁料那株五行豌豆一个猛冲就扑向了乐平，乐平还以为自己就要完蛋时，却发现那株五行豌豆吃的是洒落在地上的小颗粒。传说中的勇者意外洒落一包有机肥料，怎料却吸引了一株比房子还大的豌豆。为了自己不被吃掉，他沿路撒了一大堆肥料，而那五行豌豆吸了一口就爽得直打哆嗦，然后扑倒在地上抽搐。乐平很无语，肥料虽好，但摄入过量会造成自身营养失调的。嗨，幸好这是植物类的魔物，但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吧？这偌大的森林，我该往哪儿走呀？伊丽莎白应该很快就会找到我吧？算了，我还是边走边想办法比较好。另一边，埃尔隆德正在向小丑汇报，那个男人传送到一半的时候，我的植物魔物突然中断了。小丑让他用监视植物探测一下位置，但埃尔隆德却很为难，那家伙身上隐藏了所有魔力，没有任何魔力反应。小丑呵呵一笑，果然没那么简单。结合我进一步的情报解读，我基本可以确认那个男人的身份了。此时博斯和伊利弗身上的养分几乎已被吸干，那小丑来回播放关于乐平的片段，你就是传说中的勇者，我要用你创造出来的卡牌打败你，证明给那个女人看，我并不比你差。与此同时，安妮的熊猫布偶已经破烂不堪，但好在两人在布偶的庇护下没有受伤，但芝芝却因为修炼了太极剑谱基础上再使用了魔王的剑招，导致他体内产生一种魔力碰撞的不适感，令其吐了一口老血。安妮询问他有没有事，芝芝表示休息一下就好了，但这时安妮的赤魔之瞳又感应到了一股强大的魔力正在靠近，便迅速指挥兔子和熊猫过来抵挡伤害，同时4、5个不同属性的魔法球也轰炸了过来。很快安妮的2只布偶在一瞬间被彻底粉碎了身体。安妮正想说五行豌豆怎么变强了，芝芝却看见一个比五行豌豆更危险的家伙，那是一个黑不溜秋的卡通小人，名字叫三炸卡通小法师。两人感受到他身上有勇者的气息，但同时又渗透着邪恶的力量。只见卡通小法师的法杖上开始汇聚魔法，芝芝就已经使出了太极剑第3式燕子补充，瞬间穿过他的身体。可这时芝芝手上的树枝却裂开了一个口子，只见那卡通小法师被一个方阵包裹并保护起来，然后又迅速向芝芝推进，将他击飞了出去。好在安妮及时召唤了猫头鹰布偶将他接了下来，但安妮今天使用的赤魔之瞳已经过度，体内杀戮的欲望又开始有点控制不住了。只见那卡通小法师跳出了方阵，而他脚下又出现了5炸卡通护卫，芝芝安稳落地。魔王阶实力的他有信心将2只魔尊阶的卡通干掉，可这时他又吐了一口血，感觉魔力又在体内碰撞。安妮察觉到他的状态不太行，剑圣大人，你还能战斗吗？而在卡通小法师的这边，他召唤了5种元素，分别是冰、毒、盐、雷和奥，然后又将这5种元素融合在一起，汇聚出更强
强的能量。安妮陷入了绝境，以目前自己的状态，哪怕是发动赤魔之瞳也很难正面抗衡。不可以，乐平哥哥花了这么多心思来培养我，是为了让我能在世界和平的计划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我又怎么能辜负他们的期望？我要证明自己才是合适的人选。与此同时，卡通小法师向两人扔出了蕴含5种元素的魔法弹，可就在剧烈的爆炸过后，浓雾之中却隐隐约约出现一个巨大的身影。只见巨大的蛇口企图将卡通小法师的元素爆弹吞下腹中，然后将所有的元素能量都转化为自己的能量。芝芝也不敢相信，他的魔阶瞬间从魔宗级爆升至魔尊巅峰。随后一蛇一鹰向卡通小法师和卡通护卫发起了进攻。只见卡通护卫使用了方阵保护，一个个能量方块瞬间从天而降，但这些都被 S 型走位的小蛇一一躲开。这些方块不仅有超高级的防御力，还有着极强的杀伤力，若是被砸中绝对会被大卸8块。而安妮凭借赤魔之瞳提前看到释放所产生的标记点，才能及时的操控小蛇躲避。为了分散两只卡通魔物的注意力，安妮又操控猫头鹰使用风系魔法暴风斩，但同时卡通护卫又发动了方阵保护，与卡通小法师一同躲进了方阵内，躲过了所有的锋刃。可这都是安妮为了迷惑他们使出的佯攻，而她真正的意图是想让小蛇一口将2只卡通魔物都吞噬掉。芝芝表示那个方块就连勇者大人的树枝都劈不开，但安妮却认为破不开的话还可以慢慢的分解。芝芝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慢慢分解就可以呢？安妮解释道，被小蛇吞下并分解的魔力都会被吸收转移到我的身上，比消磁掌，所以无论他的魔法多强大，我都能慢慢消耗掉。此时能量方块在小蛇的体内不停抖动，而安妮的血脉觉醒即将要侵占她的意识，她必须在成功之前坚持住。可就在这时，安妮的小蛇却被一阵莫名的剑刃切成了碎片，同时她也受到了严重的反噬，向后一仰吐了一口老血。在 0.03 秒的时候，芝芝感应到了第2波攻势，但此时的剑刃已经近在咫尺，仿佛无法阻挡一般，向着两人劈了过来。很快整个精灵部落的森林被剑刃劈开了一大截，而被剑刃破开的通道中央，芝芝使用了微尘斩逃过了一劫，但此刻的她几乎全身衣物被震碎，周身刮满了大大小小的剑伤。看着陷入昏迷的安妮，芝芝又感受到了第一次跌入魔王大人的遗迹时，和第2次体内混沌之力爆发被救治时的那种绝望感。原来斩出那一击的是巨炸卡通将军，其实力甚至高达3星魔王阶。另一边，女魔王伊丽莎白独自一人直接来到了敌人的老巢，根据魔力感应最强的就是这个位置了。幕后黑手在哪呢？这时躲在暗处的2只卡通魔物发动了能力，令伊丽莎白一下子穿过了屏障，并且重新回到原点。伊丽莎白察觉到是魔法结界，证明对方实力在魔王阶之上，但是这样的小把戏在7星魔神阶的她来说完全没放在眼内。这时暗处的石栅发动了能力，一个巨大的套娃玩具虚影从天而降，盖住了伊丽莎白，紧接着天上又陆续落下6个，直到最后一共10重才得以停止。这便是石栅卡通封印阵，每一重的封印里面时间流速就会减慢1倍，而10重封印的时间就是减慢了1024倍。但女魔王却丝毫不受影响，甚至用气场就能把结界轰成碎片，只因她早在时间结界里面生活过1年，等同外界500年的时间。可石闸的效果失效了，欺诈的效果又跟着发动。这时一把巨大镰刀突然贯穿了女魔王的肚子，那是欺诈卡通死神，实力达到1星魔王阶。只见卡通死神将巨大镰刀往回扯去，同时将伊丽莎白的灵魂从她体内抽离出来。这是一种无视目标等级的特殊技，可以直接把目标的灵魂抽离出来。正当卡通死神一脸得意的时候，身体突然被一只手紧紧捏住。伊丽莎白的灵魂确实被抽离了，但她的灵魂却同时拥有压制她的魔力。是谁命令你这样做的？现在立即告诉本王，如此一来，本王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卡通死神当场就吓哭了，他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感觉，于是在女魔王痛下杀手前选择了撤退。眼见欺诈都被打回了原形，幕后的卡通魔物也很意外，没想到抽离灵魂都拿他没办法。随后伊丽莎白的灵魂回到了本体，她感受到乐平的气息，心想这难道又是他特意算计出来的游戏安排吗？你测试他们也就罢了，居然还把本王也算计在内。臭乐平，你给本王搞清楚，本王是跟你一样坐在桌面上的对弈者，而不是棋盘上的棋子。想到这里，伊丽莎白不耐烦地撕开了空间，识趣点就赶紧自在，不然本王认真起来，你们就死得更惨。可里面却传来2个卡通魔物的嘲笑声。王后，你看他好大的口气，他能走出来再算吧。原来一直困住伊丽莎白的是8炸卡通迷宫。伊丽莎白很不爽，臭乐平做出来的东西虽然魔阶不高，却有着能够下课上的特殊效果。随后他用力蹬了一下左脚，蛛网纹的裂痕迅速扩散开来，让整个卡通迷宫瞬间支离破碎。粉碎了迷宫后，伊丽莎白飘渺在虚空之中，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这时 Q 炸卡通王后挡在了前面，她是有点本事，但让我来对付她就已经足够。K 炸卡通国王坐在王座上看戏，本王在此等候你胜利归来。伊丽莎白见状直接一跃飞到了更高的位置，然后再变出一张王座，以俯视的姿态坐在他们上方。在本王面前自称为王吗？你还不够资格呢。卡通国王当即气急败坏，去杀了他。卡通王后闻言立马发动雷炸，然后在手上召唤出4把卡通匕首，其实力高达魔王巅峰。但伊丽莎白对此却不屑一顾，轻轻点了点手指，爆射出一道魔法弹。与此同时，卡通王后使用了法阵迅疾之意，以提高自己的移动速度，然后避开了女魔王的魔法弹，最后汇聚出4把匕首的能量斩出 S 斩杀。可伊丽莎白只是轻轻甩手就把招式抛到了108000里，不过指甲还是崩掉了一小块，这倒出乎了她的意料。这时伊丽莎白又继续向卡通王后发射出魔法弹，
虽然很快就被他的卡通匕首切开，但是那些被切开的魔法弹仿佛会分裂一样，2分成4， 4又分成8。在卡通王后的一顿疯狂斩切之后，最后更是布满了整个虚空，数量越来越多，仿佛无穷无尽一般。这一刻，卡通王后都惊呆了，脸上流下一滴冷汗。伊丽莎白言语中充满了蔑视，对付你这种货色，魔法弹就足够了。随着她的手指向下猛挥，密密麻麻的魔法弹瞬间将卡通王后的身体炸成粉碎，但同时她也及时发动了扑克6炸和9炸，不仅成功复活了自己，还召唤出一个会吸收魔法的卡通恐龙。女魔王也没想到她最后的2种牌居然是复活和魔法吸收。卡通王后叫嚣道：“你以为这样就能杀掉我吗？准备自食其果吧！”只见吸收了魔法弹的卡通恐龙使劲憋着肚子里的魔法弹，仿佛便秘一样将其转化成2倍的魔法能量，最后再从另外一端的头部将2倍的魔法弹重新发射回去。但女魔王却是一动不动，一堵墙出现在面前，隔绝了所有的魔法弹。卡通王后当场就愣住了，没想到这都伤不了她。伊丽莎白说道：“当然，只要是本王创造出来的招式，哪怕你放大100倍也伤不了本王分毫。”说着，她用双手向内一压，同时把卡通恐龙和卡通王后的身体压扁了下去。卡通恐龙最先扛不住，瞬间被压成了一滩液体，然后变回了扑克牌的本体4张9。而卡通王后此刻却出现在伊丽莎白的身后进行偷袭，但是盲目的一阵轰炸过后，却发现失去了对方的踪影。人呢？那个女人去哪里了？她的话音未落，脑袋中央就裂开了一条痕。只见伊丽莎白用手刀劈开了卡通王后的身体。真是啰嗦，本王就稍微认真一点吧。可这时卡通宝瓶又发动了能力，将裂开的卡通王后尸体重新粘合并转移了位置。这个能力让伊丽莎白也赞不绝口，不需要本体操作就能复活，而且还能自选重生点。而复活后的卡通王后也再次挥舞着匕首杀了上去，但这一次伊丽莎白却换了一个方式，幻化出2只魔爪将卡通王后禁锢在里面。先把你的复活定点限制在本王的禁锢范围内，然后再慢慢跟你玩。很快卡通王后的身体在溶解之刑下尽数分解，但这时卡通宝瓶又落下一滴水，瞬间让卡通王后恢复如初。没用的，我只需要一滴净瓶之露就能复活，而净瓶内的魔法空间连接着整个大海，无穷无尽的水，你的魔法能耗到什么时候？伊丽莎白没有回答他，继续使用猛毒之刑。很快卡通王后的身体又再一次被毒烂，接下来伊丽莎白陆续使用了水罚之刑、剥皮之刑、千针之刑、撕裂之刑、雷击之刑，让卡通王后在绝对禁锢里面受到各种不同累积叠加的伤害。不多时，那个卡通宝瓶的绿叶变得枯萎，最后和卡通王后一同化为丝丝青烟，消散在半空之中。当无限的复活变成无限的痛苦时，你的精神自然就会凋谢，而选择了放弃。当一切的障碍都清理干净后，现场也只剩下卡通国王了。只见他从王座上一跃而起，同时操控起那4把卡通匕首，将它们重新融合成为一柄卡通神枪。这时卡通国王的肌肉突然暴涨，实力也从魔尊巅峰提升至1星魔神。你是王，我也是王，但这个世界最强之王的宝座却只得1席位哦。伊丽莎白闻言呵呵一笑。卡通国王问他笑什么，伊丽莎白说道：曾经魔王阶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顶的存在，现在看着你这只蝼蚁，本王大概能理解当初他看待本王的感觉。卡通国王认为他死到临头才胡言乱语，你可能还搞不清楚，本王的实力不是你刚才的对手能比拟的。可当他仰头哈哈大笑的时候，不曾想笑着笑着就被封印了起来，最后变回了扑克牌本体的4张 king。伊丽莎白愤怒地捏皱了他，臭乐平，这就是你的目的吗？想要借这些东西来提醒本王，追逐实力巅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骄傲自满就会重蹈覆辙，跟这些玩意一样愚蠢可笑。可当伊丽莎白回过神来，才发现所有卡牌都已经消灭了，为什么空间领域还没有解除？不对，好像还有那东西。只见那张王座开始扭曲变形，最后变成了一只鸭子，2闸卡通鸭鸭。魔界问号，听到那只鸭子在那里嘎嘎叫，伊丽莎白也失去了所有的耐心，幻化出一只巨大魔爪抓向了卡通鸭鸭。可这时的卡通鸭鸭却伸出了与魔爪一样的复制品，这个能力倒是让伊丽莎白惊讶了几秒，又是下课上的特殊技。原来那只卡通鸭鸭是复制成了伊丽莎白，学她一样幻化出了魔爪，然后跟她对峙。这一刻伊丽莎白被彻底激怒了，大胆！与此同时，乐平在精灵部落的某处森林迷了路，不过他顺路摘下了许多味道一般的水果，认为带回去培育一下就能改良出优秀的品种，全然不知一只死掉的精灵族人已经发现了他。另一边的埃尔隆德立马向小丑汇报，其中一具尸体找到那个男人的位置了。小丑闻言立马下达抓捕指令，把他活捉回来。得到上头的命令，那只丧尸一步步的靠近乐平，然后猛然向他扑了过去，却不曾想刚好乐平转身，让这具迟钝的丧尸扑了个空栽倒在了地上。摔掉了一只眼睛的丧尸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反倒以反人类的姿势疯狂爬向了乐平。乐平听到动静想要转身时，却掉落了几颗水果，可也就是这么几颗水果，让那只丧尸再次摔了个狗吃屎，就连仅剩的眼睛都不翼而飞。同时丧尸的痛感传回到埃尔隆德的身上。此时乐平在捡水果的时候又发现了一种植物，真不愧是魔法世界，植物的生长可以无视气候法则呢。在乐平喃喃自语的时候，那只丧尸再一次冲了过来，同时乐平也抱起了地上的仙人球，然后转身正好砸到了丧尸的手掌，一人一尸面面相觑了几秒，回过神来的乐平这才惊慌大叫起来。另一边的埃尔隆德也被仙人球扎得惨叫连连，他认为这个传说中的勇者就是故意的。主人，我可以消耗50个黑暗齿轮来启动其他所有尸体吗？小丑同意了这个要求，赶紧给我把他抓回来就行。埃尔隆德立马扭动了像大脑一样的东西，很快一具具散发恶臭的尸体布满了整片区域，他们都是精灵部落曾经的族人。而此时乐平如同惊弓之鸟拼命往前
前逃，可跑了一会儿之后又感觉到剧烈震动，乐平还以为是地震，便停下了脚步，怎料回头望去却看见了一堆密密麻麻的尸体，他们嘴里不停发出呜哇的叫喊声，同时零零散散的向乐平包围了过来。乐平发现各个方向都已经被堵死，根本没有逃跑的余地。可这时脚下的泥土突然隆起，乐平还以为就连地底都要爬出丧尸的时候，所有的丧尸一窝蜂的扑了上去，迎来的却是被一炮轰灭了身体。原来是先前吃过他肥料的五行豌豆回来报恩了，甚至上演了植物大战僵尸的既视感。可这些丧尸却懂得使用植物魔法，完美控制了五行豌豆的行动力。原来这些尸体里面有着精灵族过往几代的族长和长老，一株植物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了他们的植物魔法？很快那株五行豌豆的体型开始逐渐缩水并且退化，最后变成了巴掌大小的小豌豆立在乐平的手中，甚至还人性化的挠了挠头掩饰尴尬。失去了五行豌豆的庇护，所有的丧尸如潮水般向乐平涌了过来，一眼望去甚至找不到一丝丝能逃跑的缝隙。乐平还以为自己的异世界之旅就要到此为止，可这时却传来大壮的笑声，紧接着一把电锯从乐平的背包里飞了出来，硬生生的把这片尸潮劈开了一个巨大裂口，这一劈甚至把幕后控制者埃尔隆德都劈成了两半。小丑当场就惊呆了，怎么回事？我的尸体控制装置最多只能同步触感，为什么现在就连真实伤害也都同步了回来？而在战场的这边，无数尸体纷纷从半空中坠落，同时那把电锯也在空中旋转了几圈，最后鬼使神差的落在乐平的手上。对了，我还有电锯大壮，但怎么会自己掉出来了呢？而在脚下他看不见的武器灵正抱住他的小腿，我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爸爸。此时掉落在地上的丧尸潮再次爬了起来，并且再次向乐平发起了猛烈的扑击。乐平闭上眼睛，直接用电锯来了一顿乱扫，这波伤害直接反馈给了远在洞窟内的小丑，令其手指头都掉了一截。眼见近身伤害不了传说中的勇者，丧尸们又陆续掏出了精灵短弓，集体向乐平射出了魔法爆剑群。可他身上的衣物有着100%反弹伤害的能力，瞬间洞穿了所有站在前面的丧尸们，同时小丑的手掌也受到了反弹回来的伤害。这一刻他才知道，这个传说中的勇者对魔力的理解和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级别。但老子在这里占尽了地利的优势，整个精灵族的尸体都为我所用，我就不信耗不死你。说着他操控剩余的所有尸体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小丑投入，但这时乐平仍然还在乱扫，而大壮则同时使出劈柴斩 plus， 很快一道磅礴的刀气将面前的巨大小丑头颅拦腰截断。这道刀气仿佛不可阻挡一般穿过了精灵部落，甚至穿过了宇宙中的其他星球，所到之处通通都被一分为二，同时背后的操控者小丑本体也被切开了两半。我最强的尸体魔法居然如此的不堪一击吗？失去操控的丧尸们纷纷跌落在地，但乐平仍然还在疯狂挥舞着手上的电锯。那些丧尸们看见他就仿佛看见变态电锯杀人狂一样，一个个吓得肝胆欲裂，转身就往回逃。另一边的女魔王还在和卡通丫丫对拼，她召唤出两股庞大的强体向卡通丫丫靠拢，想要借此将她的躯体粉碎殆尽，然后双手在空中拼命扭转，同时操控那两股能量交织在一起，最终扭成了麻花状，将你磨成米粉，以做冒犯本王的惩罚。这是一种能够复制任何物体的卡通丫丫，它甚至能完美复制女魔王的实力，哪怕女魔王开启了最强的魔神形态，并且使出灭世级的战斗术万物两断斩，也仍然伤不到这个复制品的分毫。而她使用的正是女魔王的得意之术不可僭越。伊丽莎白不敢相信，时间封印、灵魂攻击、魔法反射、无限复活，再到这个完美复制，都是低阶召唤物所使用的。恍惚间她看见了乐平在说话，魔阶等级并不能决定一切，掌握相生相克的大道之理，4两能拨千斤，弱者亦能胜强。伊丽莎白似乎有所觉悟，原来你铺垫了这么多，就是想借此来告诉本王这个道理。于是他以指为剑汇聚出魔王的无剑矢，而卡通丫丫也学着他使用了无剑矢，两人同时向着对方冲去，想要以这一招分出胜负。与此同时，乐平还举着一把电锯正在追杀丧尸，不曾想电锯却划破了空间领域，而这个空间领域也正是女魔王所处的位置。这个动静引起了伊丽莎白的注意，令她在和卡通丫丫对拼的时候分了心，最后被击中，从空间领域上面掉了下来。不过在不可僭越的法则之下，她没有受到伤害。伊丽莎白询问乐平到底在做什么，乐平睁眼才发现自己找到了伊丽莎白，可好巧不巧，他被一块石头绊倒，然后撞入了伊丽莎白那柔软的胸膛上，手上的电锯也飞了出去。同时大壮的武器灵大声呼喊，爸爸，不要丢下大壮。对了，那个背包有空间魔法，我可以自己回去，我不会离开爸爸你的。随后大壮控制角度让电锯钻入背包，但这时两个女人都不屑地相互瞥了一眼。伊丽莎白为了宣示主权，甚至用乐平的脸按压在自己的双峰上，让大壮有气没地方撒，差点喘不过气的乐平艰难地把头拔了出来。刚才的情况好危险，差点就没了，幸好及时找到伊丽莎白你。伊丽莎白愣了愣，什么差点就没了？然后她猛然想起刚才与卡通丫丫的战斗，没错，刚才本王所使出的魔王无剑矢，而那东西也一样复制了。但仔细一想，这东西的复制都是镜面复制，那魔王无剑矢便是以反时空的方式呈现。要是刚才本王没有分心，两者相抵，那结果便是湮灭。他知道本王的不可僭越是伤不了自己的，所以才故意使本王分心，是为了救下本王。可这时乐平又突然说了声对不起，而伊丽莎白的脑补画面是这样的，因为我错误的判断，才会导致这么危险的境地，我以后不敢这么做了。而真实的画面是，乐平没了伊丽莎白的保护就举步维艰，以后都不敢离开她了。
伊丽莎白气愤地把乐平搂了过来。可恶，你什么意思？本王才不需要你手下留情，还有什么试炼都尽管放马过来。由于距离太近，乐平瞬间红了脸。试炼？伊丽莎白，你到底在说什么？伊丽莎白的心跳也在加速，心想这家伙既要调教本王，让本王够资格成为你的伴侣，另一方面又在乎本王的尊严，你不用再转弯抹角了，本王对你心中所想一清二楚。然而这暧昧的一幕却被一声鸭叫打断，眼前是一只外表与伊丽莎白无二的魔物，就是长出了鸭子嘴巴。乐平有些错愕，这是伊丽莎鸭吗？伊丽莎白褪去了魔神形态，表示没心思再站下去，你自己的东西就请你自己收拾。然而不等乐平搞清楚状况，伊丽莎白直接就把他推了上去。那只卡通鸭鸭看见乐平后，主动发动了复制能力，褪去女魔王的魔神形态，想要复制成她的模样。乐平哪里见过这样的魔物，当场就惊掉了眼球。很快卡通鸭鸭的身体逐渐有了乐平的轮廓，而伊丽莎白也看见了，果断放弃本王的最强形态，而直接对你进行复制，间接说明了本王不如你。也罢，这点本王承认，但本王就想看你自己怎样去破解这种下课上的特殊技。但此时的乐平已经僵在了原地。伊丽莎白，你看到了吗？然而就在卡通鸭鸭准备完成了对勇者的复制时，体内的魔力突然发生剧烈的碰撞，令他不能成型，直接化成了一滩溶液，最后变回了扑克牌原型的4张2。只见4张暗淡的扑克牌回到乐平手中，瞬间褪去了污染的颜色，变回了金黄色。乐平这才意识到，这就是自己送给博斯大叔的扑克牌。然后他又拿着扑克牌对伊丽莎白说道：“你看清楚了吗？”这些话在伊丽莎白脑补后变成了这样：看清楚了吗？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些所谓的下课上特殊技就自然失效，懂吗？脑补完他又气愤不已，本王都已经7星魔神了，终究还是难以望其项背吗？整天一副吊儿郎当无所谓的样子，本王自认为已经把你看透，但每当你认真起来，本王又好像被你玩弄于股掌之中，自觉可笑。这时乐平说道：“伊丽莎白，要不你直接用魔法把我们传送去神树那边可以吗？”伊丽莎白闻言直接扔出一个魔法阵，使两人的身影在法阵中央迅速变得模糊。而在另一边的森林，经历了大战后早已变成一片荒芜，在枝枝半截的尸体旁散落了几张被打回原形的扑克牌，而他的上下身之间则是被一道3-4米宽的刀刃拦腰截断。此时上空却突然浮现出一个类似于天使的轮廓，让安妮和芝芝的尸体慢慢向着天空升去。紧接着一个十字架降落在天使的头顶，令已经死去的两人重获新生。这个天使便是当初乐平亲手缝制并送给安妮的布偶拉斐尔。与此同时，伊丽莎白的强制传送阵法也来到了他们的这边。拉斐尔笑道：“既然主人他们来了，那我就功成身退。”很快4人通过传送阵来到了神树的面前。乐平一下地就看见芝芝和安妮晕倒在了地上。伊丽莎白，他们怎么了？但伊丽莎白现在没空理他们，本王要直接把幕后黑手给揪出来。只见巨大的爪子掐住了神树的树干，然后将其整棵连根拔起。可当树根被揪起来的时候，映入眼帘的竟是恶心的黑色肉瘤。这一刻乐平愣住了，他从来没见过如此恶心的大树根。很快连接在地底下的小丑洞窟也被魔爪硬生生扯了出来。此刻他才知道精灵族这500年间发生了大变迁，就连昔日的布夏特维拉也都沦为了神树的养分。这时乐平注意到了密集的树根内包裹着博斯大叔和他的女儿伊利弗，于是他向前走了2步，不曾想被其中的一条大树根抽打了过来，然后径直的袭向他身后的女魔王伊丽莎白。可伊丽莎白只是一瞪眼，瞬间让那条树根原地炸裂开来，一点一点的蔓延向神树本体，直到它的根部被洞穿一个大窟窿才停止。与此同时，无数树根扎入小丑的半截身躯，为他提供养分，摧毁精灵部落的所有植物防卫，然后收服分散在各处的卡通召唤物，最后彻底斩断我的尸体魔法。我所有的计划都被你们一一打破，真是狼狈，但好歹也见面了。只是没想到最先找到你的，居然是最憎恨你的我。乐平听到小丑的口吻，还以为他们俩是认识的，但伊丽莎白拼命回忆也没有任何的印象。小丑一边卸掉装扮，一边嘲笑道：“那是当然，因为我为了抹掉自己的存在，换上了这副小丑装扮。这样的话，你就该想起我了吧？”原来黑暗公会早在几十年前，维斯马尔福就分离出自己一部分的细胞，然后再把这些细胞培育成另一个自己，让这个克隆体完美继承自己的尸体魔法，并且教会他应用和驾驭黑暗齿轮的方法，让他替代自己去入侵精灵部落并潜伏在里面。但这种完美的克隆体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量产，因为材料之一是本体的人格，要是分离了太多，那本体便不再会是本体了。所以小丑体内的人格正好是马尔福想要抛弃的卑微。抛弃这个人格之后，马尔福便不再怀疑自己配不上女魔王了。当克隆体小丑看见培养皿里的女魔王的时候，体内却产生了攻击的电流信号，不顾本体的命令，直接伸出尸体手臂向女魔王的克隆体发起攻击。可马尔福只是轻轻说了句不可僭越，那克隆体小丑立马被压在了地上不能动弹。马尔福让他搞清楚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小丑反问了他一句究竟是为什么，马尔福表示他只是一件帮助本体实现目标的工具罢了。就是因为本体说的这些话，小丑在潜伏了几十年后终于想清楚，我不是什么工具，我就是我，我在囤积自己的力量，总有一天我要取代本体，以自己的意志活下去。然而这感人的故事乐平根本没在听，脑子里想的却是担心被伊丽莎白的仇人波及到的事。伊丽莎白叹了口气，精灵部落已经没有合适的人选给你培养成自己的势力，你的种子种植计划要落空了吗？乐平以为他说的是种田的事，现在我哪有心思想这种小事啊？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应该由伊丽莎白你出面解决会比较合适。伊丽莎白想起了出门前他说过的话，原来你从一开始就已经计划好了吗？他不过是人族王子抛弃的卑微人格，如今却一心想囤积力量去取代本体，然后以自己的意志
使继续活下去。女魔王终于想起了这个人叫维斯马尔福，但维斯现在只想杀掉所有人，哪怕尸体魔法已经被传说中的勇者切断，但他还有整个精灵族和黑暗齿轮的力量。在说话之间，所有的树根都向女魔王抽了过去，可伊丽莎白的手只是微微一抬，一只魔爪破开了所有树根，并且抓住了维斯。乐平着急大喊：伊丽莎白，小心别伤到博斯大叔跟伊利弗。伊丽莎白让他放心，本王不会碰你的妻子的。说罢，他将两妇女转移到了乐平的身旁。此时的维斯完全不能动弹，只能任由伊丽莎白来审问。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艾米莉亚呢？还有传闻你要复活本王又是怎么一回事？维斯冷笑着，因为对你的敬重和畏惧而产生出了爱和卑微，种种复杂的情绪叠加扭曲的情感，凝聚而成的负面情绪都集中在我身上。他创造我这个工具，就是为了追求你。但反过来，要是我带着你的尸体回去献给他，会不会让他直接精神崩溃呢？伊丽莎白压低声音，少废话，别让本王问第二遍。维斯继续自顾自地呢喃着，我实在不明白，你有哪一点是值得我喜欢的？果然我对你就只有深不见底的恨意。说着，他从嘴巴里吐出2张扑克牌，很快一个诡异的笑脸浮现在维斯的身后，那只控制他的魔爪也被瞬间摧毁。伊丽莎白感觉到那是魔神阶的气场，原来维斯不惜一切为代价召唤出了王炸至尊小丑王，虽然只是3星魔神的级别，但其法则已经远超了同为魔神阶的对手。决定好了吗？把你的灵魂给偶折磨100年，以此为代价，偶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哦。维斯指着前方大喝，成交，给我杀掉这里所有人。至尊小丑王俯身扫了一眼伊丽莎白，言语里充满了不屑。小事一桩呢？伊丽莎白说道，你也是某个世界的王，居然要听命于比自己低级的存在，真是可悲。至尊小丑王笑道，没办法，规则就是规则，而且偶早就想拿你来试刀了，所以这么好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偶们都是使用黑魔法的主，那就瞧瞧谁的黑魔法更胜一筹吧。7星魔神的伊丽莎白在魔阶上是绝对的优势，但以防出现下课上的特殊技，他选择了时间禁欲作为防守。而至尊小丑王虽是3星魔神，但是他却无视了伊丽莎白的时间禁欲，向他发射出黄牌飞刃，并且反向禁锢了他。这一刻伊丽莎白愣住了，本王被锁定了，时间禁欲怎么不起作用？至尊小丑王笑道，你还不明白吗？魔法和魔阶都不过是表象，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比拼规则之力，而偶的规则正好在你之上。伊丽莎白恍然大悟，这么说，这些所谓下课上的特殊技其实就是依靠规则，而他们之所以凌驾于本王之上，是因为他们的规则都是继承于乐平吗？原来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比拼规则之力，而这个至尊小丑王的规则全是继承于他身后的这个男人。乐平听见女魔王的呼叫，便回头看了一眼，可就是这么一个回眸，当场把至尊小丑王的五官吓掉了出来，是造物主。于是在他的黄牌飞刃即将发射到女魔王的这一瞬间，至尊小丑王及时出现并挡在了2人的面前，替女魔王和主人承受下了自己发射出去的黄牌飞刃。至尊小丑王自知差点就冒犯了造物主，幸好最后赶上了，然后他主动解除了时间禁欲。维斯马尔夫看不懂刚才一瞬间发生了什么，这时至尊小丑王缓缓向维斯走去，特么的，偶差点就被你这个混蛋摆了一道。维斯仍然搞不清状况，立即给我杀了他们，我们的契约可是已经达成了。可此刻的至尊小丑王却面露凶相，口中一束光华喷向维斯，就你那破灵魂才值几个钱啊！很快维斯马尔福的身体瞬间化成了灰烬。事后至尊小丑王翘起屁股道歉 ，sorry， 黑魔法者总是想弄点负能量做点心嘛，所以偶才一时贪玩答应陪他整点乱子。偶已经把所有灵魂释放了。女魔王询问他还要继续打吗？一旁的乐平完全看不见魔法画面，那个人怎么突然间就变成灰了呀？至尊小丑王回答女魔王，当然不打了，没想到一段时间没见，你就已经跟造物主化敌为友了，麻烦帮我告诉主人，偶再也不敢调皮了，偶先撤捏，拜拜。说完，至尊小丑王的身影便消散在原地，而王炸的本体也飘落回到乐平的手中。伊丽莎白觉得乐平太高估外面的凡人了，要是这副牌落在心术不正的人手上，就会酿出巨大的祸害。乐平完全搞不清楚状况，跟我的扑克牌有什么关系？之前在博斯大叔手上都还好好的呀。伊丽莎白闻言沉默了，心想使用者若是以善念为本，就能发挥出神圣13斗士的威能，反之就会被黑魔法所腐化。现在特维拉已经死了，短短500年精灵部落就沦落成这个样子，本王还是先把这里的事情经过搞清楚再说。随后伊丽莎白一挥手，将干瘪的博斯和伊利弗拉了起来，告诉本王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然而2人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能发出哎嗷嗷的声音。乐平连忙取出自制的矿泉水，都被坏人虐待成什么样子了，先给他们喂点水吧。然后乐平把水直接浇在他们那干瘪的脸上冲洗，瞬间让他们重新有了活力，恢复了过来。乐平赞叹这个魔法世界真神奇，上次芝芝也是这么弄才恢复过来的。可恢复过来的父女俩第一时间跪在地上求原谅，我们罪该万死，要惩罚就惩罚我吧，是我博斯不自量力才闯下如此大祸，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精灵部落早已被黑暗公会腐化，而我因为听信了敌人的诡计，致使宝具卡牌落入他们手上。伊利弗表示被抓了之后就抽干了魔力，后面的事情都记不起了。而博斯则记得失去意识前，那个小丑装扮的人献祭了大量生命来腐化宝具卡牌。伊丽莎白认为这是记忆被洗劫之后的后遗症。乐平询问他应该怎么办，可伊丽莎白却再次伸出了黑手，那就让本王再来洗劫一遍就好了。很快父女俩的身体再次变得干瘪，记忆也被抽取了出来，这可把乐平当场气死。伊丽莎白你在干嘛？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将他们的记忆注入了脑海，一番查看后也是有点惊讶。乐平见他表情有点凝重，便询问伊丽莎白是否有新的发现，可伊丽莎白却摇摇头，他们刚才说的就是他们知道的全部。这
这话直接把乐平给整无语了。特维拉是为了族人而牺牲自己，并没有背叛本王的意志，只是后面的族长一代不如一代，现在整个精灵部落都已经油尽灯枯，还有谁身上能套取情报呢？这时布兰切特突然从土里钻了出来，我可以告诉你们，魔王伊丽莎白还有传说中的勇者，在你们杀死维斯马尔福的克隆体之后，我就重获自由了。可伊丽莎白却让他站住，你凭什么觉得本王要相信你？布兰切特闻言脱下了眼罩，露出了散发着恶臭的黑暗齿轮。下一刻，那颗齿轮被活生生挖了出来，然后飘到伊丽莎白的手上。不就是黑暗公会那蕴含邪恶魔力的齿轮吗？布兰切特表示齿轮已经被拔出，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可话音刚落，布兰切特的记忆就被伊丽莎白强制抽取，然后变成一具干尸栽倒在了地上。这可把刚救活博斯妇女的乐平吓坏了，但伊丽莎白却主动握住了他的手，把刚抽取的记忆画面同时转给了他。这次你跟本王一起看。原来维斯马尔福先是控制了几位族长，让神树被黑暗齿轮污染并结出果实，再以族长和长老之命逼迫族人吃下肉瘤，从而一步步把精灵部落全面控制。作为部落的大将军，布兰切特第一时间就去破坏神树，但结果反被污染后的神树伤到了眼睛。接着维斯马尔福趁机在他眼睛里种下魔力，让其长出黑暗齿轮，从而控制了他。从此往后，他变成了每个月抓捕族人上缴的帮凶之一。长此以往，精灵部落已经完全被维斯马尔福掌控。再后来，布兰切特遇上了女魔王，为了不被活抓，他打开了护腕，启动了手上的印记，选择了自杀。然而在女魔王等人走后，四炸卡通射手却对他使用了高级治疗术，把刚死不久的布兰切特救了回来。在得知所有真相后，他们唤醒了众人，围坐在一起。但此刻女魔王仍然是一脸的愤怒和不可饶恕，只是愤怒的原因是乐平把她爱吃的零食都分了出去，而他们四个则一边吸取着果冻，一边享受着提升魔阶的快感。这时布兰切特将四炸递回给波斯，他本来想借用我的身体来悄悄救走你们两父女的，但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你们直接当面聊吧。伊利弗对着扑克牌说话，四炸神圣弓箭手，你说的当面聊是什么意思？他的话音刚落，一个精灵族女人的虚影突然浮现，长相居然跟伊利弗有7、8分的相似，而且在现身的瞬间就把父女俩拉入了另一个维度。只见一个精灵族女人转过身子，向博斯微微笑了一下。此刻博斯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是你吗，尼奇塔？然后他牵着女儿伊利弗的手一起狂奔了过去，来到妻子面前抱住了她。我没有做梦吧？我真的好想你。伊利弗不敢相信自己的妈妈不是已经死了吗？尼奇塔解释道，在现实世界我的确已经死了，但灵魂在神圣殿堂这里得到了重生。这一刻伊利弗再也忍不住，眼眶更是泪如雨下。尼奇塔温柔地说道，妈妈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可说到下一句又突然画风骤变，时间无多了，我该从哪里说起好呢？之前我不是被父王逼着回去精灵部落吗？然后我为了保护你们选择献身给神树，然后我的灵魂不知怎么去了一个混沌的战场，那里有许多来自不同世界的灵魂，是一个邪恶的小丑邪神把我们召唤过去的，要我们互相厮杀供他取乐。久而久之，我们悄悄开始联合去反抗他。此时的伊利弗只感觉母亲很可爱，一旁博斯的爱意也已经溢出了屏幕。尼奇塔继续说着，于是小丑邪神开始派出影子军团来对付我们，甚至试图诱惑邪化我们联合军，一旦被他邪化就会成为他的卡通士兵。最后只有我们决心最强的13个人敌守住了他的诱惑。在最终的决战中，我的灵魂又差点死在小丑邪神的手上。突然砰的一声，造物主把混沌空间划开，他不仅赐予我们13位神圣的力量，还把小丑邪神的影子分裂开来，大大削弱了他的力量。自此我们神圣13斗士就在这里制衡着小丑邪神。等尼奇塔说完，博斯一把将他和女儿搂入怀中，时间已经不多，就让我们好好感受剩下的相聚时刻吧。造物主就是乐平先生，一切都是他的安排，我们才得以相聚。尼奇塔很欣慰，原来博斯你已经知道，那我就放心了，只要你们侍奉好造物主，那我们一定可以再相聚的。真想一直跟你们在一起啊，但造物主赐予了我光荣的使命，我必须要坚守。当然我并不是离开，我会在卡牌里面继续守护你们的。看着亲人一点点散去，两人连忙追问怎样才能再见。然而尼奇塔只留下了一句话，信乐平得永生。说完便以神圣13斗士的形态重新站回到四炸的台阶之上。随着魔力一点点的消散，两人的灵魂退出了另一个维度，然后握拳对乐平宣誓，从今往后我们两父女就是乐平先生最忠诚的狗。伊丽莎白很惊讶，在别的维度培育势力，然后禁锢在道具之内，在这里可随时调用，你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然而乐平却什么都看不到，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一旁的芝芝很好奇，大家都吃了果冻，为何博斯父女获得的魔力提升会更多？安妮猜测也许是他们更早讨伐黑暗公会的原因。芝芝很担心，现在我还是魔阶最高的，但这点差距很快就会被抹平，而且这次我的表现奇差，恐怕已经令勇者大人失望了。精灵部落一夜之间惨遭覆灭，只因黑暗公会控制了他们的族长，献祭掉了几10万族人的生命。而大将军布兰切特有幸遇上勇者和魔王，希望他们能够出手拯救一下精灵部落。可女魔王伊丽莎白却拒绝得很干脆，不行，乐平觉得他应该是有办法的，比如什么复活魔法之类的。伊丽莎白解释自己每次复活人数的极限是10人，面对庞大的数量根本没意义。再说他们族人尸体内残留着黑色齿轮的力量，若不是把肉体再造，以后肯定会成为黑暗公会埋藏的隐患。还有就是精灵族依赖神树来生存，而树的魔力早晚都会耗尽，凋亡不过是迟早的事。如今神树已被摧毁，更没必要去复活，多此一举。听完伊丽莎白的讲解，乐平想出了一个办法，树没了再种一棵不就好了吗？正所谓10年树木，100年树人，即便现在意义不大，但只要播下种子，那未来还是有希望的。根据我的经验，这
树根都烂透了，已经没有救活的必要。但是这里土壤的条件似乎还行，跟我家里的差不了太多，只是用外面的果实种子来种的话，从发芽到成树的时间太长了。伊丽莎白还以为自己听错，她是想重新种一棵精灵族的神树吗？布兰切特也觉得不可思议，神树可是初代族长特维拉大人牺牲自己发动神树降临才诞生出来的，根本不可复制。这时乐平又想出了一个比种子种植更快成树的办法。然而当他回头向众人寻求帮助的时候，4个人瞬间平移到他的面前，同时举手请勇者大人吩咐。乐平表示不用那么多人，只需要芝芝小姐一个人就够了。听到自己被需要，芝芝一脸的光荣，请问勇者大人需要我怎么做？乐平说道，从家里带出来的那根树枝还在芝芝小姐你身上吗？可以给我一下吗？芝芝闻言脸色骤变，猜测勇者是要收回赐予他的武器，即便他万般的不情愿，还是将那根树枝取了出来。乐平说道，我看这破树枝对芝芝小姐你也没多大作用，我就拿回来了，没问题吧？然而他的话又被芝芝脑补成，芝芝索格斯，你这次的表现太让我失望了，我要把赐予你的神木剑收回来，自己好好反省吧。芝芝全身止不住的颤抖，一切仅听勇者大人的安排。等到乐平转身走向神树的位置后，芝芝这才忍不住一拳砸在了草地上，沮丧地告诫众人，失礼了，请各位以我为戒。博斯也忍不住发抖，乐平先生好严厉，即便强如剑圣大人都要被当面训斥。伊利弗让芝芝别太难过，要说表现的话，我们更加不如剑圣大人。安妮也陷入了自责，乐平哥哥每个月都给我送魔法水果，如果我再发挥不出拉斐尔的实力，他也一样会对我彻底失望。此刻芝芝悔恨交加，我配不上剑圣的名号，请各位不要再这样称呼我了，今天的耻辱我芝芝索格斯永远都会记住。后面看戏的伊丽莎白呵呵一笑，好一招杀鸡儆猴啊，现在本王就看你如何种树。精灵部落已经凋零，要实现大规模的复活是根本不可能，更别说是没有魔力的你，任你再厉害也不可能违反基本法则。勇者在地上插了根树枝，然后再撒了点肥料和水，不曾想引起了整个精灵部落的地震。原来他种下的树枝正在迅速生长，巨大的树干从地面破开寻找养分，那些已经死掉的圣兽被吸干成了木质化，就连森林里的那些行尸走肉也不例外，通通都被树干清理和吸收。很快巨大的树根将整个精灵部落笼罩在内。与此同时，先前的圣地结界正在逐渐散去，只见那棵刚种下的树枝长出了一朵朵花，接着所有的树干也跟着开满了花朵，象征着新的一轮生命即将诞生。很快一个个新鲜的肉体从花朵之中落下，不一会儿就占满了整片森林，他们全都是曾被献祭出去的族人，就连死去的圣兽和坐骑也被重塑了肉身。布兰切特感觉到一股巨量的魔力如洪水般侵袭到精灵部落的每个角落，把死掉的生灵全部都复活了。而且这棵神树还只是完成生根阶段，如果等它长成之时，对我们精灵族的福蒙将会远超出代神树。此时的乐平正好奇自己刚种下的树枝怎么会长得那么快，直到他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由于精灵部落这里蕴含丰富的魔力，所以插枝树苗的长势才会那么猛。他甚至感叹这个世界魔法才是王道，全然不知自己有何种恐怖的创造力。女魔王被深深震撼到了，如果是自己使用黑魔法进行复活，需要消耗自身10倍对等的寿命进行等价交换，哪怕这点寿命休息一会就能恢复过来，但也变相限制了自己的发挥。而勇者则不需要任何代价就实现了超大规模的复活，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花苞让处于游离状态的灵魂得以医治，根系则进行物质的吸收和重构，基本道理本王能猜个大概，但难就难在把灵魂注入到肉体之内的最后一步，这已经不是魔法所能解释的了。是因为从家带来的井水和肥料吗？不对，这些富含魔力的外物，本王平时也都在享受，虽说已经非常高级，但也远远未能达到创造生命的条件。如果外物不是关键的话，那关键即是神之一种。没有法则吗？那就是创造法则。终于揣摩出乐平的法则之后，伊丽莎白失望的直接跪在了地上，本王悟了，同样的东西同样的操作，乐平可以，但换做其他人包括本王都不行，怪不得那个至尊小丑王会称呼他为造物主。此刻伊丽莎白想要击败乐平的梦终究是破碎了，因为二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是一星半点。这时博斯感觉气氛很奇怪，询问女儿有没有感受到庞大的魔力。伊利弗表示自己感觉到有大量的精灵族人正在诞生。芝芝闻言不再纠结，树枝在我手上就是暴殄天物，勇者大人收回去是应该的。安妮表示就算自己有赤魔之瞳，也越来越看不透乐平哥哥了。乐平环顾四周变化的场景，表示能帮忙的自己都已经帮了，剩下的就交由你们去延续了。此时的女魔王蹲在地上陷入深深的阴谋，布兰切特有些惶恐，不确定的再次询问勇者大人的意思。乐平笑道，树苗之后还需要人去打理的，所以就交给你了。布兰切特陷入了自责，只有族长才有资格照顾神树，自己被控制时迫害过族人，根本配不上这个资格。但是他很快又想到一个有资格的族人，勇者大人，就是他。伊利弗的母亲救过我，他也有先代族长的血脉，所以我推荐他来担任新一代精灵族的族长。博斯闻言惊讶地看了一眼女儿，伊利弗更是全程呆若木鸡。我妈？起初他害怕管理不过来，想要拒绝，直到父亲博斯用手制止了他。我博斯一定会好好帮助伊利弗的，请勇者大人放心。然后小声嘱咐女儿，记住你妈妈说过的话，只要是乐平先生安排的，我们就全力以赴。布兰切特闻言上前表明忠心，我会履行大将军的职责，好好辅助你经营好精灵部落的。然后三人同时用余光扫了一眼乐平，务必要令勇者大人满意。安妮认为这是权力的重新分配，以后就由卡牌工会和精灵部落来镇守勇者大陆的南部了。事后乐平来到女魔王的面前，伊丽莎白，我们该回家了。可伊丽莎白的情绪低落，
任由乐平用手戳他都没有反应。这时芝芝走了过来，勇者大人请留步，我有一事请教，我想跟勇者大人你请教太极剑的真谛。自从我修炼太极剑后，就感觉自己对剑术的理解变得模糊，魔力也常常在体内剧烈碰撞，我究竟在哪一步开始出错的？请勇者大人点评一下。然而乐平却说自己早已经忘记的差不多了。如果芝芝小姐想请教剑术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剑圣公会交流学习一下。这最后一句话令芝芝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同时旁边的三人也是一脸错愕，让剑圣本尊回去剑圣公会学习剑术，简直是杀人诛心啊！芝芝颤抖了，因为剑圣公会的剑术全部都是由他亲自传授的。他不甘地询问乐平：“我的剑术就真的如此不堪吗？”乐平说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其实太极剑我印象最深刻的就只剩下最后一式那个无剑式了，而无剑式不就是我之前在他塔诺镇的公会大比关战时那个选手用过的招式吗？”同时他心里吐槽自己没有魔法，才凝聚不出那种魔法剑气，所以我想应该都差不多了吧，就像这样。说罢，乐平手指向前一挥，然而就是这么一挥，直接把芝芝的灵魂推离了肉身，飞向了另外一个维度。只见大殿上的山峰悬空而立，下方则刻画着昆仑两个大字。此时的芝芝脚踏在剑身之上，御剑飞行，最后降落在昆仑山的大殿上，而大殿的正中央坐着一位老者。只见老者手上的拂尘一挥，几位昆仑弟子立马向芝芝挥剑迎了上去。不出3个回合，芝芝便败下阵来。往后芝芝便换上了他们的服饰，每天与昆仑弟子们讨教剑术，但结果每一次都输得十分狼狈。不知道过去了多久，老者终于为芝芝奉上了一杯茶，而芝芝半杯茶水下肚，对太极剑法的无字似懂非懂。于是他又开始执剑练起了太极剑招，只是那种魔力碰撞的不适感再次出现，令他体内气血翻滚，嘴角溢出了鲜血。于是芝芝尝试闭上双眼，忘掉自身，化作自然，把自己融入了太极之中。春去秋来，不知过去多少个年头，此刻的芝芝已经两鬓斑白，手拿一把扫帚在院子里清扫落叶。现在的他再次面对弟子们追逐打闹时，3下5除2就能把他们全部收拾。当老者再一次找到芝芝谈话的时候，他早已忘记自己来这里是为了学习太极之道，但也是如此，老者认为他正是回去的时候。话音刚落，芝芝的样貌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感谢师父的开悟之恩，让弟子最后恳求能知道师父您的身份大名，好让弟子永尊于心。老者吹了一下眉毛，这个不重要了，不过鄙人张三丰，不知道下次来这里的又会是谁呢？勇者只是轻轻一指，竟把女剑圣的灵魂推离了肉体，令其飞向了另一个维度，并跟随张三丰学习太极之道。学成归来后，更是连破3阶，达到4星魔王。整个过程对于其他人来说不过是眨眼之间，魔王阶的层次都能连破3阶，或许在勇者的眼里，魔王阶跟魔师阶并无区别。事后芝芝向乐平深深鞠了一躬，多谢勇者大人引路，我将遵循勇者大人您的指示，回剑圣公会从零学习，不再执着于剑术，而是投身于太极之道。说完这些，女剑圣便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原地。乐平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心想异世界的强者真是让人捉摸不透。然后他询问安妮和博斯大叔有什么安排，要顺路搭上伊丽莎白的传送吗？博斯父女表示暂时想留在精灵部落熟悉环境，然后再把卡牌公会的大本营转移到附近，便于一起管理。而安妮则决定要去一个地方，便婉拒了乐平的好意。得知所有人都有了各自的安排，乐平便戳了戳正在 emo 的女魔王。小白小白，我们该回家了。伊丽莎白无力地哦了一声，然后召唤出一个传送法阵，很快两人的身影变得模糊，最后消失。另一边，女剑圣芝芝正在返回剑圣公会的路上，正好看见了下方的剑长老和辉在对抗黑暗公会。他们终于明白上次的公会大比中，巨熊公会的选手为何会使图画。原来憨厚老实的兽人族已经堕落成这个样子了。巨熊公会的会长冷笑道：“这就是你们人族心中的印象吗？难怪兽人族总是凝聚不起来大势力呢。”说罢，他身形突然暴起，解放了肌肉100%的力量，向两人砸了过去。两人同时跃起进行躲避。辉询问巴利长老应该怎么办，对方是一星魔尊阶实力。巴利冷言道：“不可妄自菲薄。喝了博斯赐予我们剑圣公会的麦茶后，本长老也已经突破魔尊阶。”说罢，他拔开了长剑，使用了顺拔千针，一瞬间无数尖刺穿过了巨熊公会会长的身体，每一根针都约有50-60公分的长度。这时辉又趁机结印沈汉陈灰流浇筑，很快他嘴里喷出一坨坨像是水泥般的粘液，将巨熊公会会长的身体包裹了起来。接着辉又扎入双刃，使出了盾剑剑术震导，通过震动来导使里面的物体，以达到粉碎敌人身体的效果。此时的辉已经开启了最大的震导功率，哪怕是一星魔尊也都咳出了鲜血，就连方圆几里的沙漠都受到了影响。而剑长老则立在长剑之上，对食色剑里面的灰之剑最为欣赏。虽然你没有青之剑那样锋芒，但却能将其捕捉，开发出只属于你自己的盾剑剑术。在震导结束之后，辉将双刃拔出并帅气转身，还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击杀任务时，不曾想坚硬的混凝土突然开裂，然后轰隆一声尽数坍塌。同时两人察觉到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他们第一时间动用了所有魔力来发动剑盾，很快3重护风剑从天而降挡在了面前。此时一只失去血肉的手抬了起来，只是轻轻地弹了一下手指，眼前的3把护风剑便被冲击波全部轰断，甚至同时把灰之剑和剑长老都击飞了出去。现在的他觉醒了黑暗之海的混沌之力，已经达到一星魔王的水准，魔王阶之下皆为蝼蚁。现在的我想必已经超过了马尔福大人了吧。可话音刚落，女剑圣的身影便越过了他的身体，将其切成了3大块。剑长老艰难地爬出沙坑，惊讶会长怎么在这里。迟迟说道：“巴利，为什么你在这里？为师不是让你好好镇守公会大本营吗？”巴利低头回应：“我本想来打探
看南部一个小国家的消息，但显然是被2个外人摆了一道。至于工会那边，现在已经反客为主，击退了黑暗工会。食色剑也分别前往魔域各处搜索情报。芝芝也不想啰嗦，先回工会本部再说。你帮我召集所有人，我有重大事情要宣布。与此同时，在魔域的某个哥布林洞窟，食色剑之一的绿之剑正带领一支队伍前往搜索。其中特拉维是为了还剑圣工会的人情，才同意了跟他们组队。而炒黄牛的黄牛因为最近赛事太少，为了赚钱才接了这个悬赏任务。这时一个妹子询问，那些哥布林是不讲道理的野蛮人吗？好可怕哦！绿之剑扫了一眼妹子傲人的上围，说道：我会好好保护你的。可这时妹子法杖上的红色宝石突然有了强烈发硬，同时在洞窟的尽头，绿色光点占满了整个通道。青之剑立马拔出一把形象仙人掌的长剑，带领众人一同和哥布林展开了生死搏斗。几分钟后，特拉维不甘地倚靠在墙边，怎么会？这些连魔法都不会的野蛮哥布林居然……不等他说完，一根铁棒当头砸下了结了他。此时青之剑已经阵亡，黄牛的头也被砍了下来，只剩下一个被捆绑起来的妹子不停挪动着身体。如此完美的身材令哥布林首领都留下了贪婪的唾液。嘿嘿，女人，兄弟们，繁殖开始！妹子闻言失声痛哭了起来。可哥布林们只管拼命撕裂她的衣服。然而几分钟过后，那只哥布林首领身上的精气逐渐被抽干。妹子舔了舔了手指，果然还是加点剧情才不会那么容易乏味。哪怕再不讲理的野蛮人，在妾身面前也乖巧的跟狗一样，实在没趣。接着他把黑暗齿轮刚刚吸收的力量输送进体内，很快露丝贝德的等级一瞬间提升至5星魔宗。他开口说道：出来吧，该看的都被你看完了呢。随后一只紫色虫子爬了出来，紧接着一双手挖开了虫子的嘴巴，最后一个人从里面钻了出来。泰戈尔说道：你想要黑暗齿轮力量的话，不需要隐藏身份，到处狩猎马尔福播下的种子啊，我可以给你，只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露丝贝德笑道：早就看出你跟会长大人貌合神离了，你想切身背叛工会吗？他是黑暗工会6主魔之一的魅魔，哪怕是痴迷于繁殖的哥布林，在他面前也会乖巧的像条狗一样。但如今他对阿萨托斯使用了致命诱惑，却没有丝毫作用。别浪费魔力了，我对你们这个世界的欲望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我不是要你背叛马尔福。露丝贝德猜测他至少魔王阶才能抵挡住自己的魅惑之术，然后询问他究竟要帮什么忙。但话到了嘴边又故意说了句：妾身连魔尊阶都未能突破，又怎么能帮得到你呢？阿萨托斯呵呵一笑，真是狡诈的女人，你是怕我给不出令你满意的条件吧？我告诉你吧，黑暗齿轮不过是个过渡产物，如果你跟我签署一份契约，我可以给你10倍于黑暗齿轮的力量。在说话的同时，他从口里推送了一些混沌之力过去。实话实说，你的魅惑之力很特别，这也是我选择你的原因。这份混沌之力足以让你跳过魔尊阶踏入魔王阶，相当于你吸收1000个黑暗齿轮都不止了。但跟我签订契约的话，你就必须帮我把事情办妥，否则代价可是很巨大的。我不会强迫你，你自己选择吧。为了轻松踏入魔王阶，露丝贝德最终还是选择了力量。好的，看在魔王阶的份上，妾身答应你。另一边，在乐平家后院的田里，一株精灵部落的5行豌豆被他带了回来耕种。魔法世界就是神奇，植物还能通人性，不像我种的都是普通玩意。我该回屋里去了，以后你就住在这里跟大家好好相处吧。然而等乐平走后，田里的各种水果蔬菜竟然散发出无比恐怖的气息。此时乐平回到屋内，询问伊丽莎白要不要整点新摘的苹果。情绪低落的伊丽莎白果断拒绝，不要，苹果哪有零食好吃。乐平好心提醒她别吃太多零食，就快准备吃午饭了。伊丽莎白闻言放下了薯片，然后拿起了超大号的可乐，咕噜噜一口就干掉了大半瓶。乐平很无语，自从精灵部落回来后，女魔王就变得一副颓废的样子。可伊丽莎白喝完又对着可乐发起了狠，可恶，太可恶了。乐平还以为自己哪里惹到他了，难道是我在外面的表现达不到预期吗？魔法我没有，剑术学不来，所以被我这个笨学生气到了吗？不对啊，虽然我魔法和剑术都不行，但至少也团结了外面的势力对付黑暗工会了。实际上伊丽莎白是想不明白，凭什么乐平能凌驾在规则之上，那自己当初经历的痛苦修炼又有什么意义？但想了想又觉得算了，或许按照设定，本王就是他扬名立万的垫脚石。不对，他根本不需要，否则也不会一直待在这里不出去，是本王自己不自量力找上门的，反正怎么挣扎也不可能超越他的，那本王还不如直接躺平。想当初魔王阶就能统治世界，现在本王7星魔神阶又有何用？享受生活吧。乐平细细想了一下，郁郁寡欢，烦躁易怒，情绪波动大，乏力懒洋洋，狂吃零食。难道他来大姨妈了吗？但是同居1年多，之前也没有发现他有类似的症状啊。不过魔法世界嘛，魔王的生理期跟人类不一样也正常。只因勇者误以为女魔王来了大姨妈，便给她炖了一盅红糖水调理。然而就在她吃下第一口时，却突然被拉入了境界内的温泉，而且还是行气活血补充体力的红糖温泉，同时还有3位入圣级强者帮她一条龙服务。女魔王好奇询问究竟是什么样的服务，可3位强者却直接向她抛出浴巾，把一丝不挂的伊丽莎白扯出水面，然后包裹起来。紧接着他们又是一甩，让伊丽莎白趴在了软绵绵的气垫上面。随后银耳小姐为她的手部进行了细腻的按摩，整个过程伊丽莎白反抗不了半点，但同时她也舒服到不能自拔。然后鸡蛋
阿姨开始为伊丽莎白推背，解释按摩会令人放松下来，而我的蛋液开背可以使你的皮肤变得跟我一样滑溜溜的。伊丽莎白原本还想挣扎一下，但结果身体完全不听使唤。这时红枣婆婆佝偻着身子走了过来，抖了抖自己的身体，表示该到自己出场了。鸡蛋阿姨很诧异红枣婆婆这么快就出手，她应该还没完全放松呢，不过也行吧，这女娃的底子挺不错的，应该能承受得住。伊丽莎白心想，不就是按摩吗？这个老太婆颤颤巍巍的，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红枣婆婆得到众人同意后，便开始了舒展筋骨。只见她那细成牙签一样的小身板突然暴涨几倍，瞬间惊掉了伊丽莎白的下巴。此时红枣婆婆抓住她的一边小腿，然后使出了中指扣拳法，在伊丽莎白的脚底一顿疯狂输出，令她忍不住轻轻呻吟了2声，直到后来不再矜持，终于大声娇喘了起来。3位入圣强者分别负责滋阴养颜和补血，他们的等级都远在魔神阶之上。很快一片光华闪过，伊丽莎白从境界回到了现实，同时她也从7星魔神提升到了8星。乐平询问伊丽莎白怎么样，有感觉身体暖和舒服了一些吗？但伊丽莎白脸颊微红，不停回味着刚才的感觉。乐平见她没反应，便再次询问是不是味道差距太大不好接受，但她的话被伊丽莎白脑补成了这样：哟，没错，我稍微动一下规则之力就能让你进阶，但你依然追不上我，我们的差距就是这么大，你接受不了也没办法。伊丽莎白上一秒还是画风正常，下一秒又立马变得颓废。嗨，规则来了，本王也没办法，吃什么都没有意义，该怎样就怎样吧。乐平听到规则2字，心想果然是大姨妈来了，食疗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然后他主动走出门外，伊丽莎白，我出去找阿尔法练习一下，可以吗？伊丽莎白躺在沙发上无力地回答道，随便你。可当乐平来到劈柴的地方，却发现阿尔法失去了踪影。最近他总是跟旺财混在一起，应该是出去溜达了吧。与此同时，阿尔法正捂住耳朵跟着旺财巡逻，最近他总是能听到奇怪的声音，实际上是系统发出来的声波。旺财说道，怎么本王就没听到呢？肯定是你小子又想找借口偷懒是不是？阿尔法解释，最近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嗡嗡响，搞得自己没办法睡觉。可这时旺财却突然发出警戒，表示3公里外有可疑的声音。此时露丝贝德控制了几个哥布林正在追赶，而自己则装扮成受害者逃跑，打算以这样的方式混进勇者和魔王的隐居之地。原因是阿萨托斯和他的契约内容是杀掉马尔福的心爱之人女魔王伊丽莎白，他知道以自己的实力根本办不到，但他认为凭借以下课上的魅惑能力可以控制勇者杀掉女魔王。怎料这时一枚导弹发射，把他身后的那片土地轰出了一朵蘑菇云。露丝贝德回头望去，发现那2只哥布林已经被炸成了灰烬，那可是被赋予了黑暗齿轮，实力达到魔尊级的野蛮哥布林，是什么攻击居然一瞬间就……然而当他回头后却打了个冷战，只见约有7种不同的现代化武器顶住了他的脑袋。旺财说道，你是什么人？来这里有什么目的？露丝贝德全身都在颤抖，他知道只要说错一句话就会死无全尸。这时阿尔法说道，旺财前辈，你吓到这位小姐了，很明显她是被魔物追猎的可怜少女罢了。对了，本大爷是传说中勇者的得力干将真圣剑。阿尔法大人，旺财让他闭嘴，本旺要先对这个可疑的人进行分析，别透露主人太多情报。然后他伸出机械手臂向露丝贝德进行扫描，可露丝贝德体内有着和阿萨托斯契约的秘密，不想被发现，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对阿尔法和旺财使用了致命诱惑，令其陷入了深深的幻象之中。在阿尔法的视海中，他是传说中勇者手里最强的武器，也是陪伴勇者南征北伐的最佳搭档。他们一起聊天，一起练习剑术，甚至一起斩杀恶龙，哪怕是被世人称为最强的女魔王，最后也只能命丧于阿尔法圣剑之下。失落的时候指引我，迷惘的时候引导我，谢谢你我的好搭档。阿尔法仰天大笑，客气什么，这就是羁绊啊，我的好搭档。另一边的旺财也陷入了幻象之中，那天他和主人在草地上奔跑，他配合主人一起玩起了飞盘，他是主人心中最爱的陪伴宠物狗，主人甚至拒绝和女魔王亲热，只为和旺财天天黏在一起。而在现实中，旺财的武器垂落了下来，露丝贝德还以为自己得逞，只要有欲望存在，就不可能抵挡切身的魅惑，不管你是多么的强大。然而此刻的旺财却激活了杀毒程序，仅仅3秒钟就完成了查杀，甚至还自我更新了系统的漏洞补丁。接着旺财又再次举起了各种枪支弹药对住露丝贝德，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入侵本旺的系统奖励本旺？虽然你没有威胁，但不清楚你的意图，还是消灭你比较好。这一刻露丝贝德蒙圈了，以下课上的魔王阶魅惑术居然被破解了。传说记载那个伊丽莎白不也是魔王阶而已吗？怎么妾身在见到他之前就已经要殒命了？可就在这时，乐平却找了过来，旺财看见主人立马变乖，把所有的武器都收了回去，然后一蹦一跳的迎了上去。乐平笑道，我刚才就听到这边有动静，果然是你们。露丝贝德猜测这家伙就是传说中的勇者，只要他是个男人那就好办了，英雄救美的剧情百试不爽，就让妾身来满足你们男人的幻想吧。然而在乐平的这边根本没人注意到他，还有阿尔法仍旧还在幻象之中不能自拔。乐平还以为阿尔法撞邪了，直接给他来了个大逼兜，果然勇者的一巴掌能够解除了魅惑术，吓我一跳，刚才我还以为你失心疯了，是最近没休息好吗？没事的，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我们回去劈柴吧。直到人走茶凉，假晕在地上的露丝贝德仍然没人发现，妹子只能主动开口，请问能帮帮我吗？乐平这才注意到后面还有个妹子，随后他把这个陌生妹子扶回
回到了家，这立马惊动了正在躺平的女魔王。乐平询问露丝贝德小姐，还觉得哪里有不舒服。露丝贝德娇喘的表示头还有点晕，切身休息一下就好。乐平也只好将她扶到沙发上坐下。一旁的伊丽莎白为此还挪开了几个身位。乐平让露丝贝德先休息一下，自己则去倒杯茶过来。此时的伊丽莎白全身散发着杀气，恶狠狠地瞪着那一剑一狗。阿尔法当场就被吓破了胆，头上的旺财更是瑟瑟发抖。下一刻，伊丽莎白一记飞腿踹破了旺财的显示屏，而阿尔法及时变回原形，才侥幸躲过一劫。旺财被踢出了屋外，还滚了几下。伊丽莎白大人，你误会了。可这时伊丽莎白又夹住了他的狗头，又乱捡人回来是吧？本王说的话你不当一回事是吧？这一幕被露丝贝德尽收眼底，他就是传说中的魔王伊丽莎白。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因为妾身的到来，他和那个宝具发生了内讧。接下来只要彻底把那个叫乐平的勇者俘虏过来，那妾身就能借刀杀人，完成跟阿萨托斯的约定了。想到这里，他直接对乐平发动了致命诱惑。只见一缕缕的邪气撞向乐平，却被瞬间弹开。露丝贝德感到不可思议，刚才哪里出错了？怎么入侵不了他一点？然而当乐平将麦茶递到他的面前时，露丝贝德再一次发动了致命诱惑，心想只要是男人就不可能抵挡得住。怎料乐平却误以为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你眼睛怎么一抽一抽的呀？这一刻露丝贝德的嘴角止不住的抽搐，反正没有败露，就干脆接过乐平的麦茶。但接过杯子后又惊叹里面的魔力好浓郁。当他喝下第一口麦茶后，更是直接被拉入了境界。只见茶水犹如一堵高不可攀的水墙向着他迎面扑来，一瞬间把整个境界填满，最后将他淹没。结束后，他的魔阶从1星魔王提升至2星魔王。乐平见他精神了不少，便询问是不是舒服了一些。但这时喝剩下的半杯麦茶却掉在了地上。只见露丝贝德捂住肚子，感觉很难受。你给妾身喝的是什么？很快他小腹上凸起一条条纹路，而且还在慢慢蠕动。不多时，那些纹路就已经爬到了露丝贝德的胸口，直至喉咙。乐平头都大了，怎么了？你怎么了？难道说是对小麦过敏了吗？伊丽莎白及时出现解释，这显然跟那个芝芝一样，都是跟黑暗之海签订了契约被污染的人。乐平恍然大悟，那伊丽莎白你赶紧去救他吧。伊丽莎白眯了眯眼，心想这家伙明知故问，这不是已经用麦茶帮他强制解除契约了吗？现在不过是排异反应罢了，你以为本王不知道吗？非要找机会彰显自己造物主的了不起。果然一坨发紫的物体从露丝贝德嘴里慢慢爬了出来，酝酿了一会儿之后，他才将所有的污秽之物吐了出来。乐平认出了这东西就是之前遇到过的那种魔法虫子。阿萨托斯惊讶道，吾这次如此隐蔽，你是怎么发现吾的？伊丽莎白，吾发誓与汝之二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吾要用混沌之力诅咒汝。不等他说完，智能扫地机又再一次把他吸走。清扫中，请注意。女魔王询问他来这里究竟有什么目的。露丝贝德也没想到契约被破解了，事情的发展也超出了预料，他便解释自己是被迫的。可伊丽莎白又怎么会轻易相信他的鬼话？当即就将他拉入了自己的境界，遍地都是尸骨残骸，空气中还充斥着血腥的味道。这一刻露丝贝德全身震颤，他不也是魔王阶吗？为什么妾身在他面前渺小如蝼蚁？好在乐平推开了伊丽莎白，同时也推开了他的境界。他最近心情不太好，让我来问吧。你先别紧张，你刚才说你是被迫的，你跟黑暗公会有关吗？你慢慢跟我们说清楚就行。露丝贝德没想到这个二货勇者这么好糊弄，立马顺着点点头，然后用柔软的双峰压住他的腿，哪怕被挤得严重变形。是黑暗公会跟那个黑暗之海的阿萨托斯勾结，逼迫妾身替他们做事。妾身不想做坏事才偷偷跑了出来，没想到他们在妾身体内植入了如此邪恶之物。乐平先生，请你救救妾身了。乐平答应了下来，你先放手，我们再从长计议。几分钟后，露丝贝德换了身衣服，但尺寸太小，把她的肉都挤了出来。伊丽莎白解释那是她的衣服。露丝贝德笑道，借来穿一下，不要那么小气嘛。伊丽莎白再次声明，不管你有什么目的，本王限你明天之前必须离开。露丝贝德回答道，不瞒魔王大人，妾身原本是被派来暗杀魔王大人你的，只不过被乐平先生净化之后，妾身已经彻底改邪归正了。当然魔王要妾身走的话，妾身也不敢违逆你的意思。如果乐平先生非要妾身留下来，妾身就更不敢不听从了。伊丽莎白看穿了他是想留下混吃混喝，不知羞耻，凭什么觉得他会把你留下来啊？露丝贝德笑道，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或许就凭妾身这副完美的肉身吧。不过看魔王大人你应该是不会明白的了。伊丽莎白闻言掐了掐自己的肚腩，你说本王这个样子吗？说罢他打了个响指，发动了魔法副属性转换，很快所有多余的脂肪在一瞬间被转化成魔力，令伊丽莎白重新拥有了完美的肉体。然后她径直的来到露丝贝德的面前，看清楚了，在本王面前你什么也不是。接着伊丽莎白用恐怖的上围压了过去，可这次她遇到了硬茬，被露丝贝德更加夸张的双峰硬生生顶了回去。没想到女魔王曾经引以为傲的恐怖上围，如今遇到了对手。这时乐平听到了伊丽莎白的叫喊声，便推开了门，而露丝贝德看见勇者进来，竟主动抓住伊丽莎白的手，然后使劲的往自己脸上扇去，故意在勇者面前装扮成了受害者。伊丽莎白姐姐，如果是妾身哪里做的不好，妾身可以改的。勇者让露丝贝德先别哭，认为其中肯定有误会，然后他将信将疑的看了一眼伊丽莎白。露丝贝德开始偷笑，心想只要妾身一直认错，那勇者一定会站在妾身这边的，你就这样多如滋正的漩涡吧。可伊丽莎白却不按套路出牌，没有误会，本王就是打他，有什么问题吗？露丝贝德尝试求救，乐平先生，你说句公道话吧。然而乐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竟果断竖起了大拇指，打得好，我相信你一定是有自己的原因的。露丝小姐你也知道，伊丽莎白她是魔王，魔力自然深不可测，她应该是看到你体内
内还有残留的邪恶之物，所以请你好好配合一下吧。然后他让伊丽莎白继续打，说完便走出了门外。眼见计谋不凑效，露丝贝德连忙向女魔王道歉，可伊丽莎白却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内。你以为本王会把你视作威胁吗？少抬举自己了。说完他便离开了大厅。到了夜晚，旺财还在努力修补着破烂的身体，而露丝贝德则在勇者家吃完了晚饭，他的魔阶也从2星魔王提升到了3星。乐平询问他还要不要再添一盘卤肉饭，虽然露丝贝德很想再吃，但自知身体虚不受补，还是果断拒绝了乐平。但伊丽莎白却不一样，她的饭量甚至比猪圈里的猪还大。露丝贝德很诧异，她吃这些大补之物就像家常饭一样，难道这世上还有比魔王阶更高的级别吗？怪不得伊丽莎白会心甘情愿放弃天下留在这里，现在妾身更加坚定要得到这个男人的决心了。于是他闲聊了几句，伊丽莎白姐姐的胃口真好啊，但是吃这么多不怕被乐平先生嫌弃吗？乐平抢着回答，怎么会，我每天看到小白他喜欢吃我做的饭就最开心了，这也是我唯一能做好的事情。露丝贝德叹了口气，真羡慕，妾身也想每天都能吃到乐平先生你亲手做的饭呢。可话音刚落，伊丽莎白却捶了一下桌子，理解错了乐平的话，心里暗骂臭乐平，你意思是本王在你面前唯一做好的就只有吃吗？看见伊丽莎白离开了饭桌，露丝贝德又故意说道，乐平先生你做饭那么棒，他平时也不夸赞一下的吗？或许真的是得到了就不会再珍惜吧。乐平先生你可是妾身遇到过最会做饭的男人，乐平先生你可以也教教妾身吗？妾身想跟你学。然而乐平根本没在听，脑子里全是误以为来大姨妈的女魔王，不知为何看到她这样闷闷不乐的样子，我的心也会跟着忐忑。饭后露丝贝德正在洗澡，他用了乐平生产出来的沐浴液，简单的涂抹在身上便轻松突破至4星魔王，实在是妙。一路走来，妾身追随强者只期望能在他们身边分一杯羹，从来没想过统治世界，因为靠那魅惑之术根本做不到。但如今妾身竟诞生了这样的想法，只要得到这个男人，那自然便得到了整个世界。从今往后，妾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乐平这个男人，所以妾身必须对以前的经历进行彻底的割舍。为了能俘获传说中勇者的心，女人洗完澡故意不穿衣服，围上勇者专用的浴巾就走出了浴室，甚至还强行挤在他和女魔王的中间，然后把身体向他身上压了过去。怎料乐平突然起身让他扑了个空，我先帮露丝小姐你找一件合适的衣服吧。露丝贝德生起了闷气，又被你跑掉，不过没关系，机会多的是，只要不断发动攻势就总会把你拿下的。可这时一只魔爪捂住了他的嘴巴。伊丽莎白原本已经打算躺平，不想再来管这种小喽啰的事情，但现在他又突然想知道一位朋友的消息。你说你在黑暗公会里待过，那么记忆里面应该会有吧。此时的露丝贝德不能动弹半分，但他又害怕自己的过去被女魔王发现，一咬牙便对伊丽莎白使用了以下课上的魅惑术。很快周围的场景发生了变化，映入眼帘的是满桌子的针筒和锯子，角落更是摆放着各种载入史册的刑具，而露丝贝德身穿囚服被挂在了中央，同时门外传来高跟鞋咯噔咯噔的声音。露丝贝德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为什么会这样？你应该已经中了妾身的幻术才对啊。伊丽莎白说道，没错，本王的确故意中了你的招，只不过本王同时也把你扯了进来。露丝贝德说道，你想怎样？乐平先生马上就出来了，你就不怕乐平先生见到你对妾身所做的事情吗？伊丽莎白呵呵一笑，本王对你的幻术做了调整，这里1小时等于外面的10秒，在这期间一切拟真，结束之后你也会完全忘掉。露丝贝德笑道，你搞那么多就是要威胁妾身离开乐平先生对吧？那妾身可以明确告诉你，没门。可话音刚落，伊丽莎白的皮鞭就已经抽打在了露丝贝的身上。你想多了，本王想要知道的是艾米莉亚的下落。在说话之间，皮鞭犹如一条蛟龙在露丝贝德的肉体游走，每一次抽打都仿佛在空中划出一道刺耳的破空声。黑暗公会没有被彻底消灭，而艾米莉亚却音讯全无。再看你这种货色也能达到魔王阶，她是不是已经被你们抓住了？露丝贝德强忍着疼痛，死活不敢透露出半句讯息。伊丽莎白见状便加剧了挥舞皮鞭的速度，抗拒从严，你就尽管继续嘴硬吧。在鞭子的呼啸声中，露丝贝德瑟缩起了身体，尽管身体被抽打出了一条条血痕，但他还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求求魔王大人，就放过妾身吧。伊丽莎白虽然没能拷问出有用的信息，但她的内心却有种大仇得报的快感。难道说是因为本王对乐平他吃醋了吗？这时身后传来乐平的声音，伊丽莎白，你在干什么呢？帮本少帅看看这一身衣服怎么样？由于伊丽莎白此时在幻术之中，所以幻想出了乐平威风凛凛的模样，但实际上乐平只是拿了件衣服，询问这件够不够大，但内心小鹿乱撞的伊丽莎白却害羞的直接夺门而出，只留下衣衫不整的露丝贝德在沙发上急促喘气，请放过妾身，妾身受不了了。这个魅魔反向中了自己的幻术，被女魔王鞭打了749小时，而且在幻象里的一切感受拟真，结束后也会自动忘记所有的过程，但唯独恐惧一直萦绕不绝在他的脑海中。妾身可是踏入了4星魔王阶啊，在外面也已经不输黑暗公会和剑圣公会了，但为何在他们2人面前却仿如被孩童玩弄的昆虫一般，毫无反抗之力？不行，妾身不能就此认输，为了获得更进一步的。可话音未落，他就看见有一道黑影站在了窗外，那黑影便是伊丽莎白，她使了个手势，意思是本王会一直盯着你。这可直接把露丝贝德吓得缩进了被褥里。不过伊丽莎白还是误解了乐平，你就这个女人回来就是为了逼本王表态吗？不过算你还记得答应过本王，不准别人上你的床，等明天送走这个女人再跟你慢慢较量。很快时间来到了早上，乐平才刚出房门就看见了露丝贝德在擦地板。露丝小姐不用这么客气，家里有扫地机器人，你快起来，过门都是客人。伊丽莎白
白你也阻止一下嘛。伊丽莎白切了一声，又不是本王逼她做的，跟本王有什么关系？露丝贝德是因为被女魔王监视的浑身不自在，才找点事情做向他认低威。妾身昨天把地面弄得那么脏，这是应该的。乐平连忙将他扶起，客气啥呢？我洗漱完了就给你们做早餐。可这时伊丽莎白却发起了脾气，将手上的红枣枸杞茶砸在了桌面上，然后把露丝贝德从乐平的身旁推开。不就是擦个地而已，你用得着这么心疼吗？拿来，本王擦给你看。可乐平却死活不肯松手。伊丽莎白气愤地质问乐平到底为什么。乐平以为他来了大姨妈，便说因为规则，你快点松手。而伊丽莎白以为他在说规则之力，便无奈松开了手。乐平还自作聪明的以为，你以为我没注意到吗？伊丽莎白，你一大早就主动倒上我特意为你煮的红枣枸杞茶，一定是规则还没完，肚子痛了吧？擦地什么的，估计又是情绪反复导致的异常冲动行为吧。我又怎么能够让你碰冷水呢？此时露丝贝德调侃道，乐平先生也是的，再怎么也不能对伊丽莎白姐姐你这么凶啊。伊丽莎白让他别废话，记住，限你今天离开，这是本王最后的仁慈，否则本王就让你原地湮灭。露丝贝德不敢再啰嗦，心想乐平先生固然是宝藏，但守住这宝藏的恶龙是妾身永不可战胜，还是见好就收吧。与此同时，乐平也已经做好了早餐，今天的早餐是餐蛋面，你们俩快点过来吃吧。露丝贝德谨慎地询问伊丽莎白，请问妾身可以吃吗？伊丽莎白瞪了他一眼，赶紧吃，吃完好上路。露丝贝德闻言只能埋头吃面，但这碗面对四星魔王的他来说作用已经不大。乐平得知露丝贝德要离开这里，打算联系博斯大叔和芝芝小姐帮忙收留一下他。露丝贝德这才知道这里还有别的人来过，难怪卡牌工会突然一举成名，还有剑圣的失踪跟这里也有关。伊丽莎白让乐平别瞎操心，他早就已经想好要去哪里了。露丝贝德不敢忤逆女魔王的话，心里盘算着准备出去构建自己的一方势力。随后他慢条斯理地咀嚼起了肉，吃鸡蛋时更是小口小口的吸，这声音让伊丽莎白感到一顿烦躁，不小心往面里多倒了醋。乐平好心提醒他，伊丽莎白，原来你喜欢吃醋的呀。伊丽莎白以为他说的是爱情上的吃醋，便瞬间红了脸。乐平又问他不怕酸吗？伊丽莎白这才后知后觉看了一眼面，发现整碗面里有一半都是刚倒的醋，但是碍于面子，他还是逞强把面塞进了嘴里。乐平见他身体在发抖，便问他感觉怎么样。伊丽莎白竖起拇指示意很好吃，但实际上在这种浓烈的醋酸味作用下，他的舌头好像被点燃了一样，火辣火辣的，剧烈的刺激还顺着他的面额一路往上跑，酸到想制止也制止不了。很快他的思绪像是被点燃的炸弹瞬间爆炸，脑海里闪烁过一段段的走马灯，从他和乐平相遇的第一天开始，直到他们这500年来的种种经历。这一刻伊丽莎白哭了，原来我们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从宿命的对立到迟来的相遇，最后化敌为友，一起去视察外界，玩轮流统治世界的游戏，有意无意的指导和接触，一切都朝着那个方向进行。但最近发现，原来你是本王永远都追不上的造物主，在你眼里，本王跟其他人无异吗？只是你对本王的好又是如此的真切，究竟本王是真的有特殊地位，还是从头到尾都不过是本王的错觉，是本王自己一厢情愿而已吗？酸，是真的好酸啊，好酸好酸。所以你臭乐平究竟有没有喜欢过本王？此刻乐平惊掉了下巴，心想我没有听错吧？他问我喜不喜欢他。伊丽莎白脸颊微红，大量的醋刺激到他不自主地说出了心底话。这个场面也把露丝贝德惊吓到了，什么情况啊？怎么突然就表白了呢？与此同时，阿尔法和旺财也嗅到了爱情的酸味，在窗外偷看。伊丽莎白恶狠狠地瞪着一剑一狗，你们两个家伙，他们哪敢继续偷看女魔王？以巡逻为由，当场就跑没了影。伊丽莎白又恼羞成怒，转过了头，还有你，吃你的面！露丝贝德生怕下一秒就被原地湮灭，抱着自己的那碗面迅速逃离了现场。眼见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伊丽莎白也不怕承认，催促乐平快点回答。然而乐平却装傻充愣，你是说你喜欢吃餐蛋面吗？我再给你煎2根火腿肠吧。伊丽莎白让他别想着糊弄过去，本王的意思很明确，你快点回答，今天你必须给本王一个明确的答复。此刻乐平的心跳如雷鸣，仿佛是要从胸膛中跳出来。这一刻乐平的脑子一片空白，没有恋爱经验的他慌了，甚至还分裂出10多种人格在脑海里自我争论，同时也害怕伊丽莎白对自己没有好感。最后他们达成共识，一致认为是送命题，直接说出心底话就行了。但此时的乐平还在支支吾吾的，伊丽莎白等不及了，再次催促他给出答案，喜欢还是不喜欢？很快一段段走马灯般的片段在乐平脑海浮现。我喜欢伊丽莎白你偶尔生气的样子，喜欢你每次满怀期待吃我做的料理，喜欢你带我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也喜欢你每次都在危难关头保护我。但我不过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最多也算是朋友，而你却是高高在上的魔王，我怎么敢？不知如何作答的他突然说起了布丁的事，不如等你吃完我再说吧。其实啊，相处的这1年多里面，我真的很开心，要不是你的到来，我可能至今都还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面。等你吃完之后，自然就会得到我的答复。伊丽莎白暗暗窃喜，本王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碍于造物主的面子，不肯直接说出来，所以才用本王最爱的布丁来替代你的答复，而且你还很巧妙地把问题推回给本王。如果本王吃下这份蜜瓜布丁，就代表本王接受你的爱意，既然你都踏出第一步了，那本王就勉为其难收下吧。可当他伸手准备接过布丁的时候，乐平却又突然收了回去，还叹气说了声还是算了。伊丽莎白有些惶恐地看着乐平，你什么意思？乐平解释是因为规则，可也就是这么一句话，伊丽莎白的脑海里就莫名出现表白霸道总裁的画面。为什么你还是不肯对我表明你的心意？而他幻想中的乐平则是西装革履，甚至给伊丽莎白来了个强势壁咚，我喜欢你或不喜欢你都是根据规则
则来决定的。只不过我乐视集团的总裁就是这规则的制定者，听明白了吗？女人在说话的同时还撩了撩他的下巴。伊丽莎白摇摇头，瞬间清醒过来，骂他说的什么狗屁规则。乐平表示在自己以前的世界，规则都是这么定的。实际上他就是误以为女魔王还在来大姨妈的期间。伊丽莎白闻言沮丧地落下一滴泪水，误会了乐平的意思，所以本王跟其他人无异，你对本王的情感也是全凭你的心情吧。然后他失望地开启了传送法阵，并消失在乐平眼前。乐平猜测肯定是自己对伊丽莎白的好感被察觉到，所以他才会立即传送离开。果然没有任何恋爱经验的我，揣摩不透女孩子的心思，但我的行为真的很明显吗？明明我在生活中一直都刻意保持安全距离，原来是两个恋爱白痴，真是天助我也。妾身再次看到圣姬了，然后他解开衣服上的扣子。哎呀，乐平先生，既然伊丽莎白姐姐已经走了，那个甜品可以给妾身尝一下吗？乐平闻言立马端走了布丁，并且拒绝了他。露丝贝德又装扮出可怜兮兮的模样，为什么？你不是说伊丽莎白姐姐她不能吃吗？乐平解释道，虽然有点不太好意思，但这是我跟她的约定，我曾经答应过伊丽莎白，特制的水果布丁只能做给她吃，如果你想吃的话，冰箱里还有我们出去冒险时带的盒子布丁。露丝贝德也不好意思继续纠缠，心想妾身要得到的是你这个人，必须趁女魔王离家出走的期间将你拿下。而他的幻想中的剧情是这样的，当伊丽莎白把情绪消化完之后，便会再次回到乐平的家。这时的他来到客厅和厨房都见不到一个人影，但同时又听到了乐平床上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伊丽莎白便循声来到门前，还脑补了一些不可描述的画面，然后他愤怒地推开门，同时质问他们两个人在做什么。可当伊丽莎白看见他们两人在床上做活塞运动的时候，当场就瘫软在了地上。停下来，快停下来，求求你们！想到这里的露丝贝德放荡大笑，一切都已经太晚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以后他就是我的人了，哈哈哈。可此时一只手在露丝贝德的面前不停摇晃，顿时把他从乱七八糟的画面中带回到了现实。露丝小姐，你在笑什么？你刚刚还说什么煮饭来着？你还要吃饭吗？露丝贝德开始了自己的表演。不是，妾身是说吃完早餐有点饭气攻心，头昏昏的，再加上之前被黑暗公会追杀的惊吓还没完全消退。说着说着，露丝贝德又以头晕为由故意压向了乐平。哎呀，不行了，妾身又要晕了。没办法，乐平只好把他扶了起来。我先带你去沙发那里休息一下吧。露丝贝德很惊讶，只是沙发而已吗？乐平点头，反问他不然呢？露丝贝德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妾身想去乐平先生你的房间，躺在你的床上休息，这样感觉会更加舒服一些。为了能和传说中的勇者生米煮成熟饭，女人假装头晕要去他的床上休息。原本乐平是坚决反对的，奈何招架不住露丝贝德的步伐，生怕他真的摔在了地上，便半推半就扶进了房间。可进去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摆满奇怪物品的桌子，可露丝贝德却左顾右盼寻找着床的位置，终于在房间的角落看见了乐平的大床。他不顾乐平的反对，直接走了过去，打算躺倒在床上的同时也顺势把他扯过来。就这样，露丝贝德来到床边转了半圈，正准备躺倒的时候，乐平却抓住了旁边的椅子，然后向着露丝贝德甩了过去。真的不行，我答应了伊丽莎白的。果然勇者生产的椅子也绝非一般，当场接住了露丝贝德的屁股，然后还带他自转了几十圈，最后才鬼使神差的回到了桌子上，同时还赏了他一下磕头。乐平连忙道歉，这张人体工学椅也很舒服的，你就在这里休息吧。露丝贝德的额头上起了个大包，也只能将就坐在椅子上了。可这时书架上的书本却突然塌了下来，全部都精准的砸在了露丝贝德的脑袋上。乐平继续道歉，不好意思，这些是我以前一个人住的时候为了打发时间而根据自己喜好写的书和笔记，为此我还给每一本都包了书皮，没想到都已经在架子上吃灰一段时间了，好怀念啊。此时露丝贝德气得发抖，心想真是个不解风情跟石头一样的家伙。可他转念一想，似乎听到了重点，他刚刚说他的喜好吗？然后他立马装扮出对书籍的热爱。那个乐平先生，妾身可以拜读一下吗？乐平一听立马兴奋了起来，当然可以，你不嫌无聊就好，说起来我也想再看看呢。露丝贝德开始偷笑，虽然你的实力深不见底，但只要性癖被妾身精准拿捏，那再坚固的顽石一样可以被击穿。接着他随手拿起了一本修理工人的书籍，然后转过椅子，同时将双腿向内并拢，再把书本放在眼前的水平线上。乐平先生你看看，那妾身就选这一本哦。在乐平看向他的时候，发动了以下课上的魅惑术，乐平也没有抗拒，便进入了幻象当中。幻象里的乐平按了一下门铃，身穿性感睡衣的露丝贝德则为他打开了门。原来乐平在里面的角色是一名维修工，专业修水龙头500年。露丝贝德说道，妾身浴室的花洒突然间就没水了，还请师傅你帮忙看看。然后他打开了花洒，你看就是这样，突然就没水了，害妾身想洗澡都洗不成。乐平连忙查看了一下管道，小问题而已，马上就能搞定。然后他用扳手把管口的螺丝扭紧了一点。与此同时，露丝贝德手上的花洒向着身上喷出了哗啦啦的水，他连忙关掉阀门，然后向露丝贝德告别，尊敬的客户，服务已经完成，再见。可露丝贝德却搔首弄姿，这就走了吗？妾身这里还有极致的诱惑，你不来看看吗？乐平直视过去，瞬间愣住了，果然是极致的诱惑呀。然后他眼神迷离地看着前方，我真的可以看吗？露丝贝德点头，当然，不仅是看呢，你想上手摸都悉随尊便。可他的话音刚落，乐平竟直接越过了露丝贝德，观赏着挂在墙上的修理工具，这不就是光轮3000系列电钻吗？那电机的威力可猛了。露丝贝德瞬间愣住，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毫不相干的东西？此时乐平从他手上夺回那本书籍，然后解释，这是我刚刚来这里时
实作的归纳册，用来激励自己把所有工具都兑换回来。现在回头再看，我不仅集齐，还已经自己改进了好几代。时间过得真快呀！露丝贝德怒了，原来所谓的极致诱惑就是指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再来一次，这次不搞这么直接，从他的喜好中软性植入切身的魅惑即可。然后露丝贝德又拿起了一旁的养生书籍，使用了魅惑术。很快两人又换了一个幻境，这一次露丝贝德扮演的是一位过来看病的患者，而乐平作为养生馆的医师，询问他觉得哪里不舒服。露丝贝德说道：切身觉得全身都好累呢，可以帮切身检查一下吗？经过乐平的一番把脉，他认真的给出答案：你的脉象晨曦无力，五心烦热，是肾阴虚，污秽积聚，纵欲过度的表现。这正合露丝贝德的意。纵欲过度吗？那你来帮切身治疗一下呗，说不定切身满足之后。可话还没说完，眼前就有什么东西硬塞了过来，原来是乐平已经为他抓好了药，3碗水包成1碗水，每天喝1次，自然就会恢复正常了。露丝贝德不想吃药，这中药的味道切身怕是承受不住。医师哥哥，你不是会按摩之类的治疗吗？乐平问他是不是要正骨推拿，这可比吃中药更刺激。如果你真的确定，就解开一下衣服吧。露丝贝德一层一层的解开衣服上的纽扣，刺激吗？那切身就再喜欢不过了。看见他还在往下解，乐平连忙让他暂停，解开衣领的扣子就可以了。露丝贝德还以为得逞了，行吧，那剩下的扣子交给你了。没想到你还这么有情趣。然而他的话音刚落，脖子就被乐平徒手掰弯，然后乐平又用2根拇指在露丝贝德的脊椎上按压，同时骨骼上发出咔咔咔的关节弹响声，一阵阵酥软到极致的舒适感令他忍不住发出呻吟。这时乐平双手夹住露丝贝德的脸，忍住，接下来这一下，如果你承受得住，那你体内的污秽就能全部排清。只见乐平的脚猛然一蹬，随后传来咔的一声巨响，最后仪式也终于大功告成。怎样，有没有感觉变得轻松了？露丝贝德感觉很爽很刺激。是啊，一瞬间切身整个身子都轻了不少，只见丰满诱人的躯体应声倒下，头颅则被乐平夹在手中。此刻露丝贝德又再一次从幻境中被吓破了胆。乐平见他掐住自己的脖子，便解释书上的正骨手法都是专业的，你不要轻易模仿，不然会伤到自己的。露丝贝德无奈点头，心想从头到尾自己的魅惑术都没有起到作用，反倒掉进了他书本的世界里去了。现在进阶失败，更是降下至3星魔王了。难道他一早就看透了吗？是故意露出喜好的破绽来警告切身吗？不自量力，贪得无厌，那么得到的所有最终也还是要全部还回去。但是传说中的勇者摊开所有任我取，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切身又怎能轻言放弃？再试一次，万一成功了呢？很快露丝贝德再次进入了乐平书本的世界里，这一次他扮演的角色是老师。乐平同学，学习那么久也累了吧？来，老师帮你检查一下。可乐平却头也不回的拒绝了。不用了老师，作业我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自己出题。露丝贝德扭动着腰肢来到他身旁，哎呦，让老师看看吧。然而映入眼帘的竟是一道道他看不懂的几何题记，心想这是什么魔法阵，何等古老诡秘。单纯看见切身就已经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要是可以全部掌握，说不定就能窥探到世界的真理，但太难了。这时乐平呢喃道，是啊，这些用初中知识就能轻松解决，会不会不够全面呢？露丝贝德本想挑开话题，乐平同学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先放松一下也是允许的哦。可话音未落，乐平的电话就突然响了起来，而电话里的头像就是女魔王伊丽莎白。她拿起手机向露丝贝德告别，老师，我女朋友找我，就先走了。露丝贝德像老师一样怒斥道，什么？你居然敢带手机来学校，还早恋？可乐平却说，拜托，这都是假的呀，我们早就毕业了，只是压力大的时候才会梦见这些，不信吗？我把导数积分表全部背给你听。接着他念出了一条条的公式，但露丝贝德听后却感觉头疼欲裂，像是某种咒语一样，别念了，别念了，切身的头好痛啊。露丝贝德觉得很奇怪，这些咒语虽然会让人感到压力，但也不至于对自己有如此大的伤害才对。这痛苦的感觉就好像是被人硬生生从内心深处把悲伤给挖了出来一样。此时传说中的勇者和女魔王手牵着手，似乎象征着最先开始也是最为纯粹的爱情，在露丝贝德祈求的呐喊声中渐行渐远。可这时却突然传来木鱼被敲响的声音，这木鱼之声清脆悠扬，瞬间就把陷入悲伤之中的露丝贝德惊醒。乐平将那本校园回忆录从他手上拿了回来，然后又给他递上木鱼，麻烦帮我拿一下这个，至于这本书就不要再看了，怪不好意思的。虽然是几何关系题集，但我写着写着就写成了纯爱校园小故事，见笑了。露丝贝德眼眶湿润，乐平先生，你说纯爱吗？原来是纯爱，怪不得切身内心深处的悲伤会压抑不住的涌出来，原来是那段回忆被再次勾起。曾经的露丝贝德还是一个普通的魔法师小妹，那天她心爱的队长哥哥向她表白了，而且还许下了永远照顾她的诺言。只可惜在她现出肉体后，一切都变了。你不是说要照顾切身的吗？为什么要逼切身去陪你的工会会长？渣男揪着她的头发骂道，你不把那个老头哄开心，我就得不到高级副本的组队资格，赚不到钱还怎么照顾你啊？在那一刻，他觉醒了魅惑能力，瞬间就吸干了渣男的精力并杀死了他。只是从此往后，露丝贝德便不再相信爱情，他在勇者大陆游荡，以魅惑男人，吸取他们的魔法精力为生。越是堕落，他就变得越是强大，也因为这样特殊的能力，最终加入了黑暗公会，成为了驻魔干部。可如今尘封在他心中的纯爱却被勇者唤醒，解开心结的他敲响了木鱼，身体悬浮在半空，同时散发出圣洁的光芒，眨眼间就变成
成了一位被金光包裹的修女。勇者甚至不知道是自己渡了她，怎么突然之间就变身了？露丝贝德说道：“感谢乐平先生，你点醒了妾身，妾身会重新拾起，并到别的宇宙去弘扬这份纯爱之力，对抗邪祟。”当他再次敲响木鱼，露丝贝德的身影便消失在原地，只剩下乐平一人独自发呆。真是越来越搞不明白你们异世界人的脑回路了呀！另一边，在魔域某处巨大山脉的中央，一只浑身长满眼睛的老鼠正在啃食着肉瘤。可这时，一只巨大的爪子突然将它拍成了肉泥，那是一只脑袋上镶嵌着一块黑暗齿轮的猫咪。然而就在他以为自己捕获了食物时，却不曾想自己的猫爪也被一坨坨恶心的东西粘住，最后也只能沦为了食物，被肉瘤无情吞噬。所有被吞噬的食物都会向着一条导管慢慢蠕动过去，最终被输送到一个巨大的坑洞里面，那是维斯马尔福供养女魔王伊丽莎白复制体的地方。而一旁则是已经变成养分的黄金龙王艾米莉亚。此时马尔福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年轻，他读取着艾米莉亚的记忆，真羡慕啊！艾米莉亚大人能够成为陛下的契约坐骑，跟陛下相处的那么融洽，陛下也还是一点也没变，依然是那么的美丽动人呢。此时六柱魔之一的24号向马尔福重复汇报了一些情报，萨马维和露丝都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了。24号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叛变，主人你不做点什么吗？马尔福痴迷地看着画面，无所谓，无所谓了，他们想离开就离开吧，我们什么也不用做。24号知道那条黄金龙王的魔力早就被抽干了，但主人还是天天蛰伏在这里看着他的回忆，哪怕知道了女魔王的下落也不见有所行动。主人你在精灵部落的分身也失去了联系，外面消息传闻精灵部落被那个卡牌工会给占领了，可马尔福还是一脸的无所谓。24号你看，我终于引起了伊丽莎白陛下她的注意不是吗？要不然也不会让艾米莉亚来杀我了。24号陷入了沉默，心中猜测是因为工会没了，辛苦建立回来的势力又陆续失去，所以主人大受打击才一蹶不振吗？可就在这时，整个地下洞窟内突然发生了剧烈震动，马尔福立马关掉了影像，察觉到这股威压很强大又很熟悉。一旁的24号同时也感受到，主人是他吗？他回来了。可马尔福却担心起了自己的样貌，我当然知道，但我现在这副模样。女魔王表白失败后传送来到了魔域，嘴边不停呢喃着对乐平的不满。规则，规则，在你造物主的眼里面，对待本王的情感也不过是冰冷的规则。此刻他的一滴泪水落下，砸在了早已干枯的地面上。不曾想那颗蕴含浓郁魔力的泪水，竟让死气沉沉的魔域重现生机，瞬间开满了绿茵茵的草坪。但伊丽莎白却低头抱膝哭诉着，是本王自己一厢情愿，居然还觉得伤心，真丢人。本王怎么会变得如此脆弱？哼，本王没了谁也照样能活得很好，相反失去本王这种分量的对手，才是你最大的损失。本王再也不会回来了，除非你自己主动求本王回去。可这时他又不经意感受到了艾米莉亚的气息，他明明就在魔域这里，那为何还迟迟不完成本王安排的任务？想到这里，伊丽莎白化成一缕缕红芒消失在天边的尽头。同时在魔域的某处，一大堆被黑暗齿轮控制的魔兽正在哀嚎，但此时一道流光突然从上面闪过，把他们身上的黑暗齿轮尽数摘取下来。伊丽莎白一路猛冲，最后停在了洞窟前，头顶上方则是沿途摘取的黑暗齿轮。只见他用力一握，把所有的黑暗齿轮通通粉碎化为齑粉，随风散去，到处都是这种肮脏的魔力，随手处理一下好了。虽然本王应该作为旁观者，不应该进行干涉。话到了嘴边，他又突然清醒，啊不，醒醒！伊丽莎白，你已经不跟他玩了，爱干嘛就干嘛，赶紧做正事去。接着他来到那长满肉瘤的洞窟前，说道：艾米莉亚，你为什么要躲在这里？如果你为了追求力量而接受那肮脏的魔力，那么本王真的对你太失望了。得不到任何回应的伊丽莎白大喝一声：艾米莉亚！然而此时的艾米莉亚早已被抽干了魔力，变成了一颗死龙蛋。伊丽莎白察觉到了异样，艾米莉亚对本王有着绝对忠诚的主仆契约，是不可能无视本王的命令的，除非……不会的。艾米莉亚踏入了魔王阶，而且身为黄金龙的她，天赋更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拟，即便面对同阶的对手，她也绝对可以全身而退。于是伊丽莎白用手向上一摆，幻化出来的巨大魔爪在下方的洞窟进行搜索，最后把放置在培养皿中的艾米莉亚给挖了出来。伊丽莎白想用魔爪去捏碎那个培养皿，下一秒那个培养皿却把艾米莉亚化身的龙蛋吐了出来。伊丽莎白对着龙蛋念起了只有她才懂的咒语，紧接着又伸手点了点龙蛋，很快那龙蛋的外壳分解并露出了艾米莉亚的脸庞。待所有的蛋壳尽数剥离后，一个失去生命气息的身影赫然出现在眼前。伊丽莎白有些自责的喃喃道：是本王低估了黑暗公会，生命已经凋零，魔力也被完全抽走，只剩下一具躯壳。然后他吻了一下艾米莉亚的额头，回来吧，1000年份的寿命。很快一缕缕红光在艾米莉亚的周身环绕，最后钻进她的体内。艾米莉亚慢慢睁开眼睛，伊丽莎白见她已经苏醒，便询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跟本王讲清楚。然而得到的却是艾米莉亚陌生的问候：你是谁？与此同时，安妮察觉到了伊丽莎白的气息，还以为是自己解开9头魔蛇的缘故，感受到被强大魔力监测的还有剑圣公会。不过芝芝却认得这股魔力，不用担心，是认识的。另一边的精灵部落内，博斯等人同时也感受到了，心想是魔王大人要检查我们有没有照顾神树吗？还有阿萨托斯感觉自己被发现了，打算先回黑暗之海避一下，也差不多到摊牌的时刻了。而正在巡逻的旺财和阿尔法则不敢管伊丽莎白的事，想着收完保护费就回家。至于乐平这边正在厨房里做菜，分开久了，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最后在大陆上某个角落，一个神似勇者的人影对着系统说话，这是挑衅，现在就去讨伐吗？很快
快，伊丽莎白收回了监测的魔力，虽然没有找到马尔福的位置，但她听到了乐平的说话。刚才他说因为跟本王分开之后，就一直止不住的流眼泪，嘴硬的家伙，这次还不被本王抓包。内心隐隐兴奋了几秒后，他又突然醒悟，不对，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他摸了摸艾米莉亚的脸庞，然后搂入怀中。放心吧，艾米莉亚，本王一定会帮你恢复记忆的。另一边，维斯马尔福已经把女魔王的复制体转移到了魔王修炼场。六柱魔之一的24号很不理解，主人，我们传送来到这里做什么？马尔福解释道，我在这里设下了跟陛下魔法性质相反的屏蔽场，这样陛下就不会找到我。但24号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呀？魔王伊丽莎白不是主人你梦寐以求的目标吗？马尔福却连连叹气，正因为陛下他是如此重要，所以我必须要恢复到最佳的状态才能见他，现在还不是时候。24号询问道，那24号有什么可以为主人您做的吗？马尔福表示不需要，现在比的就是耐性，谁能忍耐到最后，谁就能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都已经等了这么多年，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时间。说完这些，马尔福又开启了影像，不断回味着艾米莉亚记忆中他和女魔王伊丽莎白的种种经历，每次他都会红着脸重复看完，现在还能看着艾米莉亚的记忆来解我对陛下的思念，我实在太幸福了。24号陷入了沉思，说是这么说，但怎么可能就这么干等着？等外面剑圣公会那些人联合起来继续壮大，一定会影响到主人的计划，在那之前24号必须做些什么。与此同时，乐平正在厨房里切着洋葱，他之所以流下眼泪，全因切洋葱时被刺激到了神经末梢。乐平叹着气，布丁没吃成，那做伊丽莎白最喜欢的洋葱汤配蒜香面包应该也能哄她开心吧。我对伊丽莎白的喜欢真的表现得那么明显吗？这下被发现，会不会连朋友也做不成了？时间过去很快，一下子就来到了晚上7点，但伊丽莎白还是没有回来，只留下乐平独自一人在饭桌上叹气。可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乐平还以为是伊丽莎白回来了，激动地转头望去，然而看到的却是阿尔法和旺财。是阿尔法，你们啊，你们在外面有见到伊丽莎白吗？但阿尔法回来没有看见，然后就扛着大鸡腿走向了冰箱。乐平低头喃喃道，难道说伊丽莎白她真的？此时一只手突然抓起了食物，同时传来伊丽莎白的声音，真的怎样？乐平闻言一怔，是伊丽莎白，你终于回来了。伊丽莎白嗯了一声，你有什么意见吗？可他内心却认为那个会媚术的女人都已经走了，那自己回来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乐平压抑不住心中的喜悦，我以为你因为早上的事情生气，所以不回来了。伊丽莎白表示这点气量自己还是有的，心想还不是本王偷看到你因为本王的离开而独自流泪，看在这个份上，就给你一个机会重新挽留本王吧。乐平闻言点点头，然后陷入了沉默。这一出闹剧的发生令两人的气氛变得尴尬。这时伊丽莎白胸前的衣服突然涌动，然后在那柔软的双峰中伸出一只爪子，最后再探出一整个小脑袋。看见食物后更是不停嚷嚷着艾米莉亚这几个字。乐平盯着那条小金龙问道，伊丽莎白，这是？伊丽莎白解释道，她就是之前你在宝藏副本遇到的那条黄金龙，也就是本王的坐骑艾米莉亚。乐平细细想了想，你说的是那个小女孩吗？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伊丽莎白继续说道，是黑暗公会。算了，总之本王把她救回来之时发现她失去了所有记忆，即使本王用魔法将其退回到幼年形态，也回溯不起一丝一毫，幕后黑手也彻底失去了踪迹，所以本王想拜托你帮艾米莉亚她恢复记忆。乐平看着这条小金龙，心里五味杂陈。原来伊丽莎白她并不是对外界不闻不问，而是一直派阿米莉亚清除黑暗公会的势力，反而是我这个所谓的勇者一点作用也没有。对不起，伊丽莎白，都是我的错。伊丽莎白误以为乐平是在为早上的事情道歉，内心其实是喜欢自己的。然后她回答道，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的话，就先帮艾米莉亚恢复记忆吧。可一旁的阿尔法却突然开口，大哥，恢复记忆这种事我最有经验了。乐平愣了愣，阿尔法你有办法吗？伊丽莎白眯了眯眼，真的假的？乐平问阿尔法打算怎么做，阿尔法却说不用担心，总之大哥你信我就行。然后他把计划小声说给了旺财听，前辈，等下你也帮帮忙。伊丽莎白让他别卖关子，到底行不行？不行就别浪费时间。阿尔法友善的点点头，可以了，准备好咯。接着和旺财一同摆出恶盈盈的模样，小龙仔，老子现在就把你给宰了。那小金龙被吓得直接钻回了伊丽莎白的胸脯之中。伊丽莎白眼神冷淡的看着这一贱一狗，就这么？阿尔法还自信满满的回答道，没错，恢复记忆的最好办法就是恐惧。还记得上次我……不等他把话说完，一只幻化出来的魔爪直接扇了这两货一巴掌。阿尔法捂着臃肿的脸庞向女魔王道歉，但上次自己也的确被吓了一跳就清醒过来了。伊丽莎白安抚着手上的小金龙，艾米莉亚不用怕，本王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恢复记忆的。与此同时，乐平突然来了灵感，想到了办法，他带着伊丽莎白来到了后院耕种水果蔬菜的地方。记忆的关键就是大脑，如果吃点核桃补补脑，说不定对艾米莉亚有帮助。然后他摘下了一些自己杂交种植出来的核桃。伊丽莎白很诧异，你所种的水果本王都品尝过了，印象中可没有核桃这一种东西。乐平解释道，那是因为我最近想做切糕，所以才跟果树许愿要的，没想到还真的种出来了。这是传说中勇者种植出来的核桃，只要吃掉就能对记忆恢复有所帮助。女魔王将信将疑的连壳都一起啃掉，但结果苦涩的味道令她脸色瞬间铁青。勇者乐平见她吐舌头的动作很可爱，便哈哈大笑。核桃不是这样吃的，核桃吃的是果核里面的果仁。说着他就掏出小工具在核桃上面刮了一刀，打开后是形状不规
规则，像是挠髓的核桃仁。看到这一幕的伊丽莎白瞪大了眼睛，心想是大脑，水果里面居然长出了大脑。乐平这家伙真不愧是造物主。接着乐平把开出来的核桃仁塞给小金龙，同时也分了一颗给伊丽莎白，你也尝尝吧。虽然还是生核桃，但细细品尝还是能尝到其中的滋味的。伊丽莎白扫了一眼艾米莉亚，心想这些水果对本王来说已经如同凡物了，但希望它能起到作用吧。然而就在他们同时吃下一颗核桃仁的时候，却产生了一种最高级别魔法的共识性，把伊丽莎白直接拉入了境界之内，差点忘记还有共识性这个条件。因为乐平他也一起吃，激发共识性，从而增强了效果，影响本王。随后伊丽莎白又看了一眼荧屏上的画面，这不是本王的记忆吗？怎么会被展现在墙上？而且这个境界里面怎么还有其他人？此时在席座上一位某部落的伊丽莎白正在吃着爆米花，都已经互相喜欢了，说出来有那么难吗？换到我的野人世界，本族长早就一棒槌把乐平敲晕带回去山洞造小孩了。一旁某古代的伊丽莎白冷笑道，粗鲁并不是每个世界都跟你一样那么直接的，本宫的夫君乐平也是从科举开始一步步走到本宫身边才成就大业。这一刻伊丽莎白懵逼了，他们都是不同世界的本王吗？而在修仙世界的伊丽莎白却平静地说道，本尊也是跟乐平师兄历经9981难，消灭天祖魔之后才得以在一起。坐在下面的海盗伊丽莎白冷哼了一声，我那个航海世界的乐平一开始就知道跟我争，天天说自己是要成为海盗王的男人，结果呢，最后还不是输给了我，哈哈哈哈哈！本船长一举拿下大秘宝，成为了海盗王，虽然是他故意让给我的，弄得他现在就只能说一些什么我才是他的大秘宝之类的肉麻话来安慰自己了，哈哈哈哈哈！伊丽莎白这才恍然大悟，看来不同世界的本王都跟乐平有着不一样的相处方式，所以这里到底是哪里？此时一旁老年伊丽莎白回答道，这里是伊丽莎白戏院，可以观看到其他世界线的伊丽莎白故事。伊丽莎白闻言询问老人，那你又是？老人回答道，我是普通世界里的普通人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接着追问下去，那你们是怎样来到这里的？老年伊丽莎白笑道，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我知道每个伊丽莎白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到这，而前提是都要跟乐平的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伊丽莎白似懂非懂的再次询问，跟乐平的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吗？那本王来到这里是不是也代表？老年伊丽莎白却连连摇头，不，你这个是预告片而已，所以你手上的只能算是临时票。与此同时，影院里传来不同世界的伊丽莎白的吐槽声，这伊丽莎白真是个木头脑袋，这感情推进真的太平淡了。伊丽莎白不敢相信，我跟乐平的相处在你们看来真的这么糟糕吗？老年伊丽莎白笑道，众口难调，记住，每个伊丽莎白都是自己世界的主角，跟随自己的内心就好。而且要说平淡的话，我相信没有其他世界的故事比得上老太婆我的了，但上映的时候还不是让其他伊丽莎白都哭得稀里哗啦。虽然在老太婆我看来那是很幸福的回忆。伊丽莎白好奇问道，真的吗？那是怎样的一个故事？老年伊丽莎白回答道，就是我跟乐平从认识到结婚生子在一起变老的普通人生罢了。伊丽莎白听到生娃瞬间红了脸，嘴里重复嘀咕着结婚生子一起变老这句话。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是在菜市场里面，因为两人在生意上闹出了一些不愉快，伊丽莎白便往乐平的脸上砸了一个番茄，而乐平则泼了一盆冷水作为回礼，然后伸出舌头给伊丽莎白做了一个鬼脸。两人因为这一次的争吵结下了良缘，直到最后相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结婚后两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再到后来他们便有了爱情的结晶。10数载过去后，孩儿也已经长大成人，要出去更远的地方读书。送完孩儿，两人手牵着手在落日的金辉之下前行。岁月虽在他们脸上刻下皱纹，但紧握的手却诉说着永恒的爱与陪伴。父母会离开，儿子也会长大，最后陪在身边的人始终是乐平。一辈子很短，眨下眼就过去了。与此同时，影院的大屏幕上出现乐平的内心独白，我当然喜欢伊丽莎白你啊，要是伊丽莎白能当我女朋友就好了。伊丽莎白，求求你回到我身边来吧。看完内心独白，伊丽莎白这才知道，原来她也一早喜欢上了自己。这一个特别放送镜头，让影院内所有来自不同世界的伊丽莎白欢呼雀跃，但起哄不到3秒，片段却已经放映完毕。其中野人伊丽莎白怒喝道，岂有此理，正片什么时候上？还有造小孩的画面呢？本族长现在就要看。古代伊丽莎白笑道，你的关注点总是洞房之事，粗俗。虽然本宫对这对冤侣会有如此进展也是期待，但仔细想想，这个乐平还挺温柔善良的，偶尔换换口味也不错，好期待，不知道最后他们是怎样在一起的呢？老年伊丽莎白说道，预告片放送完了，你的临时票也差不多到时间了，请记住，每个世界的乐平和伊丽莎白都会有独一套的专属缘分，所以不用着急的，只需要跟随你内心的想法就好。伊丽莎白原本还想多问几句关于专属缘分的意思，不曾想一眨眼就退出了戏院，回到了现实。此时小金龙捂着脑袋全身颤抖，一副很难受的模样。乐平见状也急了，伊丽莎白你快看看艾米莉亚，她好像很难受的样子，不会是坚果过敏吧？伊丽莎白脸上挂着一丝失落，同时对小金龙使用了大治疗术，但治疗术毫无作用，小金龙仍旧捂住脑袋哇哇大叫。乐平开始自我责备，怎么回事？都怪我。伊丽莎白点头，的确啊，你高估艾米莉亚了。乐平还以为真的是坚果过敏，那伊丽莎白你有办法吗？伊丽莎白无奈摇头，心想乐平虽然帮艾米莉亚重新打开了大脑的记忆位，但他却没能力把丢失的记忆抢回来填好，所以空缺的记忆就像击穿了他的大脑一样。再说幕后黑手的位置，本王搜了整个世界也找不到。乐平看着小金龙一脸
自责，对不起啊，艾米莉亚。可此刻艾米莉亚瞳孔里全是乐平的模样，那是一种被支配的恐惧感，如潮水一般全都钻入了她的脑海里。与此同时，在马尔福这边的记忆画面突然熄灭，记忆原档被夺回了吗？主人发现这里了吗？不可能啊！就在几分钟前，小金龙想起被乐平支配的恐惧，连忙带着哭腔飞向女魔王。主人，救救艾米莉亚！呜呜！这么一撞，直接把女魔王伊丽莎白的大胸脯撞变了形，而她自己也被撞晕了过去。伊丽莎白猜测是乐平动用了规则之力，把艾米莉亚的记忆抢夺了回来。以前的她可是没兴趣去亲自干预这种低级事情，如今为了本王，她居然再次破例。乐平还以为自己吓到了艾米莉亚，连忙向伊丽莎白道歉。伊丽莎白说道：“没事，这点程度她还承受得住，本王让她回去契约空间休息一下就可以了。”说完，她又直勾勾地盯住了乐平。乐平绕了绕头，心里面有点紧张。现场安静了整整有1分钟，乐平这才打破了尴尬。今晚的夜色还挺晴朗，你说是吧？伊丽莎白脸颊微微泛红，点了点头。正在看戏的阿尔法切了一声，最后还不是靠下回来吗？本大爷做就是无聊低级，乐平大哥做就是厉害牛叉。旺财瞄了他一眼，那是当然了，汪，你拿什么跟主人比呢？可就在这时，阿尔法的识海中响起了系统的呼叫声，他捂住脑袋在地上打滚，一副头疼欲裂的样子。是噪音，好痛，好痛啊！我脑袋都快要裂开了。旺财见状，连忙打开机关，给阿尔法戴上了一副降噪耳机。很快他不再挣扎，安静的睡了过去。旺财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自己的信号接收器可是一点也收不到噪音。算了，还是带你回去锻造车间再详细检查一下吧。与此同时，在伊丽莎白的这边，她转过身子向乐平告别，没什么事，本王就先走了。口上虽然是这么说，但还是停在了原地几秒。听不到乐平的回应，她这才迈开脚步离开。伊丽莎白一边走一边心中暗骂：臭乐平，还不来追本王？别的世界的你可是很主动的。此刻乐平脑子里再次分裂出好几种声音，或许挑明了就没有周旋的余地，但这一次乐平也不想后悔一辈子。伊丽莎白边走边叹气，非要本王主动吗？这可不行。算了，每个世界的伊丽莎白跟乐平都会有专属的缘分，跟随内心就好。想到这里，伊丽莎白果断召唤出了传送法阵。可此时乐平却忍不住开口：等一下，伊丽莎白，你不是问我喜不喜欢你吗？伊丽莎白脸颊微红，惊愕地转过了头。乐平自认配不上女魔王，但还是开了口：不知不觉，我们已经生活在一起1年多了，我也清楚认识到我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这样跟你一直过普通的生活。但这些话伊丽莎白听着却很不爽，可恶，非要强调一下自己是造物主来殊尊降贵，跟本王一起过平凡生活吗？乐平继续说道：我这个人比较窄，没有任何谈恋爱的经验，也不知道怎么哄女孩子开心，更碍于身份地位，我有什么想法都不敢表露出来，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既然你开口问我，那我也不能再逃避。我想说，伊丽莎白，我喜欢你。然而他的话音刚落，伊丽莎白就已经忍不住扑进了乐平的怀抱。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很久很久。随后两人的身体缓缓飘向半空，在皎洁的月光下，两人的身影纠缠在一起，浪漫至极。伊丽莎白温柔地说道：没什么，本王只是跟随自己内心而行动罢了。不等乐平再多说一句话，伊丽莎白就直接吻了上去，也不知道吻了多久，松开的时候唾液都粘在了一起。乐平呆呆地看着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我喜欢你。伊丽莎白捂住滚烫的脸颊，本王也喜欢你。说完这些，他的身影就消失在乐平眼前。乐平至今不敢相信这一刻是真实的，我没在做梦吧？不过这里好高啊，我要怎样才能回去？传说中的勇者第一次谈恋爱，不仅和女魔王拉出2米半的丝，还一大早就为她煎了个爱心双蛋黄，就连切菜也全都是切出爱心的形状。就这样，一碗布满爱心的面条就此大功告成。当乐平把面条端到伊丽莎白的面前时，他却感觉到除了浓郁的魔力之外，还多出了一种未曾见过的神秘感应。伊丽莎白询问乐平今天的早餐怎么有点不一样，乐平没有正面回答。是吗？咱快点吃吧，不然就要凉了。心想是自己太直男了，特意做的爱心套餐让他觉得太肉麻了吧。伊丽莎白点点头，然后像往常一样吃起了面条。不曾想在吃下第一口后就被一股暖暖的魔力怔住，是爱意。乐平他在早餐里面注入了浓浓的爱意。乐平见他在那里发呆，还以为是调味料出错了，于是他也卷起了一小段面条吃了起来。可巧合的是，他吃着吃着就和伊丽莎白吃上了同一条，他们甚至还不自觉地往前推进，直到两人的嘴唇相距不到3公分。可就在关键时刻，房门却突然被推开，那是戴着降噪耳机的阿尔法走了进来。大哥，早上好，今天有什么吩咐本大爷吗？可话音刚落，一只幻化出来的拳头竟迎面砸了过去，瞬间把阿尔法砸出了个10万8千里开外。最后那魔爪还人性化的顺便关上了门。其实这个魔爪就是伊丽莎白幻化出来的。他怒骂着该死的阿尔法，坏了本王的好事。而乐平没有谈恋爱的经验，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展开。吃完早餐，要不我们去看会电视？伊丽莎白羞羞地低下了头，温柔地回答好的。随后两人分别坐在沙发上，虽然距离上有点遥远，但实际上乐平的手一直都在缓慢前行，好不容易挪到了对方的手附近，却突然又被收了回去。此刻乐平紧张得直冒冷汗，一副像是在做坏事又没有成功的模样。一个随意收手的动作也能让他心中万般猜疑。昨晚我们应该算
算是确定关系了吧？但伊丽莎白她可是魔王，难道是随便逗我玩玩的？万一是我自作多情呢？但是昨晚的一切又都是真实发生的。就在他纠结之时，伊丽莎白突然抓住了乐平的手，两人都是第一次谈恋爱，但伊丽莎白却更加主动。她发现乐平有点焦躁不安，便询问他有什么问题吗？乐平也不再怀疑些什么，微笑着摇了摇头，没有呢。随后伊丽莎白的身体故意向乐平倾斜，怀中的柔软甚至不自觉挤到了乐平的手背。此刻乐平的呼吸变得急促，脸像火烧一样的红。伊丽莎白开门见山地问道，其实在你的世界，恋人之间一般都会做些什么？乐平回想了一下穿越前的世界说道，那里谈恋爱通常会一起吃饭，一起出去玩，一起看剧之类的。伊丽莎白闻言有点失望，这不就是我们平日里一直在做的事情吗？乐平挠了挠头，感到有些无奈，好像也是哦。伊丽莎白继续问道，那你想有什么事只有情侣才可以做的，你跟本王也做一下。乐平似乎想到了刺激的事情，这个嘛，就要是感情进度而定了，一般最开始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牵手。伊丽莎白傻愣愣地看着乐平，只是最开始吗？那可不行，本王要更进一步了。乐平有些紧张，更进一步吗？大概就像是我们昨晚那样。伊丽莎白回想起昨晚的热吻，瞬间红了脸，说着两人相互凑了过去，眼睛微合，即将要碰上的时候，却被窗户外的阿尔法和旺财打断。他甚至笑眯眯地敲打窗壁，乐平大哥，这立马把伊丽莎白惹毛了，你这把破剑，这次最好给到本王一个合理的解释。阿尔法惊恐地解释着，不是我呀，是有人来找你们。说着窗外就围满了一大堆人，有博斯父女俩和芝芝还有安妮，随后7人1狗在院子里围着野餐。乐平好奇询问众人，为何都不约而同的突然来到我们这里？安妮表示昨天在魔域感受到伊丽莎白姐姐的魔力，所以今天才特意前来，但实际上她以为是自己擅自打开9头魔龙宝藏副本来测试拉斐尔的事情被发现了，毕竟如果攻略失败，那将会引致毁灭性灾难的。芝芝点点头，没错，我也感受到了魔王大人你的魔力，所以特意前来等待差遣。博斯也附和道，我们父女也是，我想也是时候跟乐平先生和魔王大人汇报一下神树的生长情况了。一旁的阿尔法叹气，真羡慕你们这些被外派的边缘角色，不像本大爷我，每天只能在乐平大哥身边执行重要任务。伊丽莎白则是一脸懊恼，喂，本王可没有让你们过来的意思，搞清楚的话，你们就赶紧离开好了。乐平觉得既然大家都来了，倒不如都说说近况和外面的形势吧。芝芝表示听从勇者大人的吩咐，在剑圣公会重新学习，同时也分享了所知所悟给大家。而黑暗公会最近的消息近乎绝迹，只是偶然有一些被感染的魔兽出来扰乱，但也不足为患。安妮点点头，最近黑暗公会就像突然消失一样，即便深入魔域也毫无发现。乐平听见芝芝去了剑圣公会学习，一脸的惊讶，只因他至今也不清楚芝芝在剑圣公会中的地位。伊利弗则表示精灵部落这边也重新制定了政策，取消等级划分，同时也跟外界建立联系，构筑抵御黑暗公会的情报网。阿尔法则很不屑地说道，本大爷昨晚可是帮乐平大哥收了保护费，解决未来1周的粮食问题。听完大家的近况，乐平咳了2声，表示接下来将有一件事跟各位宣布。此话一出，4人的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纷纷猜测果然是有了新的任务，而且还要他们几个人相互竞争。也许黑暗公会的消亡也在勇者大人的意料之内，难道还有更强大的敌人吗？可就在众人胡思乱想的时候，乐平却抓起伊丽莎白的手说道，我跟伊丽莎白在一起了。此话一出，刚刚4人的紧张感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脸木然，他们以为后面还有什么震惊的消息，同时询问然后呢？众人毫无波澜的表情让乐平很意外，我可是要跟魔王谈恋爱，你们一点都不惊讶吗？此时芝芝突然又悟了，我明白了，勇者大人的意思是接下来任务要靠我们自己，不能再打扰他们了。一旁的安妮仿佛听到了芝芝的心声，的确啊，从宝藏副本开始到精灵部落的经历，没有乐平哥哥和伊丽莎白姐姐的话，我都不知死了多少次。他们如此培养我，就是为了让我能成为守护勇者大陆和平的一份力量，我不能永远向着依靠他们2位，要开始独立了。芝芝神色凝重，心想虽然我本就是一人扛起对抗黑暗公会的大部分责任，但那是基于跟黑暗之海签订契约为代价，若不是魔王大人为我解咒，恐怕早已酿成大错。现在勇者大人也传授了我剑术的真谛，但面对更强大的邪祟，我这点本事真的够吗？另一边博斯父女正在瑟瑟发抖，宝具卡牌曾经落入黑暗公会手中，险些就毁灭了整个世界，若不是乐平先生他们及时赶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现在在安排新的强大任务，而且乐平先生跟魔王大人明确说了不会参与，那我们父女俩真的有把握吗？乐平笑盈盈地吃着饼干，表示的确有一件事想要拜托大家，而他的这些话被众人脑补成了这样，但如果你们觉得为难就算了吧。众人闻言惭愧地低下了头，糟糕，我们怯战的心思被勇者大人看穿了，乐平先生这话是在敲打我们，丢人，真是丢人。没有乐平先生的恩典，我们父女俩就是寂寂无名的路人，所以办不到也得办。在他们胡思乱想的时候，乐平看了一眼伊丽莎白说道，接下来我打算跟伊丽莎白去一趟旅行。芝芝一脸惊愕地看着2位大人物，斗胆问一句，2位的目的地是？乐平继续说道，亚里士多德王国，唯有把这里也说服加入到对抗黑暗公会的联盟，我才算真正尽了当勇者的责任，世界和平，我才能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心想作为传说中的勇者，自己能做的就只有这点微不足道的事情了，希望计划一切顺利吧。但伊丽莎白很快就有了画面，乐平依然在继续他的东南西北扶植自己手下4大天王的计划。
但他说好好过生活的意思是二人世界吗？本王真是后知后觉，之前被胜负欲所蒙蔽，误会乐平他是因为恶趣味才去玩弄这些无知的凡人，向本王炫耀自己的实力。但实际上，从第一次出去冒险开始，他就已经规划好我们的未来了呀。然后他答应下来，行吧，既然是最后一个地方，那就等本王亲自出马。要是他们不服，本王就灭了他们一国。乐平让伊丽莎白别冲动，这件事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我答应过你的，这次轮到我来让这个世界恢复和平的秩序。心想，虽然计划的最后还是要借用伊丽莎白的威名，但如果现在就直接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那一切将会失去意义。现在的伊丽莎白对乐平言听计从，羞羞地低下头回答：“好的，都听你的。”这时安妮突然开口询问：“乐平哥哥，伊丽莎白姐姐，请允许我提出一个请求。这次亚里士多德王国的旅程，请带上我吧。我已经可以基本控制赤魔之瞳了，我一定可以帮上忙的。”一旁的芝芝也毫不示弱：“还有我知道一个进入亚里士多德王国的最佳方法。”安妮心中暗骂：“可恶！芝芝小姐虽然辞退了会长职务，但还是能利用自己的人脉优势。”同时，博斯妇女也举起了手：“还有我们妇女，我博斯保证在南办的事情也一定办妥。精灵部落那边有布兰切特将军替我们管理和照顾神树，没有问题的。”乐平连忙安抚众人：“误会了，误会了，我拜托你们的事情跟亚里士多德王国没关系。”伊丽莎白也怒斥道：“你们一个个都想加进来算什么意思？事先声明，谁坏了本王的心情，后果自负。”乐平说道：“要不伊丽莎白你先回家等我吧，接下来的事情我来跟博斯大叔他们说就好。”伊丽莎白没有多问：“行吧，反正本王对他们的事情也没有兴趣。”说完，伊丽莎白的身影便消失在原地。乐平做了个手势，示意让众人靠过来：“我想拜托你们的事情是……”众人立马心领神会，同时向着乐平靠了过去。“什么如此神秘？”乐平先生请说吧。可乐平却小声问了个题外话：“你们知道哪里有温泉吗？”